大雨笼罩着村庄，母亲在屋里喊道：“佩珀，佩珀，你把奶桶都放到外面了吗？”佩珀搬动着木桶回应道：“是的，我还放了碗和盘子。”母亲看着忙碌的孩子说道：“你做得很好，照这个速度能收集很多雨水。”佩珀靠在母亲怀里问道：“但是妈妈，我们为什么要收集雨水？”母亲看着盛满水的容器说道：“这不是普通的雨水，这是诞生精灵的精灵之路。”佩珀抬起头问道：“精灵会在这些雨水里诞生吗？”母亲抚摸着他的头说道：“没错，只要收集到足够的精灵之路，精灵就会诞生。在积水的古树中会诞生木之精灵，在岩石间的水洼里会诞生石之精灵，在流动的河水中会诞生水之精灵，所以我们称之为精灵。”佩珀睁大眼睛说道：“那我们收集雨水也是为了创造精灵吗？”母亲摇了摇头说道：“遗憾的是，人类无法创造精灵。我们收集这些精灵之路，是为了当做不要使用。只有当精灵自己拥有诞生的意志时，他们才会降临世间。那片黑暗的领域被称为厄运，它是破坏人类幸福的存在。人类是如此明亮且充满活力的生物。然而，如果厄运蔓延，所有人都会变得不幸。为了对抗厄运，你必须变得强大。那么，黑暗难道就是好的吗？黑暗拥有强大的力量，如此致命，却又如此残酷。既然同为黑暗，我可以让厄运归我所有。很好，我很喜欢。在这地底深处，我将成为最强的黑暗。这是什么地方？一个狭窄封闭的房间。原来大地是这样连接的。没关系，这里的荒凉程度足够让我成为黑暗。然而，里奥蜷缩在墙角，手脚被沉重的锁链束缚。神秘的声音问道：“你是谁？你为什么在这么狭窄的地方？你被绑住了吗？”外面的人看起来都很幸福，可你为什么露出这种空虚的表情，就像你没有心一样？沉重的铁门被踢开，守卫愤怒地喊道：“喂，你这混蛋，动作快点，给我滚出来！”里奥惊恐地缩在角落，守卫拽着锁链喊道：“跟我走！”神秘的声音继续传来：“那个粗鲁的人类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表现得这么恶劣？他只是一个同族的小孩子而已，竟然把这么小的孩子关在这种地方，这里没有任何东西能让这个孩子露出笑容。他今天心情特别不好吗？”带着那样的想法，我观察了你很多天，每天你都会被叫走，然后再回来，之后你被关在这里，只有一点微薄的食物。时间一到，你又会被再次拖出去。你总是茫然地看着我，那样的眼神仿佛害怕我会突然消失。其实我知道，你一直在恐惧中颤抖，是因为孤独和悲伤才看不见我吗？你也能感觉到我的存在，对吧？我想让你露出笑容，我想告诉你，外面那些人类正在感受的幸福。我也想让你看看大地上那些美丽的事物，宏伟的城市，繁华的街道。相比之下，这里实在太狭小了。我在窗外看到的那些和谐的家庭，但我能独自做到的，也是你一眼就能感受到的。因为我只有一个人，所以无法带给你这些最简单也最美丽的东西。没错，就是花朵，我会成为你的花朵。里奥呆呆地看着前方，一朵粉色的花在阴暗的牢房中绽放，花瓣层层叠叠，散发着柔和的光芒。在那花蕊中心，一个娇小的身影正静静地沉睡着。随着光芒散去，舒伦莎缓缓睁开眼，她从花朵中坐起，好奇地打量着四周。里奥忍不住喊道：“哇！”舒伦莎挥手说道：“嗨！”舒伦莎飞向里奥，在他脸颊上轻轻一吻。“我一直很想见你，很高兴见到你，小人类。我是精灵，是一只花之精灵。这段时间我一直很好奇，这里是什么地方？你为什么在这里？你为什么不说话？你叫什么名字？你几岁了？有太多事情是我这个新生精灵不知道的。”里奥只是盯着他看。舒伦莎凑近观察，哎，难道你以前从来没学过说话吗？看样子至少有6岁了，却连话都不会说。这个年纪的人类应该已经能流利沟通了。这里的成年人难道不教他说话吗？既然不教他说话，每天把他拖出去，又是为了做什么？这个地方到底在发生什么？我不喜欢这样。舒伦莎飞到里奥面前说道：“那要不要我教你说话？学会之后，你就能和我愉快的聊天了。我是真的很想和你说话，你只需要回答我说是就可以了。你应该知道怎么说是吧？我想和你成为朋友。”里奥呆呆地看着他。里奥突然伸出手，一把抓住了舒伦莎。舒伦莎惊叫道：“等一下，人类小鬼！”里奥张开嘴，将舒伦莎送向唇边。“等一下，你难道是要……”铁门被重重推开，守卫站在门口喊道：“喂，小鬼，快点给我出来！”里奥转头看向门口，守卫盯着牢房内部，这是什么？那棵杂草是什么东西？守卫俯视着里奥问道：“你吃了什么？”里奥紧闭双嘴，一言不发。守卫俯下身子问道：“喂，听不见我说话吗？”这傲慢的混蛋竟然敢不回答！他挥动长鞭，重重抽在里奥身上。里奥惨叫着倒在地上，痛苦地蜷缩着身体。怎么回事？那个人为什么要打你？舒伦莎看着受伤的里奥，这根本不合理。你明明什么都没做错，他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你？守卫盯着里奥说道：“看看这家伙，你真的把那些杂草吃了吗？给我吐出来！”里奥依旧沉默。守卫咬牙切齿地吼道：“你竟敢无视我！”他抬起脚，重重踢向里奥的腹部。“难道你不认同我的话吗？快给我吐出来！从你嘴里吐出来！”“不要！”舒伦莎惊恐地喊道：“快让我出去！那个男人看不见我，未经授权的人类是看不见精灵的。”守卫疯狂地踢踹，大声咆哮道：“给我吐出来！”舒伦莎流着泪喊道：“住手！快住手！”守卫停下动作，看着满手的杂草，他转身走向门口，重重关上铁门。地牢陷入死寂，里奥无力地倒在地上。舒伦莎看着里奥：“你是为了保护我才那样做的吗？如果被他看见我，你觉得我也会被抢走吗？”
舒伦莎哭着喊道：“笨蛋，傻瓜！我不是一直告诉你吗？只有我允许的人才能看见我。”里奥靠在墙边，看着手腕上的铁链。舒伦莎擦干眼泪说道：“我有办法出去。不，对不起，你是世界上最勇敢的孩子。”里奥抬起头，注视着飞舞的精灵。舒伦莎继续说道：“我会教你如何说话，我想和你成为朋友。如果有人打你，你应该能告诉他们住手。我们应该学习美味和漂亮，还有我喜欢这个词。”他飞到里奥面前问道：“你会喜欢我吗？要我教你说你喜欢我吗？”里奥睁大眼睛，静静地看着他。怎么样，漂亮吧？这就是我诞生的花朵。里奥蜷缩在阴暗角落，注视着那道光芒。舒伦莎展示出一朵闪耀着光芒的粉色花朵。舒伦莎飞舞着说道：“现在跟我学花。”里奥张开嘴，喉咙里发出沙哑的喊叫。啊！舒伦莎急忙摆手说道：“不，先跟着我做花。”里奥痛苦地低着头，发出微弱的声音。舒伦莎耐心地引导，试一下，来吧。里奥抬起头，努力模仿着口型。舒伦莎露出灿烂的笑容。太棒了！虽然发音还有些困难，但已经很完美了。舒伦莎蹭着里奥的脸颊，看，小人类真的很聪明。舒伦莎指着花朵说道：“现在你可以尝尝它了，花里有蜂蜜。”里奥小心翼翼地咬下一口，咀嚼着花瓣，一股甜美的滋味在口中炸开，双眼瞬间亮了起来。舒伦莎得意地问道：“看吧，是不是很好吃？是不是很甜？”里奥惊讶地喊道：“啊！”舒伦莎捂着嘴笑道：“我是不是该先教你美味这个词？这是世界上只有你才知道的味道，在无数的花仙子中，我是独一无二的品种，只有你知道这朵花，也只有你尝过这种蜂蜜。”里奥意犹未尽地四处张望，寻找着剩下的花朵。舒伦莎歪着头问道：“还有吗？”舒伦莎飞到里奥面前说道：“抱歉，精灵的力量是有限的，你不能一次用太多。我还是个年轻的精灵。精灵的力量被称为维塔，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知识，关于自我与世界的概念，从出生起就刻在脑海里。比如长耳朵的是兔子，年幼的生命需要关爱和关注，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真理。对于今天才学会一个词的孩子，为什么你没有得到应有的爱？”舒伦莎注视着里奥，我也不喜欢这样，这种不公平的待遇让我感到难过。这个孩子第一次认出了我，是他让我存在于这个世界，他是我可爱的第一个人类。那些欺负你的人，我要让他们所有人后悔。我是不是该变成暗黑精灵呢？里奥抬起头，断断续续地发出声音：“蜂蜜。”他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舒伦莎惊讶地看着他：“你现在是在笑吗？”里奥指着飞舞的精灵说道：“花。”舒伦莎欢呼着飞向里奥：“没错，就是这样。”他亲昵地蹭着里奥的脸颊说道：“你只需要一次学一个词就好，比起任何事情，你的笑脸最重要。能成为花仙子真好，因为我教给你的第一个词就是花，因为我可以让你看到这些美丽的花朵。”舒伦莎注视着里奥，感到无比幸福。他飞到里奥面前说道：“我想教给你的东西堆积如山，但现在我想到了最重要的一件事。”舒伦莎认真地说道：“名字。”里奥抬起头，好奇地看着他。我们两个都没有名字。他落在里奥的手背上。总有一天，我会找一个适合你的最酷的名字。他打了个哈欠说道：“好困，我要去睡觉了。”精灵的年纪越小，就越容易感到困倦。即便我这么说，你现在也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吧？舒伦莎落在里奥的掌心，里奥下意识地合拢手指，将他温柔地护在手心。这个小人类是那种会把一切都藏起来的人吗？舒伦莎闭上眼睛，这种感觉和被吞下去的时候完全不同。在这一片死寂中，我能听见你平稳的呼吸声，是那么平和，那么柔软。现在想想，刚才应该说声晚安的，明天该教他什么问候语呢？好温暖，你的手心真的很温暖。突然，他猛地睁开眼睛，四周一片漆黑，原本包裹着他的温暖消失了。小人类，你在哪里？空荡荡的地牢里没有一丝回应，地牢里死一般寂静。舒伦莎脸色苍白，不可能，难道是被那个大个人类给带走了吗？不，舒伦莎飞到铁门前，我不能让那种事情再次发生，绝不能让他再受到任何伤害。就像他看不见我一样，精灵不被允许存在，所以任何事物都无法对我产生影响。即便如此，无机物也是一样的。舒伦莎飞向紧闭的大门，那是那个孩子绝对无法跨越的门，但对我来说没问题。伸出手穿过厚重的门板，身体轻盈地穿透过去。舒伦莎飞进门内喊道：“从这里可以过去。”那个孩子被关在最底层了，前方只有向上的楼梯。舒伦莎飞过阴暗的走廊，我们待过的房间是4号。除此之外，房间里空无一人。穿过楼梯，再穿过另一扇门，眼前会出现上百扇门，门后传来阵阵哭声。穿过大门的那些孩子都在不停地哭泣，大多数人紧张的呢喃。舒伦莎飞进昏暗的牢房，看着那些被锁链束缚的孩子，还有更多孩子，眼神空洞地躺在地上。如果你没有遇见我，那个孩子肯定也会变成这样。为什么人类幼童会在这里？难道犯了什么罪吗？这些孩子身上都有编号，但我的孩子却没有，是因为其他原因才被关起来的吗？果然这个地方很奇怪。舒伦莎握紧拳头说道：“继续往楼上走吧。”看着四周错综复杂的走廊，为什么这里到底是迷宫还是监狱？加快速度向上飞去，越往高处走，景象就越发陌生。穿着深色衣服的人在四周走动，就像那个打人的男人一样。每个房间都挤满了人，空气中弥漫着哭喊声。最恐怖的是，墙上挂满了各种刑具，道路扭曲交错，根本找不到出口在哪里。舒伦莎扶着额头说道：“你必须记住这条路，以后才能逃出去吧。我的力量快用完了，先回那个房间吧。”穿过铁栅栏飞回室内，舒伦莎睁大眼睛看向前方，
守卫坐在桌前，正旁若无人的吃着东西，是曲奇饼干还是巧克力味的？舒伦莎盯着男人手里的饼干，那是我的，我一定要拿到它，我要把它带走，分给我的孩子吃。但离人类的距离太近了，如果撞到它，可能会被发现。这种时候，我别无选择，只能使用那个了。舒伦莎闭上双眼，调动体内的力量。精灵利用积聚在器官法图码中的生命力，可以施展独特的异能，这种能力被称为帕塔雷斯。我现在使用的异能是搬家，这是一种甚至能穿透生物的魔法。有了这个，就算碰到它，也不会被发现。舒伦莎张开双臂飞向桌子，巧克力饼干等我。哪怕是再小的零食也没关系，我要把这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东西都带给你，因为我想看到你的笑容。里奥蜷缩在牢房角落，低头看着地面。舒伦莎抱着巨大的饼干，摇摇晃晃地飞向男孩。啦啦啦！哇，真的好重！终于把饼干搬到了他面前。舒伦莎抱着巨大的饼干，摇摇晃晃地飞着。过度使用异能帕塔雷斯，感觉随时都会倒下，但我还是做到了。快看这巧克力饼干，他会多喜欢呢？又会露出怎样可爱的表情？完全忘记了最初的目标，只想让他开心。舒伦莎穿过铁门飞进牢房。小人类，我回来了，你知道吗？我带了很厉害的东西，你一定会喜欢的。笑容在看清男孩的一瞬僵住，里奥瘫坐在地，泪水不断从眼眶涌出，划过满是污垢的脸庞。舒伦莎丢下饼干冲过去，你怎么了？为什么要哭啊？里奥颤抖着伸出手，发出痛苦的呜咽。舒伦莎看着男孩脸上的伤，你又被打了吗？脸指间都全是伤痕。那个男人真是太恶毒了。里奥跪在地上，紧紧抓着胸口的衣服，发出痛苦的呜咽。舒伦莎飞过去抱住他，这个孩子现在，你是因为我才哭的吗？你以为我消失了，所以一边哭一边到处找我？对不起，我不知道没有我你会这么难过，我也去给你找好东西了。舒伦莎轻抚里奥的脸庞，我再也不会丢下你一个人了，所以别哭了，好吗？看到你哭，我的心都要碎了。男孩渐渐停止了。舒伦莎突然想起什么，对了，还有曲奇饼干，从怀里掏出巧克力饼干。小人类，这是给你的道歉礼物，你以前肯定没吃过吧？这绝对超级好吃。里奥捧着饼干，呆呆地看着。舒伦莎双手叉腰，得意地飞在空中。里奥把饼干掰成两半，递出一块。舒伦莎愣了一下，问道：“是要一起吃吗？”看着里奥纯真的眼神，是这样啊。舒伦莎看着男孩吃饼干。小人类，我已经决定了，趁你不在的时候，我会继续探索这个地方，因为你是如此珍贵，我不想再让你受苦。我会想办法变得更强，直到能带你离开这里。你是第一个得到我许可的人，因为你拥有能让我感到幸福的笑容。里奥咬了一口饼干，好吃。舒伦莎惊讶地睁大眼睛，你竟然学会说话了，这真是太神奇了。你真的是这世界上最棒的人类，我真的好喜欢你。舒伦莎发出惊叹。我睡了多久？舒伦莎伸着懒腰，发现身上变得脏兮兮，这是怎么了？变得好乱，应该是那个小人类弄的，毕竟睡在一起也没办法，这样可不行，要用帕塔雷斯洗一下吗？他调动起周身的水流，赐予我的起源之滴，现在干净多了。帕塔雷斯果然很有用，这是名为帕塔雷斯的精灵特有的能力。舒伦莎看着里奥问道：“醒了吗？睡得好吗？怎么了？”看到里奥发呆，他笑着问道：“我的洗澡过程那么迷人吗？我也想帮你清理一下，可惜这是精灵专属技能。”里奥摸着脸颊说道：“伤口好得很快，脸上的淤青消失了，嘴唇的裂口也愈合了。你真是个特别的人。”舒伦莎露出微笑。来到这里后，我为自己设定了几个目标。舒伦莎飞到里奥面前说道：“我不叫亲爱的，叫我精灵。当然，那也不是我的真名。第一件事要教这个孩子说话。”舒伦莎继续说道：“我不是食物，所以别吃。我第二件事，总有一天要带你出去。”里奥看着他回应道：“我不会吃你的。第三件事是找出你的名字，这么可爱的你，不可能没有名字。”里奥注视着舒伦莎，没关系，就算有点混乱，用眼睛去分辨就好。牢门突然被推开，里奥惊恐地回头，一名守卫站在门口，阴影笼罩了牢房。最后一个目标，我要查清楚你到底经历了什么。守卫冷冷地说道：“跟我走。”又要带走他了吗？舒伦莎飞到里奥肩头，这次不会让你一个人去。他在里奥耳边说道：“别担心，我会陪着你。他看不见我，所以假装我不存在好吗？”守卫在前方催促道：“别犹豫，快跟我走。”里奥沉默地跟在后面，没有任何回应。舒伦莎有些疑惑，为什么没反应？难道是在玩绝食抗议？舒伦莎坐在里奥肩上，陪着他一起走出了牢房。他看着里奥的侧脸，突然被击中心脏。天哪，简直太可爱了！真想立刻亲你一下，但我必须忍住，毕竟这孩子正在演戏。我和这个小人类穿过了上百个房间，走上台阶，来到更高的一层，最后停在了一扇没有任何标记的门前。推开大门，眼前的景象令人不安。一群穿着怪异的人出现在视线中，他们披着白袍，戴着岩石的面具。房间中央摆放着冰冷刺骨的铁床，在那些铁床上方，舒伦莎环顾四周，这到底是什么地方？里奥被带到铁床前，顺从地坐下。白袍人冷冷地说道：“状态检查。”同伴点头示意，没有问题，一切正常。里奥闭上眼睛，任由他们摆布。舒伦莎在空中飞舞，一切正常。你们在说什么？我昨天才被骂过。这些人类到底打算对这孩子做什么？白袍人拿起针筒，注射8号药剂。他们接连不断地注射各种药物。里奥承受着痛苦，始终没有发声。戴眼镜的男人翻开厚重的笔记本，开始记录数据。舒伦莎飞到本子旁，他在写什么？角膜强化，柔韧叶片提取物，骨肌肉改造，矫正姿势。无论怎么看，这都不像是治疗记录。舒伦莎眉头紧锁，精神矫正又是什么？白袍人合上本子说道：“够了，
进行下一个。一名绿发女人走上前，伸手按向里奥的额头，她的指尖亮起紫光，笼罩了里奥的脸。舒伦莎猛地睁大眼睛，她在动用灵魂技能，而且是关于精神方面的，那是洗脑技能。女人掌心浮现法阵，光芒渗入里奥的大脑，紫色的法阵不断旋转，光芒渗入里奥的大脑。他眼神空洞，机械的呢喃道：“我是主人的工具，我是主人的工具。”绿发女人的洗脑在房间里反复进行。里奥继续低声重复：“我服从主人，我不思考，也不做任何判断，我一无所有。”洗脑的过程枯燥而漫长，里奥只是盲目地重复着那些话语。舒伦莎在半空看着他，心中泛起寒意，不允许思考，也不允许拥有任何东西。难道一切都只能为了那个主人吗？他看着里奥，陷入了深深的忧虑。舒伦莎咬紧牙关，看着眼前的一切，这是谁定的标准？即便是我，也会渴望美味的食物。里奥躺在冰冷的铁床上，身上插着药剂管。我能欣赏美丽的事物，也能表达内心的赞叹。我甚至拥有抵抗洗脑的意志。舒伦莎在心中质问：主人，你凭什么剥夺这孩子选择的权利？你甚至从未出现在这片迷宫之中。没有人能成为这孩子的真正主人，即便那样的人真的出现，也必须是一个能让这孩子幸福的人。那个人必须是这孩子自己选择的人。我会找到主人的，所以不要屈服于那些低语。我绝不会让你再次做出那种事。白袍男停下动作。等等，他刚才笑了吗？白袍女回应道：怎么可能？我的洗脑一定成功了。白袍男语气坚定：不，他绝对笑了。加大洗脑的强度，要比现在更猛烈才行。白袍女看着仪器说道：强度已经很高了。白袍男推了推眼镜：你忘了杂草事件吗？风险越低越好，我不需要对这家伙产生任何感情。舒伦莎低头握紧拳头。白袍男长舒一口气：结束了。排斥力非常巨大，真是惊人的精神力。这可是耗费10年才完成的精神修正，竟然被杂草动摇了。舒伦莎猛地抬头：杂草，这真的是我的故事吗？白袍男继续说道：他是让8众灵魂都感到棘手的家伙，再重复10次，用最大强度进行。白袍女点头回应道：明白了，一切都被杂草动摇了。幸好那个孩子没被击中，但我还是很生气。那些人所谓的修正，我不确定是否是为了你，但我可以肯定一点，你并不想要这些。别担心，现在我会陪在你身边。他看着眼前的少年，这里不是我们的房间。四周景象突然扭曲，变成阴暗的牢房。守卫在门外喊道：进去。里奥被推倒在地，重重摔在冰冷的地板上。守卫俯视着里奥说道：喜欢这个没光的新房间吗？既然你待在这里，我会帮你好好装饰一下，保证连一根杂草都长不出来。竟敢在我眼皮底下藏那些杂草，你当时看我一定觉得很有趣吧？我很期待下次能玩得更开心。牢门重重关上，舒伦莎担忧地问道：小人类，你还好吗？真是个坏心肠的人，只是因为想要一朵花就把我关在这么小而且没有光的地方吗？舒伦莎愤怒地喊道：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还有你，那到底是什么花？不，收回刚才的话，看来那朵花对你来说并不是杂草。谢谢你这么珍惜我的花，正如那个人所说，从现在起在这个房间里。所以现在这样你会满意吗？里奥伸出手接住那朵发光的粉色花朵，他轻轻握住花茎，放在鼻尖嗅了嗅。几天过去了，在那之后，我们再也无法让哪怕一根草生长，只能回到现在这阴暗的房间。守卫在门外说道：这房间对他这种阴沉的混蛋很完美吧？他冷哼一声，重重关上房门，房间再次陷入黑暗。从今天起，你将接受特别管理，你最好从现在起给我小心一点。4号。舒伦莎飞到里奥耳边：4号。舒伦莎愤怒地喊道：那绝不可能是我们孩子的名字。小人类，别担心，我一定会为你找一个更好的名字。里奥疑惑地重复道：小人类。他摇了摇头说道：不对，我是精灵。里奥试探着问道：精灵？他开心地拍手说道：没错，做得好，我就是精灵。里奥露出微笑：精灵？他看着里奥，陷入了沉思。虽然名字解决了，但我还是很担心，必须考虑你的逃跑计划和食物供应。我以后的经常出去，不知道这样行不行？他突然灵光一闪：要不我现在就教你吧。小人类看着我，即使你看不见我，我也一定会回来，明白了吗？从现在起我会消失很短的时间，就在这里等着我。里奥一脸困惑，他完全没听懂。他闭上双眼，周身散发出强烈光芒。移动的真正原理是沉浸在原始能量中，并转化为精神体。换句话说，就是将身体非物质化，让人类无法看见。他彻底消失在空气中，即使是这个孩子，现在也看不见我了。里奥惊慌地站起身：精灵，你在哪？他在狭窄的牢房里焦急地寻找着。他看着里奥的反应，他在找我，要现在现身吗？舒伦莎突然现身喊道：小人类，我在这里。里奥颤抖着喊道：精灵。他张开双臂笑道：怎么样，是不是很神奇？里奥没有说话，眼泪不停地流下来。他愣在原地，看着哭泣的孩子。里奥哽咽着问道：精灵？他飞到里奥身边，看着他悲伤的侧脸：我到底做了什么？里奥低声呢喃：精灵，我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你现在需要的并不是学习魔法，而是某人的温暖。我曾承诺过要保护你，却像个傻瓜一样再次让你感到恐惧。该怎么做才能让你停止哭泣？要怎样做你才能再次露出笑容？如果我紧紧抱住你，你会好受一点吗？他温柔地注视着里奥。你正看着我，我应该再次微笑吗？他闭上双眼，感受着体内的能量，光芒在黑暗中绽放，花瓣如雨般落下，他变回了人类的模样，赤脚站在里奥面前。他缓缓睁开眼，紫色的瞳孔中满是温柔。
他张开双臂，露出灿烂的笑容，说道：“过来吧。”里奥迟疑地伸出手，指尖微微颤抖。他终于向前迈了一步，紧紧回抱住他。在冰冷的牢房里，两个孤独的灵魂终于拥抱在了一起。他闭上双眼，感受着里奥的体温，这小小的身体正在微微颤抖。在这个冰冷的地方，这是唯一的依靠。没关系了，我会一直在这里。舒伦莎紧紧抱住里奥，我真的好生气，为什么你必须被关在这里？为什么你总是被打被折磨？为什么要吃垃圾一样的食物？为什么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了别人？他松开怀抱，直视着里奥问道：“难道这就是你的全部世界吗？”里奥看着他，眼神中透入迷茫。舒伦莎垂下眼帘说道：“果然你还是不明白，我想把你从这里救出去，但我现在还太弱了。我想让你看看外面的美好事物，所以如果你愿意，要和我一起离开这里吗？”里奥看着他，轻声回应道：“好的，精灵。”舒伦莎睁大眼睛问道：“你是在回应我刚才说的话吗？”里奥露出微笑，再次回应道：“好的，精灵。”他真的回应我了吗？这次肯定没错，他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回答的。舒伦莎亲吻里奥的脸颊：“你真是太可爱了，我决定了，我要了解关于你的一切，我会查清楚你为什么在这里，还要教你如何说话，这样我们就能聊很多天了。但在这之前，最重要的事情是……”他握紧双手问道：“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里奥看着他，轻轻点头。舒伦莎开心地说道：“太好了，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朋友了，我的第一个朋友。我想为你做任何事，但是维持变身的时间太长了，已经到达极限。”舒伦莎捂住嘴巴，身体在光芒中缩小，变回了长着翅膀的精灵模样。他飞到里奥掌心说道：“对不起，本想以人类的样子多陪陪你，但现在已经是极限了。不过偶尔我还是会变回人类，紧紧抱住你。从现在开始，我们先专心学习吧。”里奥看着掌心的小精灵：“好的。”第二天，牢房窗外传来呼喊：“人类小鬼！”舒伦莎飞进窗户，大声说道：“我回来啦！怎么样？我是不是回来的很早？做得好，你没有哭，乖乖等着我呢。”里奥看着他问道：“做得好。”舒伦莎笑着回应道：“没错，你做得很好。”里奥低下头：“精灵。”他抬起手，指着自己昨天被亲吻过的脸颊，断断续续地说道：“做得好。”舒伦莎愣在原地：“哎，难道你是想让我亲你一下，作为你乖乖听话的奖励吗？”里奥注视着他，眼神中充满期待。舒伦莎再次亲吻他的脸颊：“好呀好呀，只要你喜欢，我随时都可以奖励你。”里奥似乎理解了我的话，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舒伦莎飞在空中说道：“好啦，让我教你更多东西吧。只要我们一起努力，总有一天你能离开这座监狱。”但是时间并没有等待我们。里奥倒在冰冷的地上，身体剧烈颤抖。洗脑实验已经进行到了第5阶段，过程极其残酷。他每次回来都变得伤痕累累，甚至不再看我一眼。里奥拖着沉重的铁链，摇摇晃晃地走向牢房深处。他像死了一样陷入沉睡。这样的日子不断重复。舒伦莎流着泪说道：“对不起，我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受苦，感到无比无力，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白袍研究员冷冷地命令道：“躺到床上去。”里奥摇摇晃晃地走过去，舒伦莎飞在他身边呼唤道：“人类小鬼，为什么要这样对他？折磨一个孩子能得到什么？”他飞到里奥面前，大声质问：“人类小鬼，难道你不生气吗？笨蛋，快说点什么啊！我感到如此悲伤和愤怒，可你却……”里奥说道：“等等，我会回来的，等我。”里奥说完那句话后，把我推出了实验室。舒伦莎被推向门外，他难道打算独自面对吗？为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沉重的铁门在眼前落下，发出巨大的轰鸣声。我被隔绝在冰冷的走廊，只能隔着门缝望向里面。为什么要把我送走？我明明想陪在你身边，给你力量。舒伦莎蜷缩在墙角，不，绝不可能！我现在明白了，他是在担心我，他不想让我看到他痛苦的样子，因为他知道看着他受苦我会很难过，所以他才叫我等他。笨蛋精灵，快清醒一点！现在不是哭的时候，我必须想办法带着这个人类小鬼离开这里。对不起，虽然你叫我等在那，但我绝对无法让你独自留在这种地方。我不会让你独自承受痛苦。为了能和你一起逃走，我会变得更强。舒伦莎飞向被铁链锁住的大门，眼神变得坚定。为了你，我会付出一切代价，把你从这黑暗中救出来。无论未来多么艰难，我都不会再离开你，这是我给你的承诺。舒伦莎观察着四周说道：“太窄了。”白袍男在账本上记录机体视觉结果如何。白袍女回应道：“提升了1.7%。”白袍男露出笑意说道：“很好，非常好，一切都比以前更顺利。”白袍女站在一旁说道：“是啊，多亏了那次杂草事件，失去珍贵之物的体验已经彻底铲除了他最后的反抗意志，少年的自我已经完全崩溃。”舒伦莎悬浮在空中，难以置信地问道：“什么？这是什么？你们在说什么？”白袍女低头看着少年说道：“多亏了那场意外，杂草这个名字诞生了。这名字真的很适合你。是的，对这个卑微的家伙来说，确实是个合适的名字。”周围传来刺耳的笑声：“恭喜你有了名字，杂草。”舒伦莎愣在原地，我的自我已经彻底迟钝，反抗的意志消失了吗？渺小的人类，真的吗？白袍女看着昏睡的少年：“现在让我们继续吧。你真的失去了跟我一起离开这里的意志吗？”沉重的大门缓缓开启，又重重关上。里奥带着沉重的镣铐站在阴暗的房间里。舒伦莎飞到他面前：“那个小人类。”里奥发出一声叹息，抬起手将舒伦莎捧在手心里。他疑惑地问道：“哎？”舒伦莎惊讶地看着他：“你自我不是已经消失了吗？”里奥抬起头，眼神清澈地看着他。舒伦莎看着眼前的里奥，有些奇怪：“如果你的自我真的消失了，绝不会这样对我微笑。你到底是什么？”
主人。里奥只是疑惑地歪着头，发不出声音。舒伦莎再次逼近问道：“回答我，你到底是什么？你无法回答我的问题吗？你这个小人类！”他猛然意识到真相，你根本没有受到灵魂技能的影响。他一直在演戏，装作被洗脑的样子。我的孩子竟然欺骗了所有人！舒伦莎眼眶湿润，小人类，我以为要永远失去你了。他擦去眼泪，做得好，我真的很开心。里奥温柔地看着他。舒伦莎飞到窗边说道：“那些人叫你杂草，你却说没关系。虽然杂草并不坏，但我不想像他们那样，也叫你杂草。”他抚摸着里奥的脸庞，一定会有更好的名字。舒伦莎眼神坚定地说道：“我需要去外面，我要出去调查关于你的事，找回你的真名。那不该是4号，应该是那种充满爱意的名字。我会带好吃的回来，你要乖乖等我。”里奥看着他，轻声回应道：“舒伦莎露出灿烂的笑容：“那我走了。”他化作一道流光，穿过阴暗的牢房，飞向高处的天花板。一定要找到属于你的名字。舒伦莎化作蓝色流光，在塔内急速上升，6层、7层、10层、11层、12层，还要多久才能到达顶端？他穿过层层阻碍，向着光亮处冲刺。脑海中浮现出里奥孤独坐在牢房的身影。我们一定要一起离开这里。流光冲破塔顶，舒伦莎飞向广阔的天空。她悬浮在云端，俯瞰着下方的世界。舒伦莎冲出高塔，悬浮在灿烂的阳光下。哇！她在云端翻滚，张开双臂，发出银铃般的笑声，感觉真好，真清爽。这和我出生时感觉到的世界一模一样。他在蓝天中自由穿梭，俯瞰着下方的城镇。以后一定要让他也看看这些。这个世界是多么辽阔，竟然存在着这么多美丽的事物。繁华的街道上，商贩们大声喊道：“快来买药草，这是从索尔家运来的。”另一边的摊位喊道：“我们出售各种武器、止血药和恢复丹药，这里应有尽有。”戴帽子的女人指着柜台，对商贩说道：“大叔，这可是4级万磁晶石，你觉得这个价格合理吗？”喧闹的声音充斥着城市。舒伦莎展开透明的翅膀，从城市的上空飞过，周围充斥着叫卖声：“欢迎光临，我们会便宜卖给你。”有人在大声招募，正在招募前往 S 级末日战场的队友。这里真是太神奇了，因为是靠近战场的村庄，所以卖很多战斗装备。身后传来男人的声音：“啊，精灵是从哪里掉下来的？如果被我盯上，我会立刻抓住他。”舒伦莎停下脚步，感到一阵恶寒，必须小心一点，就算失误也不能被发现。身后传来询问声：“你是精灵吧？”他惊恐地回过头，迪亚看着舒伦莎说道：“天哪，是一个小精灵吗？真的是精灵，好可爱！你是什么时候出生的？”舒伦莎看着对方，精灵竟然降临在这个地区，是新生的艾森，而且是在乌兰出生的，真有意思啊！精灵在这里很稀有，虽然不知道各地区精灵的具体数量，但只有伊森是可以理解的，这代表了精灵的等级。根据拥有的属性数量，精灵被划分为不同等级，从1属性的艾森到2属性的普利尔，大多数精灵停留在3属性的巴卡拉斯级别，只有极少数能达到格兰德甚至更高的奥拉，以及最后的精灵领主。迪亚笑着说道：“很高兴见到你，我是格兰的帕拉尼精灵。”舒伦莎愣在原地，什么？我遇到的第一个精灵竟然就是格兰德级别，从刚才开始他就一直用非常友好的眼神看着我。他感叹道：“天哪，看来真的是刚出生的。”迪亚问道：“你的名字是什么？”舒伦莎回应道：“我还没有名字。”迪亚继续问道：“你是第一次来市场吗？”舒伦莎点头说道：“是的，所以我正在到处看看。那么要我为你带路吗？”“谢谢你，但我快要用完能量了，打算马上回去。”迪亚看着他：“你的法图玛已经空了。”他伸出手问道：“要不要试着摸摸我？”舒伦莎握住对方的手，精灵能量维塔正在不断流入体内。舒伦莎惊讶地说道：“哇，我的身体已经满了。”迪亚回应道：“抱歉，你的法图玛竟然这么小吗？既然已经充满了能量，你现在最想做什么？”舒伦莎思考着说道：“现在我想要一块手表，还有一些面包。”“为什么是面包？这里还有很多更好吃的东西。”舒伦莎疑惑地问道：“难道还有比面包和饼干更好吃的吗？”迪亚笑着说道：“当然有，你想现在试试吗？”舒伦莎点头说道：“是的，我想试试。你更喜欢哪一种？”迪亚伸出手，在虚空中翻找着，迪亚变出棉花糖：“来吧，尝尝这个棉花糖。”舒伦莎看着对方的手，那是帕塔雷斯吧？能打开精灵之心的门。迪亚点头说道：“没错，这是像口袋一样方便的帕塔雷斯，先试一试吧。是什么味道呢？”舒伦莎张开嘴咬了一口，糖果在口中化开，像烟花一样炸裂。她惊喜地喊道：“哇！”迪亚问道：“怎么样，好吃吗？”舒伦莎兴奋地回应道：“是的，非常棒。我可以带走这个吗？”“没问题。不过你已经吃饱了吗？”舒伦莎摇了摇头说道：“不，我是想把它送给和我住在一起的人类孩子，他以前从未吃过这种东西。”迪亚问道：“那是个什么样的孩子？你以前也没吃过这些吗？”舒伦莎有些迟疑：“那是有原因的。”迪亚眼神微变：“难道你能成为契约者吗？但你现在还无法签订契约。”舒伦莎微笑着回应道：“他是我第一个也是最珍贵的朋友，所以如果有好东西，我就想和他分享。”迪亚伸出手捏住他的脸颊，说道：“要分开看。”舒伦莎含糊地喊道：“不，我非常喜欢他。”迪亚松开手：“我就知道你会这么回答。”他转过身继续说道：“别太担心了，因为人类是非常善变的，而且和我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时间里。”舒伦莎愣在原地。迪亚问道：“那个孩子脾气很坏吗？”舒伦莎摇头回应道：“不，他总是对我微笑。虽然他和我生活的时间流速完全不同，但那个孩子和我并没有什么区别。”
迪亚摸着他的头说道：“艾森，你现在还太小了，不明白我的意思也没关系，我会把棉花糖送给你，把它放进你的星星里吧。”舒伦莎点头说道：“好的。”迪亚打个响指，瞬间化成人类。那么，我们去买面包和手表吧。舒伦莎高兴地说道：“好的。”迪亚拿着表说道：“你看到了吗？挑选好手表后要付钱，买东西必须这样支付。如果你没有钱，就不能直接拿走它，这就是问题所在。如果不遵守规则，人类与精灵的关系就会变得很糟糕。所以，精灵们制定了规则，来防止这种事情发生。”舒伦莎飞在空中说道：“禁止偷窃东西，也禁止伤害人类，所以不能随便使用帕塔雷斯。如果你违反了规则，执法精灵就会出现，并击碎你的精灵核心。”舒伦莎流着泪看着手中的饼干，我不应该偷走那些巧克力饼干的。迪亚走在前面，只要遵守规则，就能享受美好的事物。迪亚指着前方的招牌说道：“让我向你介绍其中一个吧。”他推开面包店的大门，清脆的铃声响起，温暖的光芒从屋内溢出。舒伦莎睁大眼睛看着屋内琳琅满目的甜点。迪亚侧过身，欢迎来到面包店。粉色头发的艾森，柜台里摆满精致的甜点。舒伦莎看着琳琅满目的蛋糕，发出惊叹的声音。迪亚指着店内介绍道：“这里是我朋友经营的面包店，这里的面包非常美味。”马明哥从柜台后走出来，欢迎光临，你今天又来了呢，小精灵。迪亚走到柜台前说道：“你好，马明哥，请给我2块蛋糕。”马明哥微笑着回应道：“好的，请先坐下稍等。”舒伦莎在座位坐定。精灵小姐，那个人是谁？迪亚看着马明哥解释道：“他是这家店的糕点师，是我朋友雇佣的员工。”舒伦莎看着马明哥说道：“那么这里的面包和蛋糕都是那个人烤出来的吗？”迪亚点头回应道：“没错，他是个好人，所以你现身也没关系，晚点我会把你介绍给他。”马明哥端着托盘走近说道：“蛋糕来了。”他看着迪亚问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你竟然要一个人吃2块？”迪亚看着身边的空位说道：“我不是一个人吃，我是和身边的朋友一起吃。”他转头看向舒伦莎问道：“艾森，你不打算向这个人展示你的样子吗？”舒伦莎有些紧张地回应道：“啊，好的。”马明哥看着现身的舒伦莎，哇，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可爱的小精灵。舒伦莎有些害羞地问道：“我很可爱吗？”迪亚和马明哥齐声回应道：“是的，当然了。”马明哥弯下腰问道：“小精灵，你叫什么名字？”迪亚在一旁解释道：“他还没决定好名字，通常精灵的名字和属性是同时确定的，所以我现在叫他艾森，等他决定了名字，才能知道他的属性。”舒伦莎盯着蛋糕咽了口水，迪亚看着他微笑道：“看来我们的小精灵已经饿坏了，快点吃吧。”舒伦莎开心地回应道：“我要开动了。”他飞到蛋糕旁大口吃起来，幸福地感叹道：“真是太好吃了。”马明哥看着舒伦莎笑道：“真的那么好吃吗？”舒伦莎用力点头：“这是我第一次吃到这么美味的食物，和棉花糖巧克力完全不同，我不能一个人独吞。”马明哥看着盘子问道：“剩了这么多，难道是不合胃口吗？”迪亚在一旁解释道：“不是那样的，他是想把好吃的蛋糕带回去分享给朋友。”马明哥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那我再帮你打包一些面包，请带回去和朋友分享吧。”舒伦莎睁大眼睛问道：“真的吗？真的可以收下吗？”马明哥点头说道：“当然可以。”舒伦莎感激地回应道：“你真是个好人，总有一天我会报答你的。”马明哥走向柜台说道：“那么请跟我来选面包吧。”舒伦莎紧跟其后应道：“好的。”舒伦莎看着桌上的红花：“你喜欢花吗？”马明哥一边忙碌一边回应道：“当然喜欢，但是花在这里很贵。”舒伦莎疑惑地问道：“花很贵吗？”马明哥转过头解释道：“是的，在乌兰很难种植植物，这里靠近死域，即便种下了植物，也会很快枯萎死去。生活在死域旁边，就像住在毫无生气的灰烬里。所以乌兰的人们都很爱花，只要看着花，枯燥的生活就会变得生动。花能让疲惫的心平静下来。”舒伦莎注视着鲜红的花朵：“他也会喜欢我的花吗？我也想报答他的善意。既然他说喜欢花，一定会接受我的礼物吧？”马明哥走过来问道：“选好了吗？”舒伦莎回过神来应道：“啊，是的，我想要那个草莓塔。”马明哥微笑着说道：“没问题，请在这里稍等片刻。”他将打包好的纸袋递过来：“给你，拿好它。”迪亚递过纸袋说道：“草莓塔和法棍都在里面了，趁着还没凉透，快放进精灵之心里吧。”舒伦莎点头回应道：“好的。”迪亚叮嘱道：“你也要保管好那块表。”舒伦莎拍了拍胸口说道：“啊，对了，还有怀表。”马明哥看着两人感叹道：“你们2个真是像天使一样善良。”迪亚笑着捏了捏他的脸：“你也很可爱。”他转头看向马明哥问道：“你看到他的纯真了吗？在艾森熟悉人类世界之前，我打算一直帮助他，你也会帮他的，对吧？”马明哥露出灿烂的笑容：“当然了，我也想给小精灵留下好印象。很久没遇到这么讨人喜欢的精灵了。”他伸出手掌让舒伦莎落在上面：“今天很高兴见到你，如果以后需要帮助，随时都可以来这里。”舒伦莎看着马明哥的笑脸：“好的。”马明哥挥手告别：“回去的路上请小心。”小精灵迪亚走出店门，来到夕阳下的街道。艾森，在分别之前，我有一个建议。舒伦莎疑惑地问道：“建议？”迪亚神情严肃地说道：“不要太信任这里的人类，他们能住在死域附近，说明他们绝非普通人。街道上到处都是会做出残忍行径的人。其次，绝对不要在晚上外出，夜晚死域的影响力会变强，对你这种幼年精灵来说非常危险，明白了吗？”舒伦莎微笑着回应道：“好的，谢谢你为我担心。”迪亚看着他说道：“下次见面的时候，请告诉我你的名字。”舒伦莎挥手告别道：“
那么再见了，迪亚。他张开翅膀飞向高空，在夕阳的余晖中远去。风吹在身上好舒服，是因为今天经历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吗？舒伦莎在空中自由飞翔，眼神突然变得凝重，不，感觉有些不对劲。这种感觉在白天完全察觉不到。他看向逐渐变暗的大地，四周被诡异的黑影笼罩。是死域？是因为我曾被困在黑暗中吗？相反，我能感受到更强烈的生命力。没错，当我诞生时，我曾一度迷恋这片黑暗。舒伦莎露出微笑，但现在不同了。自从我遇见了那个小人类，我作为一朵盛开的花，击碎了黑暗，因为我让那个孩子露出了幸福的笑容。我能听见他的呼唤，死域，我能感觉到你在叫我，我能听见你在诱惑我，但我不会掉进你的陷阱，就像我诞生时那样。闭上双眼，双手捧起微光，我会吸取你的养分成长，然后照亮这世上所有的黑暗。花瓣随风飘散，发出清脆的声响，将死域的气息驱散。舒伦莎睁开眼，看向远方。啊，我已经决定好名字了，舒伦莎。她露出灿烂的笑容。我的名字是舒伦莎。昏暗的牢房内，一道光芒闪过。舒伦莎推开门说道：“我回来了。”里奥抬起头，露出惊喜的笑容。舒伦莎飞到他面前说道：“一个人待着很无聊吧？我带了很多有趣的东西，准备大吃一惊吧。”他挥动翅膀，变出精致的甜点，说道：“法棍、面包，还有半个蛋糕。”我第一次见到这些时，也是这种表情。我们一起吃吧。里奥看着食物说道：“我会把法棍分成2半。”舒伦莎叮嘱道：“蛋糕要小心一点，轻轻地咬起来。这个是叉子。”里奥拿起叉子，吃下一口蛋糕。舒伦莎抱着面包说道：“等等，还有更多东西，慢慢吃。你在集市见过猫吗？”他挥动手指，变出一只黑猫，说道：“看，你也见过猫吧？虽然只是伪装，但看起来是不是很像魔法？”里奥惊讶地睁大眼睛，伸手想要触碰。舒伦莎急忙喊道：“哎呀，碰了伪装就会消失，我只是在上面加了幻觉。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消息，猜猜看，我给自己取了名字。”里奥安静地注视着他。舒伦莎笑着宣布道：“舒伦莎。”里奥愣在原地，口中轻声重复这个名字。舒伦莎飞在空中宣布道：“从现在起，我的名字是舒伦莎，试着叫我一下。”里奥局促地低下头，小声尝试道：“舒伊亚。”舒伦莎纠正道：“不对，是舒伦莎。”里奥显得有些吃力。舒尼莎。舒伦莎降落在地问道：“我的发音还是太难了吗？不过舒这个音你发得很好，莲，叫我莲吧。”里奥抬起头，注视着他的眼睛，说道：“莲。”舒伦莎开心地回应道：“没错，你做得很好。如果你也有名字就好了。总有一天，我能找到你真正的名字吗？但就算我找到了，在这种地方，名字还会有意义吗？嘿，小人类，如果我给你一个名字呢？”里奥惊讶地睁大眼睛，他用力点头回应道：“是的。”舒伦莎无奈地笑道：“起名可是很神圣的事，你怎么答应的这么快？好吧，那我们一起来想。”他拖着下巴思考道：“要一个适合你的名字，这个怎么样？意思是祈求神灵的祝福。”里奥安静地听着。舒伦莎继续说道：“这个名字有3个音节，或者要起一个和我相似的名字吗？”他拍手决定道：“就这么办，取一个我名字里的音节，再加上我名字里的汉字。”舒伦莎宣布道：“里奥。”舒伦莎指着里奥说道：“从现在起，你叫里奥汉，快说一遍，你是谁？”里奥指着自己：“里奥汉，里奥汉。”舒伦莎绕着他飞舞说道：“太酷了，你的昵称可以叫里奥，对吧？我想在你的名字里留下至少一个属于我名字的字符。”他闭上眼，幸福地笑道：“你是里奥，而我是莲。”里奥看着他：“我的莲。”舒伦莎愣在原地，注视着里奥的笑容，心跳得好快，仿佛核心都要碎裂了。世界上还会有比这更可爱的事吗？我想我这辈子都无法离开你了。给里奥取名后，我开始更有热情地探索这座监狱。在实验室看到的 VCP-4 是目前唯一的线索，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多余的信息。我只查到里奥被关在地下17层，还有其他囚犯正在接受强化实验。我想尽快画出地图，然后带着他逃走，但随身携带纸笔实在太引人注目了，只能靠我的力量把一切都记在脑子里吧。他飞到一扇铁门前，看着上方的窗口，比如那个管理室，我们要不要进去看看？舒伦莎穿过门缝，潜入了房间内部。舒伦莎看着墙上的图纸，这是第8区的地图吗？简直像个迷宫，难怪会迷路。他们不是按楼层，而是按区域划分的。这些楼梯应该通往第9区，我已经爬了2次楼梯才来到这里。里奥一定被关在第10区。舒伦莎盯着地图上的黑点，但这个黑圈是什么意思？上面没有任何说明。管他呢，亲自去看看就知道了。他飞向走廊深处，在黑圈标记的位置有一扇沉重的铁门。为什么会有2个人类守在门口？果然如我所料，里面一定有重要的东西，我必须进去看看。他扇动翅膀，化作一道流光，冲向门缝内部。舒伦莎穿过门缝，这种东西根本无法阻挡我。他看着眼前的景象，那个黑色的圆圈究竟通往哪里？难道是毁灭迷宫吗？不，感觉不太一样，或许是更遥远的地方。舒伦莎注视着前方，难道是出口？换句话说，这里已经是毁灭领域了，周围流动的毁灭能量足以证明这一点。还有这极其曲折的路径。舒伦莎低声的喃道：“我刚来到这里时，差点被毁灭，就是因为这里的环境，因为这里就是毁灭迷宫。那个自称监狱主人的家伙究竟有什么目的？在如此接近毁灭的领域，利用毁灭迷宫，竟然不惜做到这种地步，也要创造出这样的地方。”舒伦莎看着眼前的景象：“你们对我的里奥做了什么？”紫色能量在空中震荡，形成巨大的漩涡。现在像我这样的妖精，直接进去太危险了。总有一天会有机会的。首先，顺着楼梯去地面吧。
舒伦莎扇动透明翅膀，轻盈地飞向下方。第7区，这里到处都是训练的人，士兵们挥动长剑，金属撞击声此起彼伏。另一边的人正举起枪，对着靶心连续射击。舒伦莎飞到管理处地图前，这里有3扇黑色大门。第6区也有类似的氛围，那里有5扇门。他继续向下探索，穿过摆满试管的实验室。第5区全是研究员和资料，能在这里找到里奥的消息吗？以后可能要经常来这里。舒伦莎加快飞行速度，穿过幽暗的走廊。现在不能休息，去下一层。厨师正在大锅前搅拌食物，热气在昏暗的房间弥漫。第4区是粮食仓库，从第3区开始，只有普通的监狱和办公室。越往下走，关押的罪犯就越多，甚至还有强大的囚犯。里奥到底犯了什么罪？他被关在第10区吗？那孩子甚至连话都说不清楚。舒伦莎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无论如何，必须找到他。舒伦莎张开双臂，只用楼梯就逃到了地面，真是大成功。既然出来了，要去贝里吗？必须报答那份恩情，还要想办法赚钱才行。那么出发吧。舒伦莎化作一道流光，飞向繁华的城镇。街道两旁挂满旗帜，到处都是热闹的人群。舒伦莎悬浮在半空，让我看看，去往维里的路是在哪边呢？酒馆里传来墓碑碰撞声，酒客们举杯庆祝，恭喜你成为4级灵魂师。另一个男人羡慕地说道：“真嫉妒啊，我什么时候能变成那样？”大家继续努力，一直冲向潘塔里姆吧。街道上人来人往，一个小男孩在人群中奔跑。我是末日，快来抓我呀！另一个男孩指着前方喊道：“在那边。”舒伦莎飞过热闹的集市，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幸福，即使是在末日战场附近，人类也会尽力快乐的生活。看着这些笑脸，我也感到很开心。我也要让里奥变得像他们一样幸福。清脆的琴声从街角传来，舒伦莎停下脚步，好奇地看向前方。一名金发男人坐在木桶上，双眼蒙着黑色布条，正拨动着手中的吉他。蒙眼男人吟唱道：“卢塞特饮下勇气并咬碎斗志的海洋之主，他将为边境带来风暴。”舒伦莎听得入迷，真是动听的声音，仅仅是听着就让人充满了勇气。路人们纷纷驻足，沉浸在悠扬的歌声中。舒伦莎注视着蒙眼男人，这个人正在使用灵魂技能，那条眼罩下面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眼睛？一定和声音一样清澈吧？硬币不断掉进地上的帽子里。哎，难道真的要付钱吗？舒伦莎看着空空的双手，陷入了慌乱。怎么办？我真的没有钱。他对着诗人何时祈祷，下次见面的时候我会付给你双倍的。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舒伦莎睁开一只眼，偷偷观察对方，必须得知道怎么赚钱才行。什么？蒙眼男人突然转过头，正对着他的方向，感觉就像对视了一样。是我看错了吗？除非我允许，否则你是看不见我的。果然只是错觉吧。舒伦莎扇动翅膀，飞向远处的街道。不能跟丢了，得赶快去维里才行。风铃声响起，前方出现了一家面包店。马明哥端着托盘走进房间。欢迎你，小精灵，我们到了。他放下托盘。你是在等我吗？为什么？儿童中心很容易被末日入侵，我很担心你会出事。舒伦莎挺起胸膛回应道：“不用担心那个，我很强，是不会被打败的。居然连名字都帮我取好了。”马明哥露出惊喜的神情。那我们可以交换名字吗？他把手放在胸前说道：“我的名字是马明哥贝里，是维里面包店的一名糕点师。”舒伦莎飞到半空中回应道：“我是舒伦莎，是花妖精。”马明哥惊讶地重复道：“花妖精？在乌兰出生的精灵很珍贵，竟然还是花妖精。”舒伦莎开心地笑了起来，所以我才想把我的花送给马明哥作为礼物。马明哥受宠若惊地回应道：“真的吗？送给我？这真是我的荣幸。”舒伦莎说道：“那么马明哥，能把你的手给我吗？”马明哥伸出双手，掌心向上平摊开来。舒伦莎飞到他的手心上方，闭上双眼，轻轻吹了一口气，粉色光芒在掌间绽放，一朵娇艳的玫瑰凭空出现。马明哥凝视着花朵说道：“花竟然能这么漂亮。”舒伦莎露出灿烂的笑容：“太好了。”马明哥小心地捧着玫瑰，我先把它插进花瓶里作为回礼。你想吃点什么吗？舒伦莎兴奋地跳了起来：“要吃，要吃！”马明哥将玫瑰插入白瓷瓶，转身走向柜台：“开饭了！”一块精致的芝士蛋糕被端到了桌子上，舒伦莎趴在蛋糕旁，大口品尝起来。这种味道让我觉得好幸福。马明哥看着正在吃蛋糕的舒伦莎：“好吃吗？我也会为你朋友准备一份，所以尽情吃吧。”舒伦莎抬起头回应道：“谢谢你，马明哥，我想报答你送我的漂亮花朵。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吗？”舒伦莎思考片刻说道：“那么我能问一件事吗？马明哥，你能告诉我关于这里的事情吗？如果想要帮里奥逃走，就必须先了解这个地方。”马明哥点头说道：“那并不难。首先，你需要一些补给品。”他拿出一颗发光的圆球和一张古老的地图，这个圆球就是我们的星球，方形地图则是海洋和大陆。宇宙中有很多星球，分为试验场和完成体，这两者的区别在于是否有精灵领主的存在。这里还没有精灵领主，所以这颗星球被称为第13号试验星球。舒伦莎看着眼前的景象，第13号试验行星，古老的中部大陆是适合人类居住的起源地，外部阴影区域被称为毁灭之地。马明哥微笑着问道：“接下来要看看地图吗？”他指着地图说道：“这是卡维德帝国的地图，位于大陆的最北端，乌兰就在面向毁灭之地的边缘。”舒伦莎看着地图说道：“原来这里就是乌兰。马明哥，那个城堡形状的是什么？”
马明哥看着地图说道：“那是乌兰领主的城堡，以帝国最险恶的地下监狱艾波斯而闻名。利用艾波斯创造了末日迷宫，一旦进入，即使是最凶恶的罪犯也无法逃脱。”舒伦莎看着他问道：“末日迷宫就像出现在起源之地各处的毒瘤，对吧？人类可以使用它吗？”马明哥微笑着回应道：“只要属性契合就可以。你应该知道末日迷宫的核心存在着一个主末日吧？最初的主艾波斯其实是一个尤拉级的精灵，那个精灵变成了恶灵，被封印在迷宫中。”舒伦莎好奇地问道：“所以艾波斯现在是由领主在管理吗？”马明哥点头回应道：“是的，现在的乌兰领主是一位名叫德弗利克·穆塞尔的公爵，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德弗利克·穆塞尔囚禁了里奥。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敌人了，混蛋！顺便问一下，那位领主是个什么样的人？”马明哥面露难色的回应道：“听说他非常冷酷残忍，而且他是一位那里母级的灵魂使者。”舒伦莎惊叫出声，他竟然和尤拉级精灵一样强，而且非常罕见，那一定是个怪物。马明哥盯着他问道：“舒伦莎，你是不是在计划什么坏事？”舒伦莎吓得打了个嗝，不，这只是为了了解人类世界。马明哥微笑着说道：“如果你想成为不良少年，就要先拥有力量或者赚很多钱。”舒伦莎惊讶地问道：“什么？只要有其中一样就能获得赦免？”他点头回应道：“我明白了，只要有钱就能把里奥从监狱里救出来。”舒伦莎大声宣布道：“马明哥，我决定了，我要赚很多很多钱。”马明哥笑着回应道：“好啊，舒伦莎，但你决定好怎么赚钱了吗？”舒伦莎思考着说道：“我想卖花，你觉得怎么样？”马明哥温柔地回应道：“主意不错，大家一定会喜欢的。”舒伦莎兴奋地问道：“真的吗？那价格定多少合适？如果我卖掉4朵花，能买到一个芝士蛋糕吗？”马明哥惊讶地愣在原地。舒伦莎小心翼翼地问道：“5朵花太贵了吗？那6朵呢？”马明哥忍不住笑出声说道：“舒伦莎，你没听说植物在乌兰很珍贵吗？”舒伦莎紧张地回应道：“但是我觉得蛋糕会更贵一些。”马明哥无奈地说道：“舒伦莎，其实……”店门被推开，雷米充满活力地喊道：“明哥，明哥，马明哥，我要1袋花生饼干，还有一个特制浆果蛋糕。”他突然停下脚步，盯着柜台上的花惊叫道：“等等！天哪，我的天哪！”雷米盯着花瓶惊叫道：“这是什么花？你从哪里弄来的？是从弗罗拉的店里买的吗？快告诉我！”马明哥。马明哥转头小声说道：“他是很好的朋友，出来见见没关系的。”舒伦莎回应道：“哦，真的吗？那么……”雷米再次追问道：“马明哥，快告诉我，这些花是从哪？”他猛地转过头，发出了巨大的尖叫声：“天哪，是精灵！”雷米兴奋地凑上前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我是雷米。”英格尔，一名经纪人。舒伦莎有些羞涩地回应道：“我是舒伦莎，一名花妖精，也是出生在乌兰的艾森。”雷米捂着脸惊叹道：“我的天呐，竟然是来自乌兰的花妖精！那么那些花的主人就是舒伦莎了？”舒伦莎点头回应道：“是的，那是我送给马明哥的礼物。”马明哥向雷米解释道：“他还不了解这个世界，刚才还在担心卖掉这些花不能买到一个蛋糕。”雷米捂着脸惊叹道：“我的天呐！”他看向舒伦莎说道：“听着，植物在乌兰极其昂贵，如果是稀有品种，绝对会像热销商品一样被疯抢。”舒伦莎惊讶地问道：“什么？真的吗？”他张开双臂辩解道：“但是我需要这么多钱才能买到马明哥的蛋糕。”雷米和马明哥看着他感叹道：“太可爱了。”雷米平复心情问道：“顺便问一下，你打算用这些钱做什么？”舒伦莎温柔地回应道：“因为我的第一个朋友很难离开乌兰，我想买些好东西和他分享。”雷米陷入了思考。通常新生的艾森会到处旅行，这种行为真是有趣。他看着舒伦莎问道：“那个朋友和你有多亲近，才会让你做到这种程度？”马明哥看向舒伦莎说道：“我联系了前几天遇到的精灵，他很快就会到这里了。”舒伦莎惊喜地回应道：“哇，真的吗？”雷米表情严肃地说道：“舒伦莎，我觉得最好不要对外宣称你是在乌兰出生的。”舒伦莎疑惑地问道：“哎？”雷米继续解释道：“不仅是各种危险的家伙，甚至连领主都会找上你，对吧？”舒伦莎紧张地问道：“如果你是指城堡的主人，是那位德弗利克·穆塞尔公爵吗？为什么那种大人误会？”雷米指着上方说道：“城主会定期收到乌兰境内的精灵名单，强大且独特的精灵会被邀请参加宴会，并受到丰厚的款待。舒伦莎，作为出生在乌兰的花妖精，你绝对会被邀请的。”舒伦莎握紧拳头，要和关押里奥的家伙做朋友，我绝对不要。等等，他应该还不认识我吧？如果他在监狱里见过我开花的样子，那我现在必须非常小心才行。雷米看着舒伦莎越来越阴沉的脸，在他的脸色变得更难看之前，我们来为他设定一个能瞒过所有人的新身份吧。舒伦莎疑惑地问道：“设定？”雷米兴致勃勃地说道：“舒伦莎应该被设定为来自南方的幼年精灵，而且是一个非常富有的精灵。他来到乌兰的目的，就是为了以高价卖掉他的花。”马明哥点头回应道：“哦，听起来不错。实际上确实有很多这样的案例。”舒伦莎兴奋地喊道：“哇，我太喜欢这个设定了！雷米真是个天才。”雷米得意地回应道：“嘿嘿，那是当然，如果没有雷米，我肯定还在一个人烦恼。”雷米突然伸手一把抓住了舒伦莎，舒伦莎愣了一下，雷米把她抱在怀里，蹭着说道：“为什么舒伦莎这么可爱？真想把你放进兜里偷偷带走。”舒伦莎被吓得大叫起来。这时门口传来一个冰冷的声音：“谁允许你这样欺负我们的小粉红了？”雷米停下了动作，迪亚出现在门口。迪亚看向雷米说道：“
你不该那样欺负他。雷米有些委屈的回应道：“我没有欺负他，我只是在摸他而已。”舒伦莎大声喊道：“仙子，我终于有名字了！”迪亚微笑着提议道：“既然如此，我们就正式的打个招呼吧。”舒伦莎降落在桌面上：“好呀，我喜欢。”迪亚抚住胸口说道：“我是矿物仙子克隆迪亚，大家都叫我钻石。”舒伦莎双手合十：“很高兴见到你，钻石大人，我是舒伦莎，是花之仙子。”迪亚端向着舒伦莎，疑惑地问道：“花？这真的是罕见的案例吗？花之仙子怎么会在乌兰诞生？”舒伦莎露出灿烂的笑容，大家都觉得很惊讶，所以我也觉得很惊讶。马明哥站在柜台前，既然你们聊完了，不如坐下来吃点东西。迪亚转头问道：“是吗？”他看向舒伦莎说道：“既然来到了这里，为什么不变成人类形态？如果你能量不足，我可以帮你补充。”舒伦莎惊喜地回应道：“真的吗？谢谢你。”迪亚闭上眼睛说道：“那么我先来吧。”他周身泛起光芒，换上了华丽的蓝色斗篷，变回了人类的模样。舒伦莎看着眼前的变化，哇，我也要变身。迪亚看着眼前的变化，虽然早有预料，舒伦莎的人类形态真的很漂亮。马明哥和雷米睁大眼睛，齐声喊道：“哇！”舒伦莎赤着脚走在花瓣中，变回了人类少女的模样。马明哥拉开椅子说道：“好了，请大家先入座吧，我去准备茶水和点心。”舒伦莎坐到椅子上，看着桌上的蛋糕，感叹道：“哇！”迪亚端起茶杯说道：“原来如此，这就是你打算卖花赚钱的原因。你是说这些是你的花？一天能卖出多少玫瑰？”舒伦莎伸出手指说道：“大约15朵花。”迪亚盯着他问道：“你打算怎么卖？”舒伦莎开心地回应道：“在市场上把花分给每一个人。”迪亚果断地拒绝道：“不行，你根本不知道这些花的价值，你的花必须发挥出它们全部的力量。”迪亚思索着问道：“弗洛拉特别容颜怎么样？”舒伦莎一脸茫然。马明哥凑近舒伦莎说道：“啊，我明白了，如果系上丝带再卖，那就完美了。”迪亚拍了拍额头说道：“抱歉，抱歉。”舒伦莎还不知道弗洛拉是谁。弗洛拉是乌兰最棒的花艺师，他编织鲜花的技巧确实非常出色。迪亚继续说道：“用灵魂技能给花系上丝带，优点是能让花保持很长时间的新鲜度，即使在南方，这种效果也很惊人。”舒伦莎双手合十说道：“哇，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我可以把我的花托付给这样的人吗？”迪亚端起茶杯回应道：“当然了，专家比我们更清楚你那些花的价值，而且把销售交给他能为你节省时间，也更加方便。今天已经很晚了，明天早上再来拜访吧。”雷米举起手大声说道：“我也可以一起去吗？我可以给你们带路，顺便带你参观一下景点。”舒伦莎有些迟疑地问道：“但是雷米，你不用忙经纪人的工作吗？”雷米挺起胸膛回应道：“我还在跟妈妈学习，所以我有的是时间。明天早上8点怎么样？”舒伦莎低下头小声嘀咕：“我能按时起床吗？”雷米疑惑地问道：“为什么？只要定个闹钟就能起床呀？”舒伦莎神色忧郁地回应道：“其实是因为我的一个朋友遇到了麻烦，他被关在没有阳光的暗室里，那里禁止携带任何私人物品，尤其是像闹钟这种会发出声响的东西。这件事能不能只有我们3个人知道？我觉得你们是可以信任的人。”马明哥温柔地回应道：“当然了。”舒伦莎、迪亚也跟着点了点头。雷米有些抱歉地说道：“对不起，我之前完全不知道。那么明天早上我起床后会直接去面包店找你，我会让马明哥联系你的。”雷米凑近问道：“顺便问一下，你还有什么需要的东西吗？如果你需要任何信息或物品，我很乐意帮忙。”舒伦莎思索着说道：“有没有能学习读写的书？我的那个朋友现在说话还是不太利索，如果能从图书馆借到书就好了，但现在看来是不可能的。”雷米无奈地回应道：“你需要居住证和图书馆会员卡，而且那还要花不少钱。”舒伦莎猛地站起身说道：“好吧，看来我只能另想办法了。”雷米关上大门喊道：“先在这里等我，我很快就回来，记得在日落前回来。”迪亚看向舒伦莎说道：“对了，舒伦莎，你不想被城主注意到对吧？要不要我给你的背景再加一些设定？”舒伦莎疑惑地问道：“什么设定？”迪亚解释道：“就说你为了赚钱去南方，在那里遇到了我，我是工匠工会的守护仙子，那可是帝国最赚钱的地方。听了你的故事后，我带你来乌兰卖花。如果背景这么清白，城主就不会对你感兴趣了。他只和巴卡拉斯级别以上、战斗力强的仙子打交道。”舒伦莎开心地回应道：“谢谢你，钻石大人。”马明哥看着桌上的花问道：“对了，舒伦莎，我该怎么照顾这朵花？我想让它开得久一点。”舒伦莎思索着回应道：“我的花吗？其实和照顾其他植物没什么区别。我的花具有驱散厄运的属性，但是目前还不清楚具体如何运作。”舒伦莎还是个年轻的仙子，对自己花朵的了解还不够多。马明哥看着花说道：“真可惜，我想知道怎么照顾它，让它尽可能开得久一点。如果它枯萎了，那真是太遗憾了。”舒伦莎微笑着回应道：“那么，如果我每次来这里都让一朵新花绽放呢？”马明哥愣了一下问道：“真的吗？”但是马明哥从一开始就对我很好，如果你和马明哥成为朋友，你就能再次吃到蛋糕了。如果我问你很多关于点心或面包的名字，你不会生气吧？总有一天我也要学会烘焙，我要给里奥送去很多很多好吃的食物。马明哥温柔地看着舒伦莎说道：“谢谢你，舒伦莎，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非常感激的。”3人围坐在圆桌旁，享受着片刻的宁静。雷米推开门，大声喊道：“我回来了。”舒伦莎转过头问道：“回来的真快，你带了什么东西？”雷米快步走近说道：“等一下，我马上展示给你看。”他从怀里
掏出一叠东西，看，这是我小时候用的通用语课本，我还带了铅笔盒和笔记本。图书馆借的书有期限限制，但这是我自己的，你可以放心的拿去学习。舒伦莎低下头，轻声说道：“谢谢你们，马明哥的蛋糕，钻石大人的手表，还有雷米的课本和铅笔盒，大家真的非常感谢你们。”雷米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哎呀，我都尴尬的要流泪了。”迪亚在一旁静静观察，看着眼前的两个女孩，雷米和舒伦莎，我觉得她们两个很合拍。迪亚看向雷米问道：“要不要考虑签一份经纪人合同？”舒伦莎疑惑的问道：“代理人契约？”迪亚微笑着回应道：“是的，代理人是指专属经纪人。”能帮你联系想见的任何人，并帮你必须到想要的一切。虽然雷米看起来有点傻，但他的能力很出色。他是帝国最强经纪人索夫的女儿，通过他你能得到任何东西。舒伦莎惊叹道：“哇！”迪亚看着他问道：“我觉得你们两个很合适，你觉得呢？”舒伦莎低下头回应道：“我很喜欢，但是我没有什么能给雷米作为契约的报酬。”舒伦莎，雷米竖起手指说道：“只要一朵花，如果你每次给我一朵花，我就和舒伦莎签订契约。”舒伦莎惊讶地问道：“什么？真的吗？但那只是一朵花而已。”雷米认真地回应道：“舒伦莎的花很有价值，即使作为新人经纪人，我也能确定这一点。虽然我还在学习中，如果表现得有些笨拙，也请多多包涵。这是我的第一份代理契约，我会努力工作的。交给我吧，舒伦莎。”我能感受到雷米的热情。舒伦莎露出笑容说道：“太好了，那我就和雷米签约。”雷米兴奋地欢呼道：“你保证吗？绝对不能反悔哦！明天就在这里签契约吧，我会准备好契约书的，不用担心。那我就先告辞了。”雷米快步跑出房间。迪亚微笑着问道：“第一份契约，卖花，明天有很多事要做，对吧？”舒伦莎回答道：“是的，我非常兴奋。”马明哥轻声唤道：“舒伦莎，如果你愿意的话，要不要也和我签个契约？和雷米一样，只要给我一朵花就足够了。作为回报，我会让你在这里尽情享用所有的面包。”舒伦莎兴奋地说道：“我太期待了，好多面包，这条件对我来说是不是太有利了？”马明哥温柔地回应道：“是吗？对我来说也是足够的福利。就像雷米说的那样，舒伦莎的花非常有价值，因为那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品种。最重要的是，我很喜欢你的花。”马明哥微笑着说道：“我也很喜欢看舒伦莎吃我做的面包。”舒伦莎开心地回应道：“我喜欢。马明哥，我想和你签契约。”马明哥递出一张名片，说道：“那么我正式把名片交给你。贝里兰德，似乎是贝里的 CEO。” 迪亚在一旁解释道：“没错，他是一位精灵，也是我的好朋友。不过他现在出远门了，暂时不在。”舒伦莎点头应道：“我明白了。”迪亚看向他问道：“那么舒伦莎明天要签2份契约吗？今天就先到这里，回去为明天做准备吧。”迪亚问道：“我们要选些面包带给你的朋友吗？”舒伦莎兴奋地回应道：“好呀，太棒了！”深夜的塔楼寂静无声。舒伦莎拿出蛋糕说道：“这一定很好吃吧？我是从贝里拿到的，以后我会经常带来的。现在快吃吧。”里奥咬了一口蛋糕，舒伦莎笑着说道：“真美味，这就是幸福呀！”里奥轻声回应道：“幸福。”盘子里的蛋糕被吃得精光，舒伦莎满足地说道：“啊，吃得好饱！既然肚子填饱了，我们要开始学习了吗？”舒伦莎拿出一本书说道：“这是交通用语的教科书。”里奥低头看着书本，舒伦莎翻开书页说道：“首先，我们来学习元音和辅音吧。”舒伦莎指着书本说道：“这个读作啊，跟我读啊。”里奥认真地模仿道：“啊。”舒伦莎继续教导道：“接下来的几个是啊，a i o u。”里奥跟着念道：“啊，a i o u。”舒伦莎笑着夸奖道：“真棒！”接下来是写字。哎，里奥握着笔的手滑了一下。舒伦莎疑惑地问道：“人们是怎么握笔的？”里奥看着笔发呆。舒伦莎思考着说道：“我们以后再学握笔吧，今天先学习怎么读。”里奥点头回应道：“好，那我们继续学习这个读作。嘿，还有这个哟。”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变身也结束了。舒伦莎合上书本说道：“现在我要给你看个新东西。”粉色光芒闪过，它变回了带有翅膀的精灵形态。舒伦莎举起名片说道：“这是我拿面包那个地方的名片。我今天在这里遇到了很多好人，精灵迪亚、糕点师马明哥，还有经纪人雷米。他们说会为我担保身份，给我好吃的食物，还会帮我必须到想要的东西。他们都是好人，对吧？总有一天，我也要让你见见他们。而且明天我就要签契约了。”里奥疑惑地问道：“契约？”舒伦莎自豪地回应道：“没错，契约。我今天真的做了很多事，对吧？快给我一点奖励，夸奖我吧。”里奥不解地看着他。舒伦莎凑过去说道：“像这样，像这样，用你的手指摸摸我的头发。”舒伦莎露出满足的笑容：“谢谢你，里奥，你的话给了我力量。虽然我现在还不完全明白，但我以后会做得更好。我有好多东西想给你看，还想让你吃得饱饱的，像山一样多的好东西。”里奥伸出手，轻轻抚摸舒伦莎的头发。舒伦莎开心地说道：“没错，就是这样。再多夸夸我，说我做得很好，这样我才能继续努力。”里奥温柔地回应道：“你做得很好，你可以做到的，一定可以。”舒伦莎害羞地笑道：“我会努力的。”舒伦莎揉着眼睛说道：“我是不是该在太晚之前先去睡觉了？今天已经用尽了能量，我要先睡一会儿。”舒伦莎飞到里奥的手心，蜷缩着身体躺下。“晚安，里奥。”里奥温柔地看着手心。“晚安，精灵。”舒伦莎在温暖的手掌中陷入了沉睡。里奥静静地守护着她，在月色下闭上了眼睛。
繁华的街道人来人往，甜品店内生意兴隆。一位淑女赞叹道：“天哪，这里的蛋糕肯定很好吃。”绅士端着托盘问道：“一共多少钱？”马明哥微笑着回应道：“抱歉，让您久等了。”绅士摆了摆手说道：“没关系，从早上开始客人就很多。”他看着柜台上的花问道：“这是什么花？你在哪里买到这么漂亮的花？”马明哥解释道：“其实这都要多亏了这朵花，是我不小心摘下的。”绅士遗憾地说道：“那真是太可惜了。”马明哥继续说道：“我不确定，但弗洛拉很快就会开始卖花。”绅士高兴地回应道：“那太棒了，既然弗洛拉要卖，我们就能买到了。”夜幕降临，店门挂上了歇业的牌子。马明哥疲惫地靠在柜台边，终于结束了。马明哥靠在柜台边问道：“舒伦莎，你对这次秘密监视有什么看法？”舒伦莎兴奋地回应道：“非常非常有趣。”他看着忙碌的店铺说道：“马明哥，你的面包真的很受欢迎。”马明哥笑着回应道：“这都要归功于你的花。”舒伦莎轻声问道：“你注意到了吗？人们一直在问哪里能买到这些，每个人都在赞美你的花很漂亮。”马明哥整理着柜台说道：“就像我们上次见面时说的，乌兰的人们热爱花朵，因为死亡的阴影，当太阳落入地平线，潜伏的黑暗就会令人痛苦。即便知道花朵很快会枯萎，人们还是会在家里养植物，因为植物能够吸收死亡。”舒伦莎看着瓶中的花，所以我的花也能吸收死亡吗？能作为花妖精出生在这里，真是太好了。店门被推开，铃铛清脆作响。雷米走进店内喊道：“舒伦莎，我是来找你的。”舒伦莎惊喜地张开双臂。雷米抱住舒伦莎说道：“我一直在等你。”舒伦莎惊讶地问道：“真的吗？”雷米拿出一份文件说道：“我带来了协议，你们两个可以读一下。”马明哥和雷米凑在桌前，仔细查看契约内容。1年内，马明哥将为舒伦莎提供无限量的甜点，舒伦莎则为马明哥在花盆里种植花朵。马明哥满意的说道：“完美。”舒伦莎看着契约：“这就是我的契约，真有意思。我觉得不需要修改，现在可以盖章了吗？”雷米摆手回应道：“不，今天我要带你去很多地方，我们晚点再盖章，一次性把所有印章都盖好。”马明哥问道：“好吧，你们是要去见弗洛拉吗？”雷米点头回应道：“是的，你要和我们一起去吗？”马明哥递出一个纸袋说道：“我下午要准备营业，这是给弗洛拉的礼物，感谢她照顾舒伦莎，所以我不收钱。这是萨布雷饼干，你把我当成送货云了吗？”马明哥笑着回应道：“以后我会提供更多服务。”雷米接过纸袋说道：“那就赶快拿走吧，我们走吧。”舒伦莎飞到肩头回应道：“好的，雷米。”两人走出店门，挂上歇业的牌子。雷米走在街上问道：“去见弗洛拉之前，我们要先做一个矿物封印吗？”舒伦莎疑惑地问道：“封印？”雷米解释道：“是的，契约需要特殊的封印，这是一种矿物印记，由矿物质制成，这是妖精之王亲自创造的矿物质。如果你单方面毁约或者终止合同，契约者会受到矿物诅咒，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签订新契约。”雷米走在街上说道：“打印契约内容是为了确保可靠性。”舒伦莎坐在他肩头问道：“可是我没有钱，这样也可以吗？”雷米笑着回应道：“你可以以后再付给我，但在那之前，你必须先拍张照片，领取一张登记卡。”舒伦莎有些不安：“今天会变得很忙碌吗？”雷米安慰道：“别担心，你有我呢。那么我们出发吧。”两人来到照相馆，摄影师躲在黑布下说道：“小姐，请自然的微笑。”舒伦莎僵硬的张开嘴：“是这样吗？”摄影师鼓励道：“非常好，我要按快门了，1、2。”随着快门声响起，舒伦莎留下了第一张照片。走出照相馆，雷米感叹道：“买了印章，又拍了照片，一天做了这么多事。”舒伦莎飞在空中问道：“接下来要去见弗洛拉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雷米思索着回应道：“5年前他开了自己的店，成为了花艺师。他现在只有17岁，但已经非常成功了。”舒伦莎看着远方：“他会喜欢我的花吗？”雷米转过头问道：“舒伦莎，你现在只能种出1种花，对吧？”舒伦莎回应道：“是的，花朵绽放需要特定条件，晋升之后，我必须再次选择花朵属性，这需要极高的专业性，也会消耗更多金钱。像我这样的妖精并不多见。”雷米笑着说道：“甚至连我的经纪人母亲也很少见到高等级妖精。”舒伦莎好奇地问道：“你的母亲经常和高等级妖精接触吗？”雷米自豪地回应道：“她是帝国最顶尖的精神契约经纪人，我梦想着有一天能变得像她一样出色，所以请继续支持我。”舒伦莎点头回应道：“当然，你也会帮我的，对吧，雷米？”两人停下脚步，雷米看着眼前的建筑说道：“我们到了，弗洛拉的花店，弗洛拉之艾薇。”推开店门，铃铛发出清脆响声。“弗洛拉，你好。”弗洛拉转过身，露出温柔的微笑：“欢迎你，雷米。”他系着围裙走上前问道：“你是来买花的吗？”雷米摆手说道：“不，今天我是来做调解的。”弗洛拉疑惑地问道：“调解？你和花艺师签了协议吗？”雷米得意地回应道：“错了，不是和花艺师，是和精灵。”弗洛拉惊讶地重复道：“和精灵？”雷米转头看向身后说道：“舒伦莎，你能让他见见你吗？”舒伦莎轻声回应道：“好的。”雷米说道：“让我为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来卖花的精灵，舒伦莎。”舒伦莎优雅地落在桌上：“你好，弗洛拉，很高兴见到你。”弗洛拉脸颊微红：“我的天啊，我从没想过在乌兰能见到这么年幼的精灵。你是从刚落下的魔法雨滴中诞生的吗？”舒伦莎有些害羞地回应道：“是的。”保持冷静，按照他们编好的话说下去。舒伦莎继续说道：“我跟着精灵奶奶来到乌兰赚钱，他们告诉我，只要来到你这里就能卖出这些花。”他伸出手问道：“
能把手给我吗？为了感谢你的善良，我要送你一朵花。舒伦莎闭上双眼，手中渐渐凝聚出光芒。弗洛拉屏住呼吸，注视着眼前的奇迹，一朵娇艳的粉色花朵在舒伦莎掌心绽放。弗洛拉颤声说道：“这朵花。”舒伦莎看着弗洛拉，他会喜欢我的花吗？弗洛拉凑近观察，我找到了，这就是访客们一直在寻找的那朵花。今天有很多人来店里询问是否卖这种花，我很好奇大家口中的花是什么样。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每个人都在找它。这是一种只要看着就能温暖人心的花，花瓣颜色娇嫩而明亮，形状圆润且饱满，拥有一种吸引人心的魅力。雷米惊讶地说道：“哇，评价竟然这么高吗？我也要买这种花。”弗洛拉微笑着回应道：“当然，换作是谁都会这么说的。谢谢你过来，舒伦莎，我会买下这种花。你每天能让多少朵花绽放？”舒伦莎回应道：“现在大约是15朵，我的帕图玛还很小。”弗洛拉若有所思：“我明白了，就这样吧。每朵花的收购价是10万皮特，虽然现在只有这些，但我相信很快就能达到100万。”舒伦莎睁大眼睛：10万皮特？但是10万皮特是多少钱？雷米竖起手指说道：“那是很高的价格，一块蛋糕要1万皮特。”舒伦莎计算着，也就是说，卖掉一朵花就能吃10块蛋糕，简直像做梦一样。难道我现在是在做梦吗？如果是梦的话，请快点让我醒过来。舒伦莎用力掐住脸颊，雷米惊呼道：“舒伦莎！”舒伦莎揉着脸颊说道：“好痛，原来不是梦。”雷米无奈地问道：“你以为是在做梦吗？脸颊一定很疼吧？”舒伦莎看着满屋鲜花说道：“真不敢相信，花真的这么贵吗？”弗洛拉微笑着回应道：“通常每朵花是2万皮特，但你的花很特别，这个价格足以买下它们。”舒伦莎，要不要和我做独家交易？我想用你的花进行各种研究。舒伦莎有些犹豫地说道：“我很愿意，但我可能无法经常过来，在我住的地方不能自由的外出。”弗洛拉惊讶地问道：“真的吗？那使用通讯器怎么样？如果你不能来，可以用那种方式联系我。”雷米拍手说道：“没错，还有通讯器可以用。”舒伦莎，要不要趁现在给你买一个通讯设备？舒伦莎兴奋地回应道：“好啊，太棒了！”弗洛拉看着两人说道：“那么我们要不要先写一份合同？”他低头写下条款。舒伦莎看着合同说道：“我也很喜欢这些内容。”弗洛拉收起纸笔说道：“既然你们都确认过了，那我们稍后在店里集合。马明哥也需要和舒伦莎签署一份合同。”雷米挥手告别说道：“那我3点钟去店里，可以吗？”弗洛拉点头回应道：“没问题，到时候见。”舒伦莎，再见。舒伦莎飞在空中问道：“我们现在去哪里？”雷米迈步向前说道：“去城堡管理处，我需要帮你办一张居住证。精灵申请居住证时，需要填写姓名、等级和属性，还要提供1名担保人。我会做舒伦莎的担保人。”舒伦莎惊讶地说道：“担保人听起来好酷。”雷米停下脚步说道：“我们到了，城堡里人很多，请紧紧跟着我。”舒伦莎回应道：“好的。”两人走进宏伟的城堡，办事员核对着资料，问道：“名字是舒伦莎，出生地是南拉托尼亚，对吗？”舒伦莎回应道：“是的。首先要做的就是以人类形态完成文档记录。”舒伦莎坐在桌前，办事员伸出手说道：“接下来，请向我展示你的能力。”舒伦莎低下头，在掌心汇聚能量，一朵粉色花朵悄然绽放。办事员看着花朵，露出惊讶的神情。舒伦莎有些局促：“就这样吗？没有别的话要说了吗？”雷米站在一旁说道：“抱歉，能不能请你快一点？”办事员猛地回神：“非常抱歉。”他一边记录一边低声说道：“我觉得舒伦莎真的很了不起。”雷米凑近舒伦莎耳边：“你变成人类的时候，我简直移不开眼，你还能感觉到吗？周围人都在看着你。”舒伦莎有些局促地回应道：“那个，我以为我做错了什么。”雷米微笑着解释道：“其实是因为乌兰这里的孩子并不多，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吸引这么多关注。”办事员递出一张卡片，说道：“这是居住证，请在需要验证身份时使用它。”舒伦莎接过证件，感叹道：“居住证，好酷啊！”雷米摸了摸他的头，说道：“恭喜你，有了这个，你还可以去办借书证。”雷米拍着胸脯说道：“如果你需要任何东西，尽管告诉我，无论你想做什么，我都会帮你。”舒伦莎微笑着回应道：“好的，谢谢你，雷米。”在雷米的帮助下，我也在图书馆办好了借书证。接着我们去了商店，买了一个通讯器。我还和雷米交换了联系方式。不知不觉间，已经到了3点钟，那是约好签合同的时间。众人聚集在面包店里，桌上放着准备好的合同。雷米看着舒伦莎说道：“现在你只需要盖章了。”舒伦莎拿起印章：“好的，我现在就盖章。”他握紧印章，用力按在合同的空白处，红色魔法阵般的印记在纸面上清晰浮现。雷米宣布道：“好了，舒伦莎已经签署完成了。”我雷米郑重声明：“你已经签署了合同。”舒伦莎兴奋地说道：“我真的对这份合同感到非常激动。”马明哥微笑着看向他：“谢谢你签署这份合同。”舒伦莎开心地回应道：“我也感到很荣幸。”弗洛拉注视着舒伦莎，与花妖精签订合同，这真的很罕见。马明哥指着柜台说道：“既然已经签了合同，舒伦莎，请随意挑选你喜欢的甜点。”舒伦莎看着琳琅满目的蛋糕，非常感谢你，马明哥。马明哥微笑着回应道：“没关系。”雷米在一旁观察着，马明哥看起来是不是像变了一个人？弗洛拉点头回应道：“没错。”接着看向马明哥问道：“你打算什么时候展示出你的真实性格？”马明哥只是温柔地笑着，没有回答。舒伦莎看着远处的城堡，就这样，我以人类的身体完成了一切。舒伦莎回到地牢，兴奋地展示着成果，说道：“居住证件书、证印章、证件照，甚至还有合同。你觉得怎么样？
我是不是很厉害？里奥一言不发地看着他，舒伦莎观察着他的神情，他的表情看起来完全不明白我在说什么。里奥依然沉默着，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舒伦莎有些疑惑地问道：“你怎么了？为什么要那样盯着我？”里奥突然站起身来，脚镣发出沉重的响声。舒伦莎仰头看着他：“里奥，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吗？”里奥缓缓靠近，精灵，这是谁做的？舒伦莎愣在原地，有些不知所措。里奥抬起带着镣铐的手，想要触碰他的脸颊，他再次压低声音质问道：“精灵的脸是谁弄伤的？”舒伦莎睁大眼睛：“我创造的花卖出了那么高的价格，当时我太开心了。”里奥伸手抚摸舒伦莎的脸颊：“这个东西很疼吧？是谁干的？”“糟了，这是我自找的。”里奥垂下眼帘回应道。“可是精灵，这看起来很疼。”舒伦莎看着里奥说道：“我只是为了签合同才变身的，所以别担心好吗？”舒伦莎握住里奥的手说道：“里奥，我向你保证，如果有人伤害我，我一定会告诉你，因为我知道里奥很关心我，这样可以吗？”里奥点头回应道：“好。”舒伦莎笑着说道：“所以别再担心了，好吗？”里奥真的很善良。既然我已经变身了，那我们来练习写字吧。首先，我教你如何握笔。舒伦莎在纸上写道：“我今天在合同上用了好多次名字，看好了，要这样握笔，然后像这样。舒伦莎。”舒伦莎指着纸面说道：“看，这就是我的名字。”接着在下方写道：“这个是里奥，你的名字，你想试着写写看吗？”里奥接过笔，稳稳地握在手中。舒伦莎惊喜地说道：“哇，你马上就学会握笔了，让我们看看你能不能写好。”里奥盯着纸面，在舒伦莎的注视下，一笔一画地写着。舒伦莎看着纸面说道：“哇，里奥，你写的真好，但是你写的全都是我的名字吗？”里奥低头继续书写，纸上密密麻麻全是舒伦莎的名字。舒伦莎凑近问道：“你这么喜欢我的名字吗？”里奥抬头微笑回应道：“是的，我喜欢精灵的名字。”舒伦莎有些害羞地说道：“但也请写下里奥自己的名字吧。”里奥轻声回应道：“好。”舒伦莎看着纸上的字：“做得好，里奥。那么现在我们要读从图书馆借来的故事书吗？读完就睡觉吧。”舒伦莎伸手抱住里奥，里奥靠在他怀里。好。舒伦莎翻开书页，轻声读道。于是小鸟飞向了广阔的天空，他终于看到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真是只了不起的小鸟，里奥，你也是像这只小鸟一样非常优秀的人。里奥又在盯着我看。舒伦莎歪着头问道：“里奥，你刚才在想别的事情吗？”“你在想什么？”里奥低声回应道：“合同。”舒伦莎恍然大悟：“你想知道合同的内容吗？”舒伦莎耐心地解释道：“合同是两个人之间达成的一种约定，为了得到想要的东西，你必须承诺给出等价的交换。马明哥会制作非常美味的食物，雷米拥有许多必不可少的物品，弗洛拉决定支付金钱作为交换。我决定让他们亲眼看到花朵绽放，并将花送给他们。”舒伦莎看着里奥问道：“我的花竟然价值这么多钱，是不是很神奇？”里奥静静地听着，注视着眼前的少女。舒伦莎凑近问道：“里奥呢？我的花对里奥来说也很重要吗？”他伸手轻触里奥手腕上的镣铐。舒伦莎笑着问道：“那么，如果我送给里奥一朵花，里奥会给我什么呢？”里奥凝视着舒伦莎。里奥伦。里奥注视着舒伦莎说道：“里奥伦，我会把它全部给你。”舒伦莎脸颊泛红，有些害羞地回应道：“真是的，太让人不好意思了。对我来说，里奥比我的花还要更加珍贵。”里奥凑近他说道：“珍贵？精灵，你才是最珍贵的，请和我签下合同吧。”精灵。舒伦莎心跳加速，感觉心脏快要炸裂了。今天真是奇怪的一天，梦幻般的事情接二连三的发生。难道这一次我真的在做梦吗？舒伦莎平复心跳：“你想签什么样的合同？”里奥注视着他。灵魂。舒伦莎猛地站起身，惊讶地看着里奥。里奥，灵魂合同可不是那么简单的。舒伦莎神情严肃地说道：“灵魂合同是将彼此的存在刻印在对方灵魂中。虽然现在的我还没有其他精灵那样强大的力量，当人类开启灵魂之门，成为灵魂伴侣，就能使用精灵的力量成为契约者。一旦你的灵魂与精灵的灵魂相连，你就会成为那名精灵专属的契约者，这就是灵魂合同。”舒伦莎注视着里奥问道：“即使这样，你还要和我签吗？”里奥坚定地回应道：“是的。”舒伦莎注视着他说道：“里奥想要签订灵魂合同，那就意味着我们要永远在一起了。”里奥伸出手，轻轻附在舒伦莎的手上。里奥轻声说道：“永远，永远，我们会永远在一起。”里奥。舒伦莎突然伸手推开里奥，但不是现在。里奥被推倒在墙边，疑惑地问道。舒伦莎看着里奥说道：“我拒绝契约，不是因为不喜欢你，这也是为了你。与妖精签订契约的人身上会刻下妖精印记，你每天都要接受体检，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隐藏印记，到那时你会面临比现在更严峻的苦难。”舒伦莎伸手抚摸里奥的脸颊说道：“里奥，我不想让你陷入危险。”舒伦莎看着里奥说道：“我向你保证一件事，我的第一个灵魂契约者一定会是里奥。其实我还太小，现在还无法签订灵魂契约。等里奥离开这里，等我长大以后，我们再签订契约。在那之前，我不会和任何人签订灵魂契约。所以你会等我吗？”里奥露出灿烂的笑容：“是的，我会等的。”舒伦莎握住里奥的手：“谢谢你，里奥。”画面转到城镇街道，舒伦莎站在屋前挥手喊道：“马明哥，雷米，我在这儿。”舒伦莎飞向伙伴们，马明哥拿着面包，微笑着说道：“欢迎回来，舒伦莎。”雷米挥动着手臂：“嘿，粉色小家伙，快来一起吃蛋糕吧。”舒伦莎落在桌上：“谢谢你们。”
马明哥坐下问道：“拍完照片回来了吗？”舒伦莎点头说道：“是的，拍照真的太有趣了。”舒伦莎看着照片说道：“蓝天、猫咪、市场，还有面包店，能把见过的东西展示给朋友看，我真的好开心。”他突然有些犹豫：“那个，我有件事想问。”马明哥和雷米疑惑地看着他：“其实我经常向我的朋友提起你们两个，但我不知道该怎么介绍你们。”舒伦莎鼓起勇气问道：“雷米，马明哥，我能说你们是我的朋友吗？”好可爱，真想把他绑架走。马明哥和雷米笑着回应道：“当然可以。”雷米看着舒伦莎说道：“我还在想你要说什么，粉色小家伙真可爱，我们当然是朋友。”舒伦莎惊喜地喊道：“真的吗？原来我们已经是朋友了。既然是朋友，那我们可以更随意的聊天吗？”马明哥和雷米回应道：“当然可以。”舒伦莎露出灿烂笑容：“太谢谢你们了，以后也请多多关照。”雷米、马明哥，雷米重捶向桌面，他怎么能这么可爱？马明哥端着花瓶：“如果桌子坏了，我会让你赔钱。”雷米指着他喊道：“你明明也陷进去了，怎么敢装冷静？为什么要扯上我？那是因为你，马明哥，你根本就不喜欢花。”马明哥看着手中的粉花：“你说的对，我从来不喜欢花，但舒伦莎的花是不一样的。”雷米看着花朵说道：“舒伦莎是纯真活泼的仙子，连花朵都和她一模一样，所以花朵是因为她才变得更漂亮了吗？”马明哥伸手触碰花瓣，这或许与舒伦莎的附属性有关。妖精的属性分为两类，主属性与附属性。像舒伦莎的花属性就是代表它的主属性，而附属性则决定了妖精的性格与亲和力。马明哥注视着舒伦莎，但她如此可爱的原因，并不只是因为属性，或许从一开始就与属性无关。刚出生不久的妖精，为了朋友如此努力，他拼命尝试的样子令人赞赏，却也让人心痛。马明哥注视着舒伦莎，因为他让我想起了某个人，如果那孩子还活着，我或许也会有同样的感觉。雷米看向伙伴问道：“马明哥，说到舒伦莎的朋友，那个人一定是关在艾弗斯高层的囚犯吧？”马明哥点头回应道：“既然他问起过城堡的看守，你应该是对的。听舒伦莎所说的，那个人肯定被单独关押在监狱里。舒伦莎怎么会和那种地方的重刑犯成为朋友呢？我听说那里可不是个容易生存下去的地方。马明哥先生，你应该比谁都清楚吧？毕竟你有过8次犯罪前科。”马明哥冷冷地回应道：“那地方确实是垃圾。”雷米笑着调侃道：“对，我记得你曾大声咒骂那里的面包有多难吃。”马明哥转过身说道：“正是因为那次创伤，我才开始学习烘焙。”雷米坐在椅子上问道：“通常什么样的人会被关在禁闭室？”马明哥双臂交叉：“通常是极其凶残的罪犯，但有时也会关押强大的灵魂使者。”雷米低下头说道：“如果那个囚犯是个善良的人就好了。”马明哥转身走向后厨：“营业结束了，我要关店了。”雷米看着他的背影问道：“你要去哪里？又要去末日原野吗？”马明哥停下脚步：“是的，我要整晚都在外面狩猎。”他伸手握住武器，一道紫光闪过，巨大的镰刀出现在手中。末日原野 B 级区域，暗红色的天空下，乌鸦在荒原上盘旋。2名路人躲在岩石后，看那边，那是7星灵魂使者。马明哥，贝里，同伴低声劝道：“你疯了吗？竟然招惹7星使者，他可是少数能站在前线的人。”挑衅者一把推开同伴：“你知道什么？滚开！”他走向马明哥，说道：“嘿，马明哥，贝里，我们以前见过吧？像你这样的大人物，肯定不记得我这种小角色。但我最近听到了一个关于你的有趣传闻。”马明哥的眼神瞬间变得更加锐利，是关于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小花妖精。马明哥的眼神瞬间变得阴冷。挑衅者继续嘲讽道：“听说你诱骗他签下了契约，你挺有本事的吗？也教教我们秘诀吧。我也想诱拐一个纯洁的妖精，然后签下契约。”马明哥低声说道：“你最好谨言慎行，如果你不想死在我手里的话。”马明哥拔出武器，抵住对方的喉咙说道：“再说一遍，谁勾引了谁？”同伴躲在人群中：“那个混蛋为什么要侮辱马明哥？”马明哥盯着眼前的男人说道：“我一眼就能看穿你，真是可笑。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只是拿那个孩子当借口，想挑起战斗而已。你那颗愚蠢的脑袋是不是太重了？不如我现在就帮你把它砍下来。”挑衅者发出惊恐的叫声。挑衅者搂住马明哥的肩膀说道：“走吧，该去狩猎了，没必要在他身上浪费力气，对吧？”马明哥收回武器，盯着眼前的男人说道：“你以后最好小心点，别再出现在我面前，因为下次再见面，我真的会杀了你。”挑衅者带着马明哥转身离去，虽然拦住了他，但这家伙的性格真是恶劣。如果是这种程度的话，我还能稍微忍受一下，毕竟马明哥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猎人。马明哥挥动武器，斩向眼前的怪物，怪物发出凄厉的惨叫。马明哥挥动巨大的镰刀，红光瞬间贯穿怪物的身体，巨大的怪物被一击毙命，在惨叫中崩解。太惊人了，那个巨大的怪物竟然被一招秒杀了。马明哥在红月下跃起，如死神般收割着敌人。指挥者喊道：“你们在干什么？”马明哥已经为我们开路了，现在正是进攻的时候。众人被喊声惊醒，纷纷拿起武器冲向敌群，全员进攻。末日战场的战斗永远都是一个样子，在找到核心，也就是真正的末日之前，战斗会一直持续下去，无数的怪物会不断增值，战斗持续的时间越长，被末日污染的风险就越高。意志薄弱的猎人，自我会被末日彻底吞噬。巨大的黑影在红光中现身，散发出恐怖的气息，尤其是那些正面迎击怪物的近战猎人，他们面临的风险比其他猎人要高得多，因此猎人们对管理自我非常敏感。管理的方法虽然多种多样，
却很简单，比如在身边养一株能吸收末日的植物，或者培养一个能让自己全身心投入的爱好，又或者去想念一个能让自己内心平静的人。马明哥站在废墟中，长舒了一口气，脸上带着温柔的微笑。风吹过战场，带走了血腥味，真希望明天快点到来。第二天，浆果店，马明哥端着草莓蛋糕，笑着走出来说道：“欢迎你，舒伦莎，这是你上次预定的蛋糕。”舒伦莎看着蛋糕，哇，非常感谢你，马明哥。弗洛拉站在他身后，温柔地搂住他的肩膀。阳光洒进店内，空气中弥漫着甜味。马明哥看着蛋糕问道：“但你为什么要亲自装饰这个蛋糕呢？”舒伦莎笑着回应道：“因为我的朋友终于学会怎么写字了。”马明哥惊讶地说道：“哇，那真的很快啊。”舒伦莎点头说道：“对吧？我的朋友很厉害吧？他现在每天都要读一本书，所以我决定送他一个蛋糕，作为庆祝，我还要亲手在上面写下一段话。”弗洛拉看着他说道：“原来是这样，你的朋友真幸运。”马明哥递过工具说道：“用巧克力笔写下名字吧。”弗洛拉补充道：“如果你再用我的花来装饰蛋糕顶部的话，蛋糕上用巧克力写着里奥，祝贺你，我为你感到骄傲。”舒伦莎看着作品说道：“完成了。”弗洛拉走过来问道：“那么我们现在开始打包吗？”舒伦莎用力点头回应道：“太棒了。”粉色的蛋糕盒被系上丝带，已经打包完成了。现在要把这份心意送出去了，因为今天是特别的日子，我也尽力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些。弗洛拉看着舒伦莎说道：“你变得比平时更可爱了。”舒伦莎转了一圈回应道：“真的吗？希望我的朋友也会喜欢。”弗洛拉微笑着说道：“替我向你的朋友说声生日快乐。”马明哥在旁边补充道：“希望蛋糕和你朋友的口味。”舒伦莎认真地点头说道：“我一定会转告他的，谢谢你们两位。”弗洛拉摸了摸他的头说道：“别客气，你的朋友在等着你，快去吧。”舒伦莎挥手告别道：“好，下次见。”马明哥看着弗洛拉问道：“舒伦莎的花最近卖得好吗？”弗洛拉微笑着回应道：“非常受欢迎，一束已经涨到30万了。”马明哥惊讶地说道：“真的吗？那太惊人了。”弗洛拉继续说道：“因为没有库存，我现在想卖都卖不了。”马明哥松了一口气说道：“舒伦莎总是担心钱的问题，听到这个消息真让人高兴。”弗洛拉喝了一口茶说道：“别担心，我靠这些花赚了几千块，照这个速度下去，我们很快就能发大财了，我们会变得比现在更出名。只是我很担心，我们会引起城主的注意。”阴暗的石阶尽头，微弱的火光在摇曳。里奥看着眼前的蛋糕，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舒伦莎笑着说道：“祝贺你学会了读写。”里奥有些迟疑地问道：“这是蛋糕吗？是送给我的吗？”舒伦莎用力点头回应道：“没错，这是我送给里奥的礼物，你在书里看过的吧？”主角小熊吹灭了蛋糕上的蜡烛，我们也来做同样的事吧。里奥看着摇曳的烛火，精灵送给我的礼物，这是属于我的，好开心，这种感觉真好。舒伦莎凑近说道：“太可爱了，我也很高兴。现在我们要一起吹灭它吗？快一点，在蜡烛融化之前。”里奥看着留下的蜡滴说道：“啊，它已经在融化了。”舒伦莎急忙说道：“再这样下去，蛋糕会坏掉的。在那之前，我……”里奥突然伸出手，死死攥住了燃烧的蜡烛。舒伦莎惊叫着喊道：“里奥，快放手！你不该用手去抓正在燃烧的蜡烛，快把手给我看看！”蛋糕摔落在地，奶油溅了一地。舒伦莎看着里奥的手掌，心疼地说道：“天啊，你的手都被烫伤了，为什么要这么做？”里奥看着舒伦莎回应道：“因为他想伤害莲，蜡烛又烫又危险，如果莲抓住了他，一定会受伤的。莲对我来说非常珍贵，所以我绝对不能让你受到任何伤害。”舒伦莎愣在原地，注视着眼前的少年。舒伦莎捧起里奥受伤的手：“里奥伦，你对我非常重要，所以请以后不要再这样了。看到里奥受伤，我的心都要碎了。”里奥身体微微一颤：“那里奥伦让你感到痛苦了吗？”舒伦莎慌忙摆手说道：“不是那样的，我的意思是，里奥也要好好珍惜自己。那么，我们要开始治疗吗？”里奥回应道：“好的，里奥，希望你能早点明白这一点。”舒伦莎发动治愈魔法，光芒覆盖了里奥的手。舒伦莎看着里奥说道：“你只是暂时被困在这里，你是这世上无可替代的珍贵种子。我以花精灵的力量起誓，一定会为你找到伙伴。”里奥的手在光芒中愈合。谢天谢地，伤口好得很快，但总觉得有些奇怪。即便我使用了帕塔雷斯，伤口会愈合得这么快吗？里奥的身体到底怎么了？那是什么？舒伦莎惊叫道：“等等，里奥，你在干什么？”里奥捡起地上的碎块，连给我的蛋糕掉在地上了。这么珍贵的礼物，真是太浪费了。舒伦莎急忙喊道：“不能吃掉在地上的东西。”里奥把蛋糕塞进嘴里说道：“莲做的蛋糕很好吃。”白袍男冷冷地说道：“现在我们要彻底摧毁维兹的精神稳定性。”里奥带着沉重的镣铐，眼神空洞地站在阴影里，莲躲在他的肩头。白袍女看向身旁的男人：“辛苦了，现在只剩下稳定工作。既然自我意识已经崩溃，下个月就能开始训练。”男人点头问道：“老师，那训练是下个月开始吗？”白袍男转身离去：“是的，我会向城主大人汇报。”男人走到里奥面前：“你的自我意识最终还是这样崩溃了，无谓的反抗真是愚蠢。”舒伦莎气得满脸通红：“笨蛋，你们才是愚蠢的人！你们这些家伙全都被我们的里奥骗了。”舒伦莎凑到里奥耳边说道：“里奥，我今天会跟着那些研究员，晚点在房间见，好吗？”里奥看着研究员离去，连挥了挥手说道：“那么我出发了。”他悄悄跟在白袍人身后，穿过阴暗的走廊，进入了电梯。我跟着那些人进了电梯，直接来到了第4区。必须记住这里，
研究员区域的第4区，灯火通明，几个人正坐在桌前用餐，神情轻松地闲聊着，仿佛一切都很正常。这里的食物和分给里奥的完全不同，热咖啡和新鲜的饭菜散发着诱人的香气，真不敢相信这些人就是折磨里奥的人。这种平凡的对话反而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舒伦莎攥紧拳头，你们这些坏蛋！里奥还被关在房间里，等着瞧吧！今天我一定要揭穿你们，狠狠地惩罚你们。现在想来，那个戴眼镜的家伙看起来就像研究员的首领，如果跟着他，也许能发现关于里奥的事。跟着那个男人来到了城堡2楼，他走进一间私人实验室，门牌上写着多米尼克·格雷森。多米尼克翻开文件说道：“啊，我向诺埃尔申请的新世纪信息到了，里克迪姆的开发终于要完成了吗？”舒伦莎躲在书桌旁偷看，他们说这种试剂能强化皮肤，甚至能让子弹无法穿透。你这是要写信给谁？舒伦莎盯着桌上的信件，瞳孔骤然收缩。那是 VCP， 那是给里奥的代号。信纸上密密麻麻的文字记录着残酷的实验计划。实验记录上写着，最初的20人中，只有6号、11号、14号以及20号活了下来。这些孩子按年龄重排，编号为1到4号，治疗日志也随之更改。舒伦莎看着记录惊呼道：“除了里奥，竟然还有其他孩子遭受过这种恐怖实验吗？那些幸存的孩子呢？他们后来怎么样了？”答案就在旁边的书架上。实验的目标是创造身体能力超越人类的存在。在这场实验中，除了里奥以外，所有的孩子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全部死去了。在过去的7年里，只有里奥独自活了下来。为了继续实验，他们给里奥注射了带有各种副作用的高毒性药物。我终于明白了，里奥展现出的超人反射神经、惊人的再生能力以及那股强大的握力，全都是因为那些药物的作用。而且实验记录竟然是从10年前开始的，所以里奥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人吗？他被独自关在那个阴暗的监狱里，忍受着痛苦的实验。我不能哭，为了里奥，我必须坚强。这是非常重要的线索，我一定要记住它。多米尼克走出房间，他要出去了，跟上去看看。舒伦莎扇动翅膀，紧随其后。说起来，越往楼上走，装潢就变得越华丽。顶层到底有什么？多米尼克停在华丽的门前，双手交叠在身后。这就是多米尼克·格雷森。多米尼克站在门外问道：“我可以进来吗？”城主大人。舒伦莎躲在暗处屏住呼吸。刚才他说了城主，乌兰之地的主人，这座城堡与监狱的最高统治者，也是里奥名义上的主人。城主就在这里面吗？厚重的大门内传出声音：“进来吧。”多米尼克推门而入，房间内装饰极尽奢华。德夫立刻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好久不见了，老师。多米尼克走进房间，这座城堡的主人就是德夫利克·穆塞尔。舒伦莎躲在柱子后，注视着桌后的红胡子男人。德夫利克·穆塞尔是个9级精神感应者，高等级的精神感应者，能感知到周围的一切。如果我就这样走进去，他一定会发现我的存在。既然如此，就使用移动帕塔雷斯靠近吧。舒伦莎化作花妖精，在光芒中现身。多米尼克站在桌前说道：“没有其他特别之处，校准和强化很快就会结束。”德夫立刻坐在位子上，比我想象的要顺利。他摸着胡子问道：“训练什么时候开始？”多米尼克推了推眼镜说道：“我们将在5月开始。”德夫立刻敲击着桌面。好，他眼神阴冷地叮嘱道：“训练他们，不要纵容他们。”舒伦莎化作光球在地面移动，要再靠近一点吗？如果使用移动帕塔雷斯，声音和视觉都会变得模糊，因为正沉浸在起源能量中。但只要仔细听，就能理解他们在说什么。德夫立刻说道：“最终目标是10年后的蜡烛塔，但他必须在4年内接受训练，以便能够参加竞争。主人不想再等了。”德夫立刻低头回应道：“是的，我会按照您的指示去做，我的主人。”他露出阴冷的笑容。说到主人，难道德夫利克·穆塞尔不是最终 BOSS 吗？舒伦莎飞向办公桌，那堆纸是什么？他落在文件堆旁，看清了上面的标题：瓦尔玛的孩子计划4。这是什么？舒伦莎睁大眼睛，原来 VCP 的意思就是瓦尔玛的孩子计划。瓦尔玛到底是什么？很明显，这和里奥有关。他化作一道流光，穿过昏暗的街道，下方传来交谈声。舒伦莎停下动作，看向下方的2人。一个男人压低声音说道：“这是瓦尔玛的武器。”没错，我终于得到了瓦尔玛的武器。同伴惊叹道：“哇，那真是个珍贵的东西。你花了多少钱？”舒伦莎停下脚步。刚才他们说了瓦尔玛，对吧？仔细听的话，到处都能听到这个名字。瓦尔玛到底是谁？我该向谁打听这件事？需要一个拥有广泛人脉并且精通情报的人。在这个时间，我能去拜访的人只有雷米。舒伦莎来到办公室门前。雷米，你好。雷米张开双臂跑出来，快进来。舒伦莎，他紧紧抱住舒伦莎。我好想你，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舒伦莎有些不好意思。我来是因为有个问题。他神色认真地问道。雷米，你知道瓦尔玛的武器是什么吗？雷米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你是在说瓦尔玛的武器工厂吗？瓦尔玛工厂是由瓦尔玛亲自经营的，他们提供全宇宙最好的品质和选择，最高等级的武器，价格可能超过1000亿。舒伦莎大吃一惊，1000亿，这也太贵了。雷米竖起手指说道：“但既然是瓦尔玛亲自经营，价格就很合理。瓦尔玛的孩子们使用的强力武器，全都是在那里制造的。”舒伦莎疑惑地问道：“瓦尔玛那么有名吗？”雷米惊讶地看向他。舒伦莎，你竟然不知道瓦尔玛是谁？瓦尔玛是一位妖精王。舒伦莎愣在原地。妖精王？雷米继续说道：“妖精每晋升一次，就会获得一种新属性。普通的妖精总共只有5种属性，
最后还有极少数妖精拥有第6种属性，那些征服了蜡烛塔并证明了自己力量的妖精，在获得最后1种属性时，会成为超越性的存在，并最终成为妖精之王，也就是妖精王。舒伦莎飞到雷米面前，雷米，我想了解更多关于瓦尔玛的事，告诉我你所知道的一切。雷米看着舒伦莎，无法拒绝他那闪闪发光的眼神。好吧，我会告诉你的，过来这里。雷米拿起笔在纸上记录，瓦尔玛曾是一名男性妖精，也是一名非常强大的战斗妖精，他在整个宇宙中都广为人知，但据说他的名声也源于他那独特的个性。舒伦莎疑惑地问道，独特的个性？雷米显得有些犹豫，不知道该不该说下去。雷米继续说道，最初妖精只会与所爱的生物生下孩子，但瓦尔玛不同，他所爱的并不是活着的生命，而是强大的力量。渴望权力的瓦尔玛想要一支只属于自己的军队，他每天与许多女性过夜，并留下了许多孩子，但大多数孩子都无法承受瓦尔玛的力量，最终死去了。偶尔也会有幸存下来的孩子。雷米继续说道，那些幸存的孩子会成长为强大的灵魂使者，他们被称为瓦尔玛的孩子。瓦尔玛带着这些孩子贪婪地挑战蜡烛塔。200年前，他们终于成功征服了那里。就在那一刻，一位新的妖精王诞生了，那就是瓦尔玛。但是在那之后，他变得更加贪婪，试图再次攀登蜡烛塔顶层，结果却是一次惨痛的失败。瓦尔玛因此失去了很多。在那时，所有的第一批瓦尔玛的孩子都已经死去了。舒伦莎疑惑地问道，既然有第一批，那是不是意味着还有其他孩子？雷米点头回应道，是的，瓦尔玛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他后来又尝试了几次攀登蜡烛塔，但都以失败告终。随后隐居了一段时间，30年后他再次出现，并重新开始生育孩子。那些孩子就是瓦尔玛的第2批孩子，总数肯定超过了100个。舒伦莎瞪大眼睛惊呼道，100个孩子？雷米继续说道，这是事实，我们确认只有8个孩子，其中6个死了，剩下的2个正在缺失。我觉得失踪的孩子是被绑架的，总有一天，每个人都渴望拥有那样力量的孩子。舒伦莎心想，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里奥被关在如此可怕的监狱里，他为什么会被折磨在那种境地，痛苦的经历。里奥是妖精王的儿子？舒伦莎问道，妖精王还活着吗？雷米回应道，不，听说他几年前就去世了。是这样吗？那么瓦尔玛就不会再来找里奥了。我真的是唯一能带里奥出来的人。雷米问道，但你为什么突然对瓦尔玛感兴趣？舒伦莎有些慌张，只是因为瓦尔玛的武器非常有名。雷米盯着他说道，你似乎表现的有点太感兴趣了。舒伦莎回应道，那是因为我发现里奥被虐待的唯一原因就是拥有那可怕的瓦尔玛血统，就像其他孩子一样，里奥是个值得被爱的孩子。我从未听过如此残酷的故事。雷米呼唤道，舒伦莎，你怎么了？为什么在哭？擦去眼角的泪水说道，我只是意识到瓦尔玛的孩子们一定过得很辛苦。舒伦莎低着头，泪水不断落下。雷米看着他说道，啊，原来是因为这个才流泪，我还以为我说错话让你伤心了。舒伦莎连忙摆手，不，你没做错任何事，抱歉，我突然哭了，谢谢你这么耐心的为我解释这一切。雷米叹了口气说道，你说话真动听。舒伦莎，如果需要帮助，随时来找我。舒伦莎飞向窗外说道，那么我先走了。雷米挥手告别，好，路上小心。看着舒伦莎离去的背影，难道这件事和他提到的那个朋友有关系吗？深夜的多米尼克实验室，舒伦莎在书架间翻找，在哪里？我知道就在这附近。翻开一叠厚厚的文件，找到了，这就是瓦尔玛孩子的记录。项目始于688年1月1日，距今已有13年，共有20名孩子参与其中。根据第13号试验区统治者的命令，为了制造出强大的武器，该项目旨在将瓦尔玛的孩子们培养成没有灵魂的士兵。孩子们带着沉重的镣铐，被剥夺了自由。实验旨在增强耐力，提升感官与再生能力，并放大瓦尔玛的特质。舒伦莎看着记录说道，这么多孩子都遭受了这种痛苦，里奥一定也是其中之一。翻动着泛黄的纸张，停下动作说道，就是这个。在这一年出生的孩子中，只有1名实验体幸存。第20号实验体出生于第13个月的第13天，在毁灭能量爆发的灾难性日子里，他奇迹般的活了下来。690年，毁灭纪元降临，第13个月，毁灭龙卷风席卷宇宙。这个孩子被寄予厚望，拥有对抗毁灭的强大抗性。舒伦莎看着记录说道，里奥能活下来简直就是一个奇迹。还有别的吗？出生地或者关于他母亲的线索？但文件里记录的只有关于里奥的实验。VCPO 计划的目标是寻找具有强抗性的孩子，注射 VCPO 血清后，20人中有13人失败，最终只有4人幸存，其中抗性最强的一位就是里奥，他是最适合这项实验的人。舒伦莎走到里奥身边，里奥，他张开双臂紧紧拥抱他。舒伦莎温柔地说道，你一定感到很孤独吧？里奥有些惊讶地问道。莲，舒伦莎抚摸着他的脸颊，听着，我有件事想告诉你，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你愿意听我说完吗？他跪坐在里奥面前，讲述了所有的调查结果。舒伦莎问道，这些事情听起来有点复杂对吧？里奥低着头回应道，不，我全都听懂了。我出生在这里，但我们都不知道我的母亲是谁。我被拿来做实验，是因为我是瓦尔玛的孩子。舒伦莎回应道，没错，你真的很聪明。里奥，这反而让我更痛苦。你不该被关在这种地方，如果你能离开这里，如果我是一个更强大的精灵，现在就能带你逃走，让你看看外面的世界到底有多么美好。可现在的我根本没有那种力量。泪水滴落在裙摆上，这让我感到很焦躁。如果我能更强大一点。
里奥伸出手，轻轻拭去他的泪水，说道：“不，莲，你很强大，你一点都不弱。”舒伦莎反驳道：“但是……”舒伦莎哽咽着说道：“我甚至无法带你离开这个地方。”里奥握住他的手，说道：“那不是你的错，莲，真正弱小的人是我，该说对不起的人也是我。”舒伦莎惊讶地回应道：“你在说什么？你不需要向我道歉。”里奥温柔地看着他说道：“你一直陪在我身边，即便我很弱小，也没什么特别的。你却给我好吃的食物，教我读书，成为了我的朋友。是你让我意识到我并不是孤身一人，所以谢谢你，莲。”舒伦莎眼眶湿润，里奥抚摸着她的脸颊，说道：“我会变得更强大，变得更有能力。到那时，我们一起离开这里。”里奥坚定地说道：“我们一起离开这里吧。”舒伦莎含泪微笑着说道：“好，里奥，我们一定要那样做。等我们出去以后，我们要去吃各种各样好吃的食物，我还要把你介绍给我其他的朋友们。”两人紧紧牵起彼此的手。舒伦莎趴在桌前，看着笔记本。“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力量。如果从现在能做的事情开始，妖精变强的方法一共有3种：第一是升阶，成为更高等级的妖精；第二是增加呼吸量，以此强化帕提格拉姆；最后第3种就是锻炼灵魂。作为新生的艾森，我现在能做的就是使用2级呼吸法，强化全身的帕图玛，并以此锻炼灵魂，增强精神力量。”舒伦莎趴在桌上，吃力地做着俯卧撑。6、7。马明哥端着面包走近，舒伦莎，你在做什么？怎么突然开始做起俯卧撑了？舒伦莎认真地回应道：“我在为了变强而进行训练。”马明哥放下托盘，为了变强。舒伦莎坐起身说道：“没错，这是我定下的目标，攒钱、收集情报，还有变得更强。”马明哥拿起笔记本，所以才把这些都写在笔记本上吗？变强之后有什么想做的事吗？舒伦莎握紧拳头说道：“当然有，我要打败那个人。”马明哥看着笔记本，必须要战斗的人，所以才写下获得第2战斗属性吗？舒伦莎笑着回应道：“没错，这样在战斗中我才会有优势。”马明哥翻动着笔记，其他的强化方法对你来说还是太难了，对吧？舒伦莎点头说道：“是的，你说的没错。”马明哥合上笔记本，那找个人来协助你训练如何？找一个能教你如何在战场上战斗，并且能教你使用除精灵权杖外其他武器的人。舒伦莎眼神发亮，那真是太棒了，那样我能变强得更快。你能帮我推荐一个人选吗？马明哥露出微笑，我怎么样？毕竟我可是一名赫普塔里姆灵魂者。舒伦莎惊讶地问道：“什么？你是认真的吗？”精灵通过帕提格拉姆呼吸，而人类通过苏灵呼吸，拥有的苏灵越多，实力就越强，这是决定等级的标准。拥有7个苏灵的马明哥，如果换算成精灵等级，简直就是巴卡拉斯的高阶成员。舒伦莎飞到他面前，请训练我吧，马明哥。马明哥看着他问道：“如果由我来训练，过程会非常艰苦，你真的没问题吗？”舒伦莎坚定地回应道：“当然没问题。”马明哥露出微笑说道：“那好吧。”他语气变得严厉：“那就先从纠正你那些松散的动作开始吧。”舒伦莎愣在原地，等一下，这是什么意思？马明哥露出灿烂笑容：“好了，那就从头开始吧。”面包店里传出凄惨的叫声。那天我看到了马明哥的另一面。没过多久，艾弗斯第7区训练室长鞭在空中发出刺耳的破空声。教官挥舞着长鞭说道：“躲开！如果被击中一次，就要从头开始。”里奥瘫坐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里奥的训练正式开始了，我也下定决心，绝不能落后。每一天都充满了艰苦的课程。里奥赤脚奔跑，与教官近身搏斗，被一次刺击倒在地。教官端来一盘堆积如山的廉价食物，全部吃掉，这是命令。每一餐都是劣质的食物，而且分量不断增加。里奥拿起叉子，机械地往嘴里塞。舒伦莎飞到他身边，里奥，他咀嚼着食物，眼神逐渐变得坚定。日复一日，里奥变得越来越强，而我也为了在升阶之前尽可能的成长，正在竭尽全力。时间流逝，那个秋天在乌兰，舒伦莎飞在空中，指着满地玫瑰说道：“里奥，快看这个，我现在一次能开20朵花了。”里奥温柔地回应道：“真了不起，莲，感觉就像站在真正的花田里一样，非常漂亮。”舒伦莎开心地说道：“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说起来，里奥也变了很多，长高了，也变得更强壮了。舒伦莎飞向里奥说道：“我的花里充满了泰拉，能帮你快速恢复，快坐下。”里奥顺从地坐进花丛。舒伦莎悬停在空中问道：“还记得我教过你关于泰拉的事情吗？”里奥点头回应道：“你说过泰拉是精灵和人类通过呼吸获得的自然能量。”舒伦莎笑着继续说道：“没错，泰拉会积聚在肺部，当它与灵魂相遇，就会转化为一种强大的能量。当它遇到精灵的灵魂，就会变成为塔，而当它遇到人类灵魂，就会变成维斯。一旦你的肺部充满了维斯，灵魂之门苏灵就会开启，最后你就能成为一名灵魂者。”舒伦莎伸手抚摸里奥的头：“好了，今天的目标是尝试感受泰拉，慢慢来，吸入空气中混合着的泰拉。”里奥闭上双眼，开始深呼吸。舒伦莎睁大眼睛看着眼前的景象。里奥每一次呼吸，房间里的泰拉都在被他疯狂吸入。他的肺活量到底有多大？他正在无止境地吸收着泰拉，并瞬间将其转化为维斯。果然如我所料，里奥这种人绝不该被关在这种地方。时间1分1秒过去，里奥缓缓睁开双眼，瞳孔中闪烁着蓝光。他看向舒伦莎说道：“莲，我想我现在已经可以开启它了。灵魂之门，苏灵。”舒伦莎看着眼前的少年，里奥的灵魂已经填满了。如果是现在，他应该能打开那个。舒伦莎大声喊道：“里奥，就是现在，打开你的苏灵！”
里奥紧紧抓着胸口，锁链在光芒中震颤。他睁开双眼，全身散发出耀眼的光辉。舒伦莎被强光震退，释放出的能量太强了。舒伦莎轻盈地落在里奥手心。里奥看着胸口涌动的光芒，感受着体内前所未有的力量。舒伦莎兴奋地喊道：“太神奇了，真的太神奇了！里奥，你现在已经成为一名灵魂者了！天哪，我从未感受过如此强大的能量。”舒伦莎继续说道：“我知道你有天赋，但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天才。”舒伦莎张开双臂喊道：“里奥，你真的是个出色的灵魂者。”里奥有些害羞地回应道：“谢谢你，莲。”舒伦莎看着里奥说起来，里奥的灵魂，妖精从出生起就能感知到灵魂的存在，人类却不同。如果没有特殊的契机，他们无法察觉灵魂。为了感知灵魂，人类必须刻苦训练，在肺部积聚维斯，通过不断重复这个过程，维斯会填满肺部，直到达到临界点。只有这样，他们才有权开启苏灵。合格的人类会穿过灵魂的缝隙，最终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即便肺部积聚了足以引发爆炸的维斯，却依然没有填满。这意味着里奥的灵魂异常辽阔，他注定会成为顶尖强者。为了实现那个目标，现在最需要的是欧姆。如果有欧姆水晶，里奥就能强化灵魂，我也能通过加固回路成长。通常需要狩猎鳄鱼才能获得这种水晶，但对现在的我们来说，这根本不可能。那么该如何得到它？舒伦莎看着昏睡的少年，我会找到办法的。为了里奥，清晨的阳光洒在花店门前，原本空旷的花坛瞬间绽放出大片粉色玫瑰。弗洛拉惊讶地看着这一幕，哇，太不可思议了！舒伦莎，你现在能一次开100朵花吗？舒伦莎有些害羞地回应道：“是的。”弗洛拉看着满园盛开的花朵，时机也太完美了。舒伦莎的花每株刚超过100万皮特，100万皮特已经长到那么高了吗？弗洛拉继续说道：“当然，大家都在争抢这些花。舒伦莎，你的花真的很特别，它们的根部吸收厄运，花瓣还会发出光芒。”弗洛拉端向着花朵说道：“这种光芒甚至能排斥厄运能量，而且这些花本身就非常美丽。”弗洛拉笑着回应道：“消息已经传开了，大家都在找你的花，照这样下去，你要变富有了。”舒伦莎有些不好意思，我现在感觉有点害羞。场景转到贝里面包店，雷米拍着手说道：“恭喜赚到100万皮特，舒伦莎，钱很快就会堆成山吧？”舒伦莎坐在桌边回应道：“谢谢，但我还需要更多钱。”雷米有些疑惑地问道：“为什么？你还没买齐需要的东西吗？”舒伦莎低下头说道：“那个，我需要买很多欧姆水晶。”雷米惊讶地问道：“欧姆水晶？该不会全都是为了里奥吧？”舒伦莎点头回应道：“是的，里奥正在进行强化训练，感觉只有里奥在获益。舒伦莎，你确定他不是在利用你？也许他只是在装弱，好让你给他带去水晶。”舒伦莎急得挥动翅膀：“不，里奥是个纯洁善良的孩子。”雷米笑着摆摆手：“我只是开个玩笑。你打算什么时候买？”舒伦莎思考着说道：“大概明年吧。我想送他我亲手狩猎或者亲手买下的水晶。”马明哥端着茶杯说道：“那最好通过雷米匿名购买。如果你突然大量买入，肯定会引起领主的注意。”雷米拍着胸脯说道：“如果是那种事，没问题，交给我吧。”舒伦莎扑进他怀里：“哇，雷米你最棒了！”门铃响起，邮递员推门而入喊道：“有信件。”马明哥疑惑地问道：“信是谁寄来的？”邮递员递出信封回应道：“寄信人是克隆迪亚，是写给贝里的舒伦莎。”雷米拆开信封，读出开头的内容：“让我看看，致我亲爱的舒伦莎。”远方的宫殿内，迪亚正握着羽毛笔，在纸上缓缓书写。妖精宴会的准备进行的怎么样了？我最近太忙了，一直没机会去拜访。迪亚停下笔，看着窗外的花丛：“如果你方便的话，什么时候能来我的领地？我想介绍其他妖精给你认识。”迪亚在信中写道：“他们都值得信赖，肯定能帮到你，我会一直等你。”迪亚，雷米兴奋地喊道：“太棒了！这可是迪亚亲自挑选的妖精，一定要去见见。”舒伦莎有些犹豫地问道：“但是像我这样的人，真的可以去那种地方吗？”雷米凑近他说道：“当然可以，这是扩展人脉的好机会。而且除了迪亚，你还没见过其他妖精吧？”舒伦莎低下头，陷入了沉思。我该抓住这个机会去试试看吗？舒伦莎飞向高大的宫殿，迪亚的庄园宏伟壮丽。舒伦莎看着眼前的豪宅，真是好大的房子，一只手捏住他的脸颊。迪亚笑着问道：“发什么呆呢？”舒伦莎看向好友回应道：“谢谢你邀请我。”迪亚摆了摆手说道：“不用谢我，我们进屋再打招呼吧。”舒伦莎点头回应道：“好啊。”舒伦莎飞向庄园露台，看到远处有人招手：“你终于来了，快到这边来。”舒伦莎落在地面回应道：“您好。”贝里兰坐在桌边说道：“你就是那个小艾森巴，我常听迪亚提起你。”舒伦莎看着眼前的长者，贝里兰大笑着伸出手：“我是贝里兰，一名火焰妖精。”贝里兰这个名字听起来好耳熟。舒伦莎看着手中的名片，想起马明哥，难道是真的吗？他看向贝里兰问道：“您就是贝里的店主？”贝里兰大笑着回应道：“没错，我一直在外研究面包，听说你很喜欢我的店。”舒伦莎激动地回应道：“当然了，那里的甜点是最好的。”维诺克站在一旁说道：“介绍结束了吗？我也在这里。”他看向舒伦莎，继续说道：“我是巴卡拉斯的维诺克，一名毒妖精。”舒伦莎伸出手说道：“很高兴见到你，维诺克，我们握个手吧。”维诺克向后退去回应道：“抱歉，我跟生命系妖精相处的并不好。”舒伦莎笑着走上前：“不试试怎么知道呢？来握个手吧。”他一把抓住了对方的手。维诺克愣在原地，感受着掌心的温度。“你果然很特别，你的属性是什么？”舒伦莎微笑着回应道：“是花，我的名字是舒伦莎。”
维诺克看着眼前的少女，花属性吗？真是奇妙，这种光芒比在花店时还要耀眼。维诺克端起茶杯说道：“艾森之花会吸收毁灭，并从花瓣中发出亮光，但在迪亚的温室里，毁灭气息被隔绝了，所以光芒才会变弱。”舒伦莎惊讶地问道：“你怎么这么快就发现这些细节了？”维诺克放下茶杯，回应道：“我的属性与毁灭相关，所以一眼就能看出来。毒素和分解都是我擅长的领域。”他伸出手指，指尖凝聚起绿色光芒，毒液顺着指甲滴落。我可以像这样将毁灭转化为毒液。舒伦莎拍手回应道：“真是太厉害了！”维诺克看着指尖说道：“这对我来说很简单，但是舒伦莎，你究竟是如何利用毁灭气息的？你的主属性明明与它完全相反。”舒伦莎放下茶杯，回应道：“我的副属性其实与毁灭很接近。在我成为花之前，曾被深沉的黑暗包围。起初我想成为黑暗，但内心深处却诞生了想成为花的理由。”他看向远方，想起那个被囚禁的少年。我想成为一朵花，散发出明亮的光芒。我想照亮那个人的黑暗，这就是我想成为的妖精。贝里兰摸着胡须说道：“真是个独特的诞生故事，从黑暗中诞生的光吗？”迪亚端起茶杯抿了一口，他一定是在说那个朋友吧？维诺克看着舒伦莎问道：“使用毁灭能量时，你没有副作用吗？”舒伦莎微笑着回应道：“完全没有。”维诺克叹了口气说道：“真是讽刺，连我这种毒属性妖精都无法承受大量毁灭。你现在使用的是第2阶段呼吸法吧？”舒伦莎点头回应道：“是的，我花了3天时间。”贝里兰大声惊叹道：“竟然这么快！通常需要2年才能掌握。”前辈们的夸奖让我放松了许多，原本的紧张感消失了。他看向3人问道：“你们是怎么认识的？”迪亚端坐在桌边回应道：“我们是在妖精宴会上第一次见面的。”舒伦莎若有所思：“妖精宴会吗？”妖精宴会每6年举行，在起源神殿召开，全宇宙的妖精无论等级都会受邀。这次宴会的焦点是新诞生的艾森，完成宴会的妖精有资格获得妖精权杖，还能接受前辈训练，构建自己的魔力回路。更重要的是，这是结交朋友、分享情报的绝佳机会。舒伦莎看着远方，在其他的艾森里，我能遇到同类吗？迪亚放下茶杯说道：“我认识贝里兰200年了，认识维诺克也有150。”舒伦莎惊讶地回应道：“那真是好长的时间。”迪亚看向同伴继续说道：“我们第一次见面时，贝里兰一直缠着维诺克，多亏了那次纠缠，维诺克才觉醒了他的第3属性。”贝里兰大笑着说道：“这就是维诺克。”其实也乐在其中的证据。维诺克红着脸回应道：“闭嘴吧。”迪亚看向舒伦莎说道：“这次宴会，你也试着多交些朋友吧。”舒伦莎有些紧张地回应道：“但我很担心，像我这样的人，真的能交到像你们这么好的朋友吗？”贝里兰看着他说道：“迪亚带回来的小家伙真是太可爱了。”维诺克也露出微笑。迪亚温柔地看着舒伦莎：“你还没发现吗？我们聚在这里，就是因为想成为你的朋友。舒伦莎，你愿意和我们做朋友吗？”舒伦莎看着眼前的同伴，不敢相信这么优秀的人们竟然想和我做朋友。迪亚与维诺克还有贝里兰坐在一起，微笑着看向这边。舒伦莎大声说道：“好，算我一个，他们真是太可爱了。”舒伦莎看向迪亚问道：“有一件事我很好奇，迪亚，你有帕蒂格拉姆还有仙女棒吗？”迪亚抬起手回应道：“当然有，想看看吗？”他指尖轻点，周身泛起蓝色光芒，巨大的透明翅膀展开。这就是迪亚的帕蒂格拉姆吗？迪亚在光芒中起舞，脚下绽放出蓝色花朵，魔法阵随之铺展开来。太不可思议了，他正在吸收大量的泰拉。迪亚伸出手，蓝色长杖在光芒中显现，稳稳落在掌心。他握住长杖，周身环绕着冰晶与花瓣，展现出优雅的姿态。维诺克与贝里兰在桌边静静注视。舒伦莎双手合十说道：“太厉害了，这就是4属性精灵的力量吗？”迪亚微笑着回应道：“谢谢，但我相信你的仙女棒一定会比我的更漂亮。”他看向舒伦莎，继续说道：“我很期待看到你配合帕塔雷斯使用它的样子。”迪亚握着长杖说道：“等你拿到仙女棒，一定要让我看看，好吗？”舒伦莎用力点头回应道：“没问题。”迪亚微笑着说道：“那么我们在仙女宴会上再见吧。我们约定在宴会重逢。”交换了由维塔凝聚而成的仙女石。随后，我们各自踏上了旅程。不知不觉间，已经到了12月的最后一天，大雪覆盖了整座城市。这里是艾弗斯。舒伦莎挥着翅膀说道：“我要出发了。”里奥沉默地看着地面。舒伦莎飞到他面前说道：“别担心，我们只会分开一小会儿。仙境的时间比现实世界流逝得更快。”舒伦莎轻抚男孩的脸庞：“我们很快就会再见的，好吗？”里奥抬起头回应道：“好的，莲。”舒伦莎露出灿烂的笑容，在花瓣中飞向高空。“我会作为一名真正的精灵回来的。”里奥跪坐在石砖地上，看着他消失在光芒中。舒伦莎双手合十，闭上双眼，在飞舞的长发中迎接属于她的蜕变。舒伦莎睁开双眼，眼前是宏伟的仙女领地，这里到处都是和我一样的艾森，大家看起来都好娇小。小精灵飞过来，围着舒伦莎转圈问道：“你看起来不像艾森，你到底是谁？”只有年幼的艾森才被允许进入神殿。舒伦莎挺起胸膛回应道：“我就是艾森，去年在仙女滴落处出生的。”金发小精灵惊讶地问道：“真的吗？你不是普利尔吗？”舒伦莎笑着回应道：“真的，因为我这段时间一直都在努力训练。”小精灵们惊叹道：“太神奇了，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艾森。”舒伦莎有些害羞，双手托着脸颊。远处突然传来骚动，一个巨大的艾森出现了。小精灵们围过来喊道：“你真的好高，你真的是和我们一样的艾森吗？你叫什么名字？你的属性是什么？”
舒伦莎微笑着回应道：“我是舒伦莎，一名花精灵。”周围响起一阵惊叹。他说他是花精灵？我是大地精灵托迪，想和我做朋友吗？另一名精灵喊道：“我是桑杰，我也是花精灵，我能让向日葵盛开。”舒伦莎，你是在哪里出生的？精灵们对我如何快速长大感到好奇。绿发精灵赞叹道：“你的第一个人类竟然在乌兰等你，太了不起了！”有些精灵充满崇拜，有些却因为我从未离开过乌兰而嘲笑我。什么？你竟然一次都没旅行过？空有一副大身体，根本没什么了不起的。有些精灵嘲笑我一直被困在乌兰，笨蛋，白痴，井底之蛙。舒伦莎攥紧拳头，这些小鬼，我到底还要听多久？舒伦莎忍无可忍吼道：“闭上你们的嘴，不然我要做人了！”小精灵们吓得四散逃窜，太暴力了，快跑啊！舒伦莎叉着腰说道：“我在乌兰也有很多非常有意义的经历，而且我还交到了非常珍贵的朋友。”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红发少年说道：“你说的对，舒伦莎，那些家伙根本不知道你的价值，别管他们了，看看我们怎么样。”在这些精灵中，也有拥有毁灭属性的人。绿发少年凑近说道：“我是风之精灵，很高兴见到你，舒伦莎。”蓝发少年红着脸说道：“舒伦莎，我是水之精灵。”四面八方都传来呼唤舒伦莎的声音：“舒伦莎，舒伦莎！”舒伦莎面露难色，人实在太多了，这样下去不行，我必须休息一会儿。舒伦莎扇动翅膀，从人群中飞走。她穿过华丽的走廊，飞向神殿深处，寻找安静的角落。舒伦莎飞进树丛，松了一口气说道：“终于逃出来了。”草丛中传来细微的沙沙声，她睁大眼睛看向前方，一名紫发少女正蜷缩在树影下。舒伦莎看着前方，已经有人在这里了。糟糕，不小心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她蹲下身子说道：“你好，我是舒伦莎，一个花妖精，我可以坐在你旁边吗？我正在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米尔没有回应。舒伦莎有些局促地问道：“你是不希望我在这里吗？”米尔靠在他的肩头：“你真是个安静的人。”月光洒在两人身上，舒伦莎开口问道：“那么你是怎么变成星之精灵的？”米尔看着月亮回应道：“我是在凝视星空时出生的，在广阔的草原上，每当夜幕降临，我都会仰望天空。”米尔看着星空说道：“深蓝色的天空布满了闪烁的星星，游牧民族靠星星指引方向。那晚我也在仰望星空，星星一个接一个聚集在我的身边，他们把我变成了星之精灵。从那时起，我一直在制作引导之星，他们就像天空中的指南针。”舒伦莎微笑着说道：“米尔，你的故事真的很美。”米尔闭上眼睛问道：“谢谢，舒伦莎，你会留在乌兰吗？”舒伦莎回应道：“是的，我会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我需要帮助。对我来说，亲爱的人。”米尔看着舒伦莎说道：“我明白了，我相信你会做得很好。”舒伦莎回应道：“谢谢你，米尔，我也希望如此。”米尔提议道：“舒伦莎，我们要不要交换精灵石？我想在田野里种下一朵舒伦莎之花。”舒伦莎笑着说道：“当然可以，我也很好奇米尔之星是什么样子的。”米尔点头说道：“那就在明年的精灵节上交换吧。”舒伦莎突然看向水面，米尔，起源之水正在上涨。米尔露出微笑，无数水滴升向天空，汇聚成璀璨的星河。舒伦莎站起身说道：“精灵宴会开始了，我们走吧。”米尔，舒伦莎展开翅膀飞向高空，米尔紧随其后，两人在星光中穿行，无数花瓣随风起舞，点缀着深邃的夜空。舒伦莎看着下方，整座城市被星光点亮，这就是精灵宴会，比想象中还要璀璨。起源之水正在升起，汇聚成巨大的光团，它穿过倾泻而下的光雨，感受着温暖的气息，光芒在指尖跳跃，指引着前进的方向。舒伦莎回过头看向身后的星河，舒伦莎伸出手，指尖触碰到流动的光芒，一根法杖在光影中凝聚，散发出璀璨的紫色光辉。她握住法杖说道：“这是我的精灵法杖。”起源之水在脚下沸腾，化作巨大的光柱直冲云霄，整座城市被光芒笼罩。当水浪涌向天空并冲刷过我时，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力量，我能感觉到自己成为了真正的精灵，体内的核心变得炽热，精灵的特质逐一觉醒。当我回过神时，周围的水已经全部蒸发。舒伦莎站在花丛中，看着眼前的景象，资深精灵们大声喊道：“欢迎，恭喜你诞生！”烟花在夜空中绽放，盛大的欢迎庆典开始了。舒伦莎合起双手说道：“哇！”音乐精灵唱起动听的歌，音符在空中流淌，火焰精灵喷出火焰，表演着壮观的烟火秀。资深精灵们教导我们关于精灵界的许多规矩，人类世界的礼仪，精灵之间的礼节，这些我早已从迪亚那里学习过很多，所以并不觉得困难。米尔打了个哈欠说道：“我累坏了，得找个地方睡觉。”舒伦莎看着他回应道：“你一定很累吧？那我去见见其他人，我们还会在某个星球再见吗？”米尔垂下眼帘说道：“大概不会了，乌兰还在末日边界，对我来说太危险了。”舒伦莎有些失落地说道：“这样啊，那这就是永别了，真是令人难过。”他突然抱住米尔说道：“明年精灵节我们再见面吧。”米尔回抱住他说道：“好，到时候见。”舒伦莎挥着手喊道：“再见，明年一定要再见啊！”他开心地转了个圈，我终于交到了同为精灵的朋友，我要把这件事告诉迪亚和贝里兰，还有维诺克。迪亚看着舒伦莎说道：“恭喜你交到了第一个艾森朋友，我曾担心你会遇到奇怪的精灵，现在看来结果不错。”舒伦莎笑着回应道：“我们还约好在明年的精灵宴会上交换精灵石，下次我会把他们介绍给你们。”迪亚点头说道：“那么我们去享受剩下的宴会吧。”
我与迪亚飞向高空，尽情享受这场宴会。精灵界闪耀着高阶精灵的光芒，璀璨的元素之光点亮了整片天空。就这样，为期10天的精灵界之旅画上了句号。在起源之外的远方，能感受到9位精灵领主各自守护着世界。里奥和莲的房间，舒伦莎挥动法杖说道：“怎么样？这是我的精灵法杖。”里奥赞叹道：“太神奇了，莲。”舒伦莎递出法杖问道：“谢谢，你想拿着它吗？”里奥接过法杖说道：“我能感觉到你的生命力。”莲非常温柔。舒伦莎笑着说道：“我还有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我现在可以使用3阶呼吸法了，是前辈精灵们教我的。这意味着我现在可以创造出帕蒂格拉姆了。”里奥看着魔法阵说道：“这就是你的魔法阵吗？真漂亮。”莲，恭喜你平安结束了精灵宴会。为了庆祝，我也有一份礼物送你。舒伦莎惊讶地问道：“什么？真的吗？里奥送给我的礼物会是什么呢？”里奥伸出受伤的手指，指尖滴落鲜血。舒伦莎握住他的手：“里奥，这是……”里奥回应道：“是的，莲，这是呼吸。我想把我的第一次呼吸送给你，从里奥身上流向我的生命力非常温暖。这不仅仅是呼吸，还包含了他对我的感情。他那体贴的温暖，无尽的感激，还有对我坚定不移的爱，一股幸福感从我的核心溢出。因此，获取欧姆的唯一方法是从厄运仆从身上获取欧姆水晶。”舒伦莎疑惑地问道：“里奥，获得呼吸需要欧姆，你是从哪里得到的？”里奥看着他回应道：“是从你的花里。”莲，舒伦莎愣住问道：“我的花？”里奥继续说道：“是的，你花里的花蜜含有微量的欧姆能量，每次我喝下它，欧姆就会聚集，最终变成了呼吸。”舒伦莎陷入沉思，有些奇怪，厄运是不可杀灭的，自然法则就像起源一样，直接将厄运转化为欧姆，应该是物理上不可能实现的，但不知为何里奥却做到了。我的花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它不仅吸收了周围的厄运，甚至提取了能量，将其转化为欧姆。那些能量积聚在花蜜之中，这是一种获取欧姆的全新方式。这意味着从现在起，我们可以更轻松地获得呼吸，也意味着里奥和我可以成长得更快。702年1月1日，弗洛拉常春藤花店。弗洛拉看着满屋鲜花，舒伦莎，你让花开得更灿烂了。舒伦莎在花丛中飞舞，有了法杖之后，赚钱变得容易多了。弗洛拉微笑着说道：“恭喜你，你又成长了很多。”舒伦莎回应道：“谢谢你，弗洛拉。”弗洛拉神情认真地说道：“舒伦莎，要不要和我签订灵魂契约？如果我能和你签约，我就能使用灵魂技能来让你的花绽放，这样一来，我们就能以更快的速度赚到更多的钱。”弗洛拉继续劝说道：“我已经和其他资深精灵签过契约了，目前一切都很顺利，我会对你很好的。舒伦莎，我们签约吧。”舒伦莎有些迟疑：“弗洛拉，你也是灵魂使者吗？”弗洛拉点头回应道：“没错，我甚至为你准备好了灵魂金包。”舒伦莎低下头说道：“弗洛拉，谢谢你邀请我签约，但我必须拒绝。我已经答应过朋友，要和他签订我的第一个契约。”弗洛拉看着他问道：“那个朋友就是被关在艾弗斯地底深处的里奥吧？如果他只是想利用舒伦莎，我要杀了他。”弗洛拉转过身：“那你和他签约后，也和我签个合同。”舒伦莎问道：“这样可以吗？”“可能还要几年。”里奥只是因为最近才是灵魂师，还没分裂过灵魂，而且现在他甚至没能力签合同。弗洛拉想，艾森若不升华，只能存活10年。在这段时间内，他们必须与某人缔结灵魂契约，获得呼吸，并将他们的形态献给起源。如果10年内未能升华，他们将彻底消失，化为一滴水。弗洛拉站在花丛旁，舒伦莎只剩下9年时间，为了不让他化为虚无，无论如何都要在那之前签订契约。他看向前方说道：“我会等的，无论多久都可以，但是请在9年内给我答复。”舒伦莎看着前方说道：“弗洛拉，你一直都知道吧？你为了我，竟然做到了这种地步。”弗洛拉伸出手，比起那个，我从雷米那里听说你最近一直在寻找气息，所以我才想问，如果我把气息送给你，作为礼物可以吗？舒伦莎惊讶地问道：“送给我气息，完全不需要代价吗？”弗洛拉微笑着说道：“是的，不需要代价，因为这就是礼物的意义。我也想看看你能成长到什么程度。”舒伦莎双手合十：“谢谢你，弗洛拉，我会快快长大的。为了能让你成为我的第2位契约者。”荒芜的地表上，黑烟弥漫。一只巨狼挡住去路，张开血盆大口，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弗洛拉握紧长鞭，正面迎向巨狼。他纵身跃起，挥动长鞭向怪物的咽喉挥去。弗洛拉眼神冰冷，猛地收紧长鞭，长鞭死死勒住巨狼的脖颈。怪物发出哀鸣，身体瞬间崩碎，化作漫天红光。黑斗篷男人看着这一幕说道：“太惊人了，他竟然如此轻易地解决了那个巨大的末日，不愧是5芒星灵魂使。弗洛拉，你今天比平时更激进，是心态发生了变化吗？”弗洛拉踩过晶体碎片，弯腰捡起一颗红石。“是的，从现在开始，我决定专注于狩猎，因为我有一朵想要培育的花。”弗洛拉举起红石，在阳光下端详，脸上露出温柔的笑意。面包店内，马明哥握着通讯器说道：“是的，我是马明哥，组队吗？”“不，因为有些事情要处理，我打算暂时独自狩猎。”他微微皱眉：“什么？其他人没有我会怎么办？那可不是我该担心的事。我很忙，先挂了。”舒伦莎看着马明哥：“雷米说的对，马明哥的态度真的很差。”马明哥收起通讯器说道：“好了，现在我可以遵守约定了，就是那个在你的精灵宴会结束后一起去末日战场的约定。”舒伦莎回应道：“谢谢你没忘记，但是就这样拒绝组队真的没关系吗？”马明哥微笑着说道：“没关系，现在
我只想把注意力都放在你身上。舒伦莎，你应该知道，末日战场是有不同等级的吧？马明哥指着地图说道：“末日战场分为 F 到 A 级，最高级别是 S 级。今天我们先去 F 级，那里只有7到9级的低级随从，但即使是最低级，也不能掉以轻心。今天的目标是测试你那朵花的能力。”舒伦莎回应道：“明白了。”马明哥继续问道：“舒伦莎，你花朵的能力是窃取末日的所有权，对吧？”舒伦莎点头说道：“是的，没错。”马明哥眨了眨眼说道：“很好，我很期待他的表现。等店铺关门后，我们就出发吧。”舒伦莎欢快地说道：“没问题，在那之前，我会去后院练习的。世界由2种力量组成，起源与末日，他们被边界分隔，不断创造出各自的随从，为了扩张领土，进行着永无止境的战斗。”马明哥带着舒伦莎踏入一片暗红色的荒原，被末日占据的区域被称为末日战场。无数猎人为了财富，在这里猎杀末日随从。有人在战斗中崛起，也有人在这里永远的放下了武器。平庸者在这里迎来终结。舒伦莎看着四周，这里到处都是末日，如果没有抵抗力，我们会被瞬间吞噬。不远处的帐篷下躺着许多伤员，金发女孩满脸血迹，虚弱的说道：“好痛，请救救我！”舒伦莎睁大眼睛，这么多受伤的人，甚至还有精灵。马明哥看着舒伦莎说道：“舒伦莎，别担心，我就在这里陪着你，只要有我在身边，绝不会让任何东西伤害你。”舒伦莎露出笑容回应道：“好的，那就拜托你了。”马明哥走在荒芜的地表，停下脚步说道：“看来出现了一个不错的家伙。”前方地面上黑色粘稠液体不断蠕动，那是8级末日随从末日史莱姆。马明哥检查着手中的枪，看着前方的怪物说道：“那是低级随从末日史莱姆，我们就从这个开始吧。”击败末日随从通常有几种方法，首先是物理攻击，其次是使用蕴含维塔等能量的武器，最后是直接攻击末日核心。既然你是精灵，可以像对付法塔雷斯那样使用第2种方法。马明哥在话外问道：“你想变成人类形态，试着战斗吗？”舒伦莎笑着回应道：“好啊。”他双手合十，闭上双眼，周身泛起耀眼的粉色光芒。光芒散去，舒伦莎化作人类少女，赤足踩在花丛中。她缓缓睁开双眼，瞳孔中闪烁着紫光。舒伦莎站在荒野上，直面巨大的黑色阴影。舒伦莎双手合十，从空中缓缓降下。她睁开双眼，向前方伸出手掌，光芒在掌心汇聚。舒伦莎握住法杖，释放出耀眼强光。末日之影被花藤缠绕，在光芒中逐渐消散。马明哥走上前说道：“做得好，现在去回收欧姆核心吧。”舒伦莎兴奋地回应道：“好。”末日之影消散处，一颗晶莹的核心显现，那就是欧姆核心。舒伦莎弯腰捡起核心，这是我第一次亲手猎到的欧姆核心。马明哥走近说道：“祝贺你完成狩猎，舒伦莎，你的天赋比我想象中更高。我们再深入一点吧，凭你的实力，应该能对付7级怪物。”地面突然剧烈震动，一只巨大的末日之影挡住了去路，发出低沉的嘶吼。末日之影发出惨叫，在强光中炸裂开来。舒伦莎遮住双眼，看着怪物彻底消散。一颗欧姆核心掉落在花丛之中，舒伦莎指着核心说道：“看那马明哥，我又成功了。”马明哥沉默地走上前，蹲在核心旁观察，真是迷人。舒伦莎的花朵竟然能完全麻痹影子，他夺取了末日的所有权，让他的行动彻底停止。马明哥转头问道：“舒伦莎，能再让一朵花绽放吗？”舒伦莎露出笑容回应道：“当然可以。”舒伦莎的花甚至能吸收末日本身，只要有足够的时间，一朵花就能完成任务。马明哥看着花朵，随着花朵数量增加，末日之影失去形体，留下一颗欧姆核心，彻底消散在空气中。马明哥抬头问道：“舒伦莎，下次想试试1级区域吗？”舒伦莎兴奋地回应道：“当然想。”马明哥微笑着说道：“从 F 级晋升到1级，通常需要半年时间，但你进步得太快了，真的令人印象深刻。”舒伦莎开心地问道：“真的吗？我真的那么厉害吗？”马明哥点头回应道：“当然，你非常出色。”他看着舒伦莎的背影，眼神变得深沉。金发青年抱着伤员，惊恐地大声呼救：“这里有人受伤了！”棕发女人挥手示意：“大家快撤退！”成群的末日幻影从红雾中缓缓浮现，双眼闪烁着红光。马明哥看向舒伦莎，想试试解决他们吗？舒伦莎有些迟疑：“我真的能行吗？”马明哥按住他肩膀：“当然，我会从旁支援你，但不要掉以轻心，1级区域的难度会提升很多。”舒伦莎点头答应。末日幻影开始行动，他们拥有自我意识，会主动发起攻击。不仅如此，他们还有攻击优先级，而第一目标永远是精灵。舒伦莎握紧法杖，神情变得严肃。末日幻影成群结队，迈着沉重的步伐向他步步逼近。一只幻影伸出利爪，出现在舒伦莎身后。舒伦莎侧过头，眼神中透出坚定。无数粉色花朵瞬间在幻影身上绽放，将其彻底包裹。幻影发出无声的哀鸣，身体开始崩裂。舒伦莎举起法杖，释放出耀眼的粉色强光，光芒如潮水般扩散，将周围的末日幻影全部吞噬殆尽。舒伦莎站在花瓣雨中，静静看着前方。末日幻影齐转头，锁定了2人的位置。他们从4面8方迈着沉重的步子围拢。舒伦莎惊呼道：“他们突然全过来了！”马明哥冷静地回应道：“他们察觉到了你的存在。”舒伦莎握紧法杖：“该怎么办？我还没信心，同时对付这么多敌人。”马明哥握住武器长杆：“别担心，舒伦莎，我会保护你的。”他横过长杆挡在身前，将舒伦莎护在身后。舒伦莎愣愣地看着他，马明哥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温柔的笑：“那么开始吧。”他猛地发力，指节因为用力
而泛白。马明哥微微侧头说道：“那么稍微热个身吧。”他伸手握紧黑色长柄，猛地踏步冲出。马明哥高举巨大的镰刀，刀刃闪烁着红光，瞬间贯穿黑色怪物。他顺势横向挥砍，利刃切开敌人的身体，在空中划出弧线。黑色怪物瞬间崩解，几颗发光的晶体核心散落在焦黑的地面上。舒伦莎看着眼前的一幕，发出惊叹的声音。舒伦莎看向马明哥，说道：“你真了不起，马明哥，我也想变得像那样强大。”身体感觉轻飘飘的，甚至有些眩晕，强烈的渴望让我头痛。马明哥走上前，弯腰将舒伦莎横抱起来：“你辛苦了，身体已经到极限了吧？让我抱你走。”舒伦莎露出笑容回应道：“谢谢你。”马明哥抱着她，踩着满地灰烬，走向荒野深处。两个路人男人走上前：“马明哥，就是他解决掉幻影的吗？B级领域的家伙跑来这里做什么？是想抢走我们的猎物吗？”马明哥转过头，冷冷地说道：“说话注意点，我什么时候碰过你们的猎物？你们刚才差点死在幻影手里，是我救了你们，结果只会在背后抱怨吗？有不满就当面说出来，只会在背后嚼舌根。”路人被吓得后退一步。马明哥低下头看向怀里，舒伦莎。马明哥露出温柔的笑容说道：“抱歉，刚才吓到你了。”舒伦莎有些慌张地回应道：“不，没关系，你对我感到失望了吗？”舒伦莎摇了摇头说道：“完全没有，我很高兴能看到你的另一面，我喜欢你，马明哥，你是那种注定会被大家喜爱的人，而且你也是个会被大家喜爱的妖精。”马明哥。夜幕降临，两人来到面包店前，马明哥递出一个布袋说道：“拿着这个，这是我们今天收集的欧姆核心。”舒伦莎惊讶地问道：“全部给我吗？那你自己的那份呢？”马明哥笑着回应道：“没关系的，我随时可以再去狩猎，这些你都拿走吧。”他用手指抵住下巴，思考着说道：“那这样如何？”舒伦莎将一束粉色鲜花递到马明哥怀里，说道：“那么这个呢？”马明哥愣在原地，双手捧着盛开的花朵，低头看着怀里的芬芳。舒伦莎看着手中的花问道：“马明哥，这是？”“没错，这是我在战斗中收集到的花朵，虽然不是什么贵重东西，但希望这能让你心情好点。”马明哥紧紧抱住花束，这已经足够了，非常感谢你，舒伦莎。可是我给你的那些核心，里奥会全部拿走吧？舒伦莎有些尴尬地解释道：“那个，里奥会用它们来和我分享气息，他并不是为了自己才囤积的。”马明哥笑着回应道：“原来是这样，为什么大家提到里奥时，表情都会变得那么可怕？里奥其实是个很善良的人。”马明哥看向他问道：“舒伦莎，你想分享一些我今天收集到的气息吗？”马明哥，舒伦莎，真的吗？我很乐意。马明哥侧过头说道：“从现在开始，我会成为那个给你欧姆核心的人。”舒伦莎愣住问道：“给我吗？”马明哥微笑着说道：“没错，这样你就能更快变强，增加更多的契约者。我听说里奥是第一个，弗洛拉是第二个。舒伦莎，你愿意接受我作为你的第三个契约者吗？”马明哥看着指尖上的女孩舒伦莎用力吸了一口气，她突然剧烈咳嗽起来，断断续续地说道：“等一下，我一次吸入太多气息了。”舒伦莎缓过神来问道：“你真的确定要和像我这样的妖精契约吗？我真的可以占据你的一颗灵魂细胞吗？”马明哥温柔地回应道：“当然了，舒伦莎，你注定会成为最了不起的妖精。”舒伦莎开心地笑道：“你真的这么想吗？”舒伦莎伸出手掌说道：“好啦，马明哥，成为我的第三个契约者吧，让我们一起努力。”马明哥微笑着说道：“让我们一起努力吧。”舒伦莎。画面转到深夜的城堡，舒伦莎飞过台阶，大声喊道：“里奥，我回来啦！快夸奖我，我专门为你带回了好多漂亮的欧姆核心。”里奥眼神清澈地说道：“欢迎回来，莲，你今天也是全宇宙最美丽的存在。”舒伦莎落在地上说道：“不是那种夸奖啦，我在说核心的事，我带回来了超级多。”里奥看着地上的布袋说道：“那也很了不起，莲。”舒伦莎拿出一颗核心说道：“这就是欧姆核心。”她将发光的晶体倒在里奥面前的地上，我会教你如何使用它。首先，试着拿起一颗。里奥伸出带着镣铐的手，指尖捏起一颗核心。舒伦莎凑近观察说道：“做得好，现在把它贴在你的皮肤上。”舒伦莎惊恐地大喊道：“等一下，快停下！核心不是用来吃的。”里奥直接将欧姆核心塞进嘴里，用力咀嚼。他焦急地喊道：“快吐出来，里奥！”舒伦莎惊恐地大喊：“里奥！欧姆核心应该通过皮肤吸收，如果你用力咀嚼，会伤到自己的。”里奥跪在地上回应道：“但皮肤吸收太慢了，用嘴快得多。我甚至吃过舒伦莎的一朵花。”舒伦莎露出疑惑的神情：“黏膜吸收确实比皮肤快，听说有些灵魂使者会因此把核心含在嘴里，但即便如此，也只能含在嘴里。”里奥低声说道：“明白了，舒伦莎。”他拿起一颗发光的核心。舒伦莎盯着里奥的脸。等一下，里奥的下巴动得很奇怪，难道说里奥你？里奥直接咬碎了核心，蓝色的能量在口中炸裂，他面无表情地吞噬着光芒。A 级3欧姆核心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如果他一次性全部吞下，身体将无法承受那股庞大的苏灵力。舒伦莎焦急地喊道：“里奥，里奥，你还好吗？”里奥缓缓睁开眼，瞳孔中闪烁着蓝光，他看向掌心的舒伦莎说道：“我没事，莲，我会尽快将其转化为气息，然后交给你。”他真的一次性吸收了所有欧姆吗？我再次意识到里奥拥有惊人的潜力，也许他现在就能增强自己的苏灵力。舒伦莎深吸一口气说道：“好吧，里奥，让我们试着增强你的苏灵力。首先，试着开启它，心脏和苏灵可以产生共鸣，让你的心跳融入苏灵之中，你能做到吗？”
里奥低声回应道：“我会是。”他闭上双眼，胸口亮起耀眼的蓝光，心跳声在寂静中回荡。舒伦莎微笑着说道：“做得好，现在把你收集的气息注入苏灵中。”里奥点头应道：“好的。”舒伦莎继续叮嘱道：“慢慢来，不要让能量溢出来。”蓝色的光芒如流水般在里奥周身汇聚，逐渐形成巨大的光柱。舒伦莎看着眼前的景象，很好，你做得非常棒。我也趁这个机会检查一下我的核心吧。舒伦莎悬浮在花丛中，目前收到的所有气息都已经转化成了形态，储存在核心中的形态可以增强妖精的能力。我从弗洛拉和马明哥那里得到了不少能量，看来我的形态转化速度确实非常快，但距离下一次晋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打算将一部分献给起源，剩下的用来强化法阵。舒伦莎闭上双眼，周身散发出粉色光芒。我需要强化我的帕蒂格拉姆。他伸出手臂，指尖划过虚空，复杂的几何纹路在空气中交织浮现。目前我的帕蒂格拉姆只是基础的三星结构，随着不断成长，它会变得更加复杂，呈现出多样的几何形状。好吧，把剩下的形态献给起源吧。他举起法杖，在指尖汇聚。这是献祭的第一天，向起源献祭形态，并许下愿望时，起源神有极小的概率会实现它。我想要能和里奥一起逃离这里的力量。他转过头看向身边的男人，如果里奥继续增强苏灵力，而我也能收集形态变得更加强大，总有一天我们会一起飞向那片蓝天。所以里奥，我们一定要变强。弗洛拉常春藤花店里传来急促的喊声：“等一下，停下，快停下！”舒伦莎捂着胸口说道：“我的核心感觉快要炸了。”弗洛拉看着他问道：“哎呀，已经到极限了吗？看来 B 级领域的气息对你来说还是太重了。”舒伦莎有些遗憾，如果我在狩猎时核心能再大一点，就能全部吸收了，真可惜。不过我带了礼物给你，这些是我在末日领域亲手采集的花。弗洛拉接过花朵，末日的气息越强，这些花就闪烁得越亮。舒伦莎继续说道：“虽然现在光芒变弱了，但刚采摘的时候亮的甚至不需要灯。”弗洛拉轻声回应道：“我明白了，即便光芒微弱，它们也依然很美。如果是新鲜的时候，一定会更加迷人，真的很漂亮。谢谢你，舒伦莎。”弗洛拉问道：“你今天要和马明哥再次去狩猎，对吧？”舒伦莎点头回应道：“是的。”弗洛拉问道：“我现在也想和你一起去狩猎了，能带上我吗？”舒伦莎开心地说道：“当然可以，我很乐意。但我们是不是也该问问马明哥？”弗洛拉低头操作通讯器，别担心，我现在就发信息给他。我可以和弗洛拉一起参加狩猎吗？马明哥很快回复道：“可以。”舒伦莎来到浆果面包店，马明哥，我有件事很好奇。马明哥停下手中的活，当然可以。你想知道什么？舒伦莎认真地问道。高阶末日怪物到底有多强？马明哥思考着说道：“如果按数字来算，9级到7级是低阶，6级到4级是中阶，再往上就是高阶了。从低阶到中阶，每一级大约比前一级强10倍左右。但一旦进入高阶，实力会呈指数级增长，测量已经没有意义了。”舒伦莎低声自言自语：“所以4级怪物比7级怪物强1000倍左右吗？对付7级幻影需要10朵花，那么对付4级怪物我就需要10000朵花。”他惊恐地捧着脸尖叫：“10000朵花！我现在根本做不到，难道这辈子都没法和你们一起狩猎了吗？”马明哥伸手擦去他的眼泪，温柔地说道：“别胡思乱想，舒伦莎，你现在已经开启了强化帕蒂格拉姆的能力，强化帕蒂格拉姆，花瓣也会随之变强，对吧？”舒伦莎愣了愣：“是的。”马明哥继续解释道：“如果花瓣变强，花朵的力量也会增长，最终只要1朵花就足以击败幻影，所以不用担心。”舒伦莎开心地说道：“我明白了，原来不需要10000朵花。马明哥，你还是一如既往的聪明。好，是时候回去进行力量训练了。”就在这时，大门被用力推开，雷米大声喊道：“哒哒，雷米来了！大家最近过得好吗？”舒伦莎看着门口，雷米，好久不见了。但是你带来的那些大箱子是什么？雷米笑着回应道：“这些啊，全都是欧姆核心。”舒伦莎惊叹道：“太厉害了，你怎么弄到这么多的？”雷米解释道：“我在大门口摆了个小摊，把它们都买下来了。”舒伦莎伸手抓起核心，这么多核心，光是吸收就要花很久吧？马明哥，吸收一个3级核心需要多久？马明哥思考着回答道：“我的话大概需要1周。1周吗？但是里奥，他瞬间就吸收了核心。”舒伦莎看着远方，他到底拥有多大的潜力？马明哥开口问道：“舒伦莎，你还打算买多少欧姆？那些东西挺贵的，听说欧姆核心很贵，但如果是为了里奥的成长，那就值得。”舒伦莎看着核心说道：“雷米，以后继续帮我买核心吧，等级越高越好。”雷米有些担忧地回应道：“你确定吗？照这个速度，你很快就会破产的。对了，要不要让我来管理你的钱？我会帮你投资增值，这样买核心就更容易了。”舒伦莎惊喜地问道：“真的吗？雷米连这种事也能做到？那就交给你了。”雷米感动地说道：“真不敢相信，你竟然这么信任我。”马明哥在一旁提醒道：“舒伦莎，投资这种事还是要谨慎点。”舒伦莎笑着回应道：“没关系，我相信雷米。”雷米看向马明哥说道：“对了，我一直想问，今天能让我一起去狩猎吗？我想看看你们是怎么用花来狩猎毁灭平民的。”舒伦莎看向马明哥说道：“我也想去，但是马明哥怎么看？”马明哥回应道：“我不介意。”舒伦莎开心地说道：“那我们这次一起去吧。弗洛拉今天也会来，一定会很有趣的。”雷米惊讶地问道：“等等，弗洛拉也要来吗？你是指那个弗洛拉？”傍晚 ，F 级末日领域路过的男人
指着远方说道：“看那边，马明哥、雷米还有弗洛拉，他们竟然聚在一起了。为什么他们会在一起？这种地方发生了什么？”男人回应道：“谁知道呢？听说他们最近都迷上了那个妖精。”路人看着舒伦莎议论道：“他去年不是才刚成为艾森吗？”舒伦莎握紧短杖，在荒芜的土地上召唤出大片粉色玫瑰。雷米在一旁赞叹道：“舒伦莎太厉害了，这么快就清理了所有的毁灭幻影。”舒伦莎微微喘气，强化帕蒂格拉姆后，效率确实提高了。花朵就是另一个我，它们吸收黑暗，并将其转化为光。既然如此，我的身体是不是也一样？如果我的手直接接触到黑暗，会发生什么？马明哥伸手抓住舒伦莎的手腕：“你打算徒手接触黑暗吗？甚至没有用维塔包裹手部？”舒伦莎尴尬地回应道：“马明哥，其实我只是想……”雷米在一旁惊叫道：“什么？你竟然想用裸手去净化黑暗？”马明哥叹了口气说道：“虽然你的花很特别，但还是太危险了。答应我，一旦感觉不对劲就立刻收手。”舒伦莎点头回应道：“好的，我保证。”他再次伸出手，指尖轻轻触碰翻滚的黑雾，我能感觉到黑暗中传来的低语。他在劝我放弃，在痛苦加剧前赶紧离开，但我不能那样做。我要和里奥一起战胜这片黑暗。为了那一天的到来，你们也成为我的养分吧。舒伦莎全身散发出耀眼的光芒。马明哥看着他惊讶地说道：“舒伦莎，你现在全身都在发光。”舒伦莎低头看着双手说道：“真的吗？一定是刚才吸收了末日能量。”弗洛拉感叹道：“竟然用肉身直接吸收末日，真是不可思议。”雷米点头回应道：“确实令人震惊。”马明哥环顾四周说道：“这里的幻影已经清理的差不多了。”他看向舒伦莎问道：“要不要去地级区域试着挑战5级小怪？”舒伦莎兴奋地回应道：“好啊，我们出发吧！”毁灭平民在密集的弹雨中发出痛苦的嘶吼。舒伦莎看着雷米说道：“雷米，你的射击技术太棒了。”雷米举着枪回应道：“射击只是我的爱好，不过保护你绰绰有余。”马明哥俯身冲向怪物，挥动手中的锁链，将巨大的黑色躯体死死缠住。他大声喊道：“好了，我已经用灵魂技能锁住了这个5级怪物。”马明哥看向舒伦莎说道：“去吧，按照你想做的去做。”舒伦莎走上前，伸出右手，指尖轻轻触碰那团翻滚的黑色物质。黑暗的低语在耳边响起：“你觉得他能逃出来吗？那个孩子只是个弱小的凡人，却要面对如此恐怖的敌人，他将永远承受痛苦与磨难。而你，年幼的艾森，寿命已不足10年，你永远无法逃脱，永远无法获得自由。你终将意识到自己的极限，并坠入绝望的深渊。来到我身边吧，我可以让你从痛苦中解脱，让我们合为一体，寻找真正的安宁。”小妖精。舒伦莎闭上双眼，随后猛地睁开。“是的，我早就知道了。”她张开透明的翅膀，冲向那片无尽的黑暗。如果我无法遵守对里奥许下的诺言，我就会像泡沫一样彻底消失。这种做法确实愚蠢，而且鲁莽，但那又怎样？我想要的未来必须有里奥在场。舒伦莎倒在花瓣中，身前是一颗散发着幽蓝光芒的核心。她缓缓睁开双眼，注视着那团纯净的光。核心在花丛中闪烁，仿佛在回应她那份坚定的意志。舒伦莎双手捧着欧姆，哇，原来这是5级欧姆！看看这个，我做到了。你们为什么都这么夸张？雷米看着舒伦莎说道：“仅仅是看着你，我就在想，也许未来的某一天，我们的星球上会诞生一位妖精王。”舒伦莎惊讶地大喊：“什么？妖精王？我吗？”雷米笑着问道：“难道只有我这么想吗？”马明哥在一旁回应道：“不，我也是。”舒伦莎有些害羞：“哎呀，这也太过奖了。”雷米继续说道：“看来大家想的一样，我是认真的。”舒伦莎，据说妖精王从小就展现出像艾森那样非凡的天赋，而像你这样优秀的，我从未听说过。有哪个艾森能与你相比？弗洛拉看着舒伦莎说道：“我很期待看到你的成长。”马明哥打趣道：“如果我们以后进了历史书怎么办？比如在舒伦莎还是伊森时就与他相遇的朋友们。如果我真的成为了妖精王，我的寿命会增加很多，这样即使在和里奥一起逃走之后，我们也能在一起度过非常漫长的时光。”雷米有些遗憾地说道：“但他成为妖精王后，我们可能就见不到他了，真是太可惜了。”舒伦莎愣住了。雷米继续说道：“我只能在活着的时候一直注视着你，直到我老去死掉为止。说实话，以他的天赋，就算成为大妖精，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如果我真的成为了妖精王，那是不是意味着里奥和我真实的朋友都不再陪在我身边了？”舒伦莎低头不语，眼神中透着忧伤。里奥察觉到异样：“怎么了？我们要回去吗？”舒伦莎紧紧抱住他：“不，我们才刚到这里，我有点累了，想休息一下。你们3个继续狩猎吧，我想看你们战斗。”马明哥笑着调侃道：“所以你是想让我们帮你拿核心吗？”舒伦莎急忙喊道：“不，绝对不是那个意思。”弗洛拉认真地说道：“既然舒伦莎小姐提出了要求，我们必须不负期待，去 C 级区域边缘如何？”马明哥看向雷米嘱咐道：“雷米，你负责保护舒伦莎小姐。”雷米拍着胸脯回应道：“没问题，我会用生命守护舒伦莎小姐。”舒伦莎无奈地叹了口气，连雷米也这样。很好，人类们去狩猎末日吧，给我献上堆积如山的欧姆核心。舒伦莎红着脸小声说道：“我总有一天会报答你们的。”雷米捂住脸感叹道：“天哪！”马明哥尴尬地咳嗽2声，咳。雷米推着同伴们催促道：“快动起来！你们这些懒惰的猎人，既然亲爱的妖精提出了这么可爱的请求，还站在这里干什么？出发！”马明哥无奈地回应道：“知道了，别推我。”舒伦莎看着伙伴们，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众人进入 C 级区域，四周充斥着狂暴的绿色能量漩涡。舒伦莎被风暴吓了一跳，哇呀！雷米护住他，提醒道：“小心点，舒伦莎，从这里开始，末日能量会像漩涡一样不停地旋转。为了安全起见，你一定要紧跟着雷米。”弗洛拉喊道：“嘿，雷米！”弗洛拉挥动长鞭，瞬间击退袭来的怪物。舒伦莎看着前方问道：“弗洛拉的长鞭为什么能这么轻易地切开末日？马明哥的镰刀是为了切割而设计的，但长鞭通常只是用来打击的吧？”雷米思索着回应道：“这个嘛，你听我说，首先弗洛拉超级强。”舒伦莎有些疑惑：“弗洛拉？”雷米继续解释道：“他天生就很强，契约属性之一就是怪力。在乌兰，没几个人能在掰手腕上赢过那个女人。他用维斯强化长鞭，并加入灵魂技能，所以能轻易撕碎末日，也就不足为奇了。”舒伦莎睁大眼睛：“哇，真是太厉害了！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反差萌吗？”雷米继续说道：“他每天早上都会用剪刀修剪花茎，这个属性真的很适合弗洛拉。长鞭如利刃般划过，瞬间将巨大的怪物切成数段，鲜血四溅。束缚、保存、怪力、切割。”舒伦莎看着眼前的惨状，这样列出来，听起来有点恐怖。那马明哥的契约属性是什么？雷米耐心地回应道：“主要是火焰、钢铁、塑形和强化。他战斗时先使用基本的长杖，然后将其塑造成各种类型的镰刀。火焰像光一样，是起源的主要属性之一，对付末日超级有效。在白天，他的武器还会被火焰包裹，再加上加热属性，大多数末日都无法抵挡马明哥的攻击。”舒伦莎两眼放光：“我明白了，他们两个都好厉害，这两个了不起的人竟然真的和我签订了契约，太棒了！我的妖精生活简直铺满了花瓣。”雷米突然开口道：“舒伦莎，你的花朵是通过夺取控制权，将末日能量转化为欧姆能量，对吧？那么刚才在吸收那些幻影和普通末日的时候，能量没有在你体内堆积吗？”舒伦莎点点头回应道：“啊，是的，确实堆积了，难怪我觉得身体有点紧，原来是这样。”雷米从怀里掏出物品说道：“那拿着这个，这是欧姆气球。”舒伦莎接过巨大的气球：“你为什么带着这么贵重的东西？”雷米微笑着解释道：“平时我不带，因为我不常和妖精一起狩猎，但为了我们的粉色小家伙，我带了一个以防万一。”舒伦莎感动地喊道：“雷米！”他抱住气球，用力吹气，原本紧绷的身体逐渐放松下来。舒伦莎舒了一口气说道：“感觉好多了。”雷米温柔地回应道：“是吗？太好了，继续吹吧，直到你感觉舒服为止。”远处传来轻佻的声音：“哎呀，这不是马明哥吗？”舒伦莎停下动作，疑惑地看向前方：“我以为你去独占什么高级场地了，结果却在 C 级区域的边缘狩猎。他们是谁？是马明哥的朋友吗？你们是在这里寻找什么稀有的东西吗？”哈罗德停下脚步，目光落在舒伦莎身上：“啊，你不仅独占了场地，还藏着一只稀有的妖精啊！”哈罗德伸出手：“既然遇到了，不如把这只妖精交给我来保管，如何？”哈罗德握住舒伦莎的手说道：“你好啊，亲爱的妖精，能见到你真是荣幸。”舒伦莎有些不知所措：“是的，你好。”哈罗德微笑着说道：“你比传闻中还要可爱呢。”马明哥一把揪住他的后领：“老家伙，你是想死吗？”哈罗德急忙辩解道：“为什么？我只是打个招呼，并不是带着目的接近他，我们只是碰巧遇到了，难道打个招呼都不行吗？对吧，雷米？”雷米无奈地笑着：“是啊，是啊。”舒伦莎看着两人：“他也认识雷米吗？”哈罗德再次看向舒伦莎：“对吧，亲爱的妖精？”舒伦莎呆呆地回应道：“啊，是的。”哈罗德得意地说道：“妖精也说没关系，快收起你那杀人的眼神，我真的只是想打个招呼。”马明哥叹了口气：“但只能打个招呼，不准再做多余的事。”舒伦莎，这个老头是我小队的队长，你就把他当成一个凡人的老头就行。虽然啰嗦，但他不是坏人。舒伦莎礼貌地回应道：“你好，我是舒伦莎，花之妖精艾森。”哈罗德温柔地说道：“舒伦莎小姐，能见到你真是我的荣幸。我是哈罗德，咯噔，一名赫普塔里姆灵魂使者。”舒伦莎惊讶地睁大眼睛：“赫普塔里姆？那意味着他是和马明哥一样，拥有7个灵魂环的高使者。”哈罗德张开双臂说道：“不用太拘谨，把我当成邻居大叔就好，叫我名字或者大叔都行。”舒伦莎开心地回应道：“好的，哈罗德大叔，他是朋友的朋友，和马明哥一起狩猎，对我似乎也很友好，他一定是个好人。”哈罗德看着他说道：“好久没见到艾森妖精了。”艾森？舒伦莎，他突然沉下脸。艾森？哈罗德突然抱起，一把揪住马明哥的衣领。哈罗德咬牙切齿地喊道：“你这个疯子，你现在是真的疯了吗？”哈罗德揪住马明哥的衣领说道：“你这疯子，竟然把艾森精灵带到 C 级区域，你是想带坏纯洁的精灵吗？”舒伦莎说道：“哈罗德先生，请不要因为我责怪马明哥，是我求他带我来高等级区域的，我在这里完全没问题。马明哥没有做错任何事，谢谢你为我担心。”哈罗德看着眼前的少女，她竟然在保护你，难道你上辈子救过她的命吗？我还以为你把她卖了，然后再把她救回来。马明哥说道：“当然了，我完全没问题。正如他所说，他在 C 级区域确实适应得很好，他肯定会彻底震撼乌兰，以后会变得更加出名。”哈罗德看向舒伦莎说道：“舒伦莎小姐，如果你以后需要帮助，请来乌兰最大的酒馆找我，我就在黄昏篝火。”哈罗德微笑着说道：“只要在那里找哈罗德就行，我会尽力帮你的。”舒伦莎捧着花朵回应道：“谢谢你，以后就拜托你了，让我送大家一份小礼物吧。这些花会影响你们狩猎吗？”
哈罗德接过花朵说道：“完全不会，这太珍贵了，非常感谢，我不能白白接受帮助，这是我的回礼。”舒伦莎惊讶地喊道：“这是3件欧姆水晶。”哈罗德微笑着说道：“就当是收买你的贿赂吧。”舒伦莎看着水晶问道：“收下这么贵重的东西，真的没关系吗？”马明哥在一旁劝道：“没关系的，舒伦莎小姐，这家伙很有钱，你就收下吧。”哈罗德点头说道：“就像他说的，别客气，尽管收下吧。”舒伦莎回应道：“我明白了，非常感谢你们。”哈罗德转身告别道：“那我们先走了，希望命运让我们再次相遇。”舒伦莎挥手说道：“我也是，我很快就会独立，到时候会让马明哥回到你们队里。”哈罗德大笑着说道：“没关系，他很有能力，没有他也没什么不方便的。如果他能帮上忙，你就尽管留着他吧。”马明哥凑到舒伦莎耳边说道：“快告诉我他有没有欺负你，我会杀了他。”哈罗德在不远处怒吼道：“我都听到了，你这个臭小子！”舒伦莎捂着嘴笑道：“他是个很有趣的大叔。”马明哥有些脸红的说道：“如果你喜欢他的话，我也并不讨厌他，毕竟他是我的队友。既然那个老头走了，我们要去收集更多水晶吗？”舒伦莎开心的回应道：“好呀！”舒伦莎化作流光飞向天际。今天真是累坏了，不过弗洛拉，抱歉一直瞒着你。”弗洛拉说道：“虽然很惊讶，但我并不失望。舒伦莎，刚绽放的花朵总会有不为人知的一面，你也许不是一朵花，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精灵。像你这样的秘密，不该被强行揭开，应该用信任去换取。你信任我并分享了珍宝，我为什么要让你失望呢？”舒伦莎飞在空中，收集了好多欧姆水晶，把一切都告诉了弗洛拉，现在感觉好多了。还有里奥。舒伦莎降落在花丛中说道：“欢迎回来，莲，见到里奥让我感觉更开心了。”里奥说道：“你今天看起来很累。”莲。舒伦莎回应道：“是啊，今天狩猎真的尽力了。”里奥关心的说道：“你应该去睡一觉。”舒伦莎摇了摇头问道：“不，我还有事要做。”里奥，你累吗？里奥微笑着回应道：“我不累。”太好了，今天我们要找到你的极限。舒伦莎打开宝箱说道：“我带了大量的欧姆水晶，尽情吸收吧，直到你再也吸不动为止。我们要测量一下，把你转化成呼吸需要多长时间？”舒伦莎看着里奥说道：“从现在开始，每天都要训练你的灵魂，直到极限为止。根据今天的数据，决定你每天需要的呼吸量。但是里奥，如果觉得太辛苦，或者你不想再继续了，一定要告诉我好吗？我们需要变强，但我不想强迫你做任何事，否则我和那些坏人就没有区别了。只要你和我在一起，我只希望你能感到幸福。”里奥轻抚他的脸颊说道：“不，连这一点都不辛苦，我想这么做，我现在真的很幸福，我想马上就开始。”舒伦莎担忧地问道：“这会很艰难，你可能再也没法像现在这样感到快乐了。”里奥温柔地回应道：“只要和你在一起，无论做什么我都很幸福，即使过程很痛苦，也会让我感到轻松。我们开始吧，现在就可以吗？”舒伦莎轻声问道：“为什么这么急？你真的那么想变强吗？”里奥坚定地说道：“我想变强，这样我们就能尽快逃离这里。等我们逃走后，我想和你签订灵魂契约，我想给你很多很多的呼吸。我们有这么多欧姆水晶，可以换成很多呼吸，对吧？”舒伦莎看着他说道：“里奥，原来这就是你心情这么好的原因吗？那我们开始吧，先从吸收小水晶开始，以此来寻找你的极限。”里奥伸手拿过水晶，舒伦莎叮嘱道：“要一个一个慢慢来。”里奥回应道：“好的。”舒伦莎看着箱子问道：“里奥，你还好吗？”里奥低声回应道：“没问题。”舒伦莎惊讶地说道：“真的吗？你已经吸完4阶水晶了？”里奥握紧水晶说道：“我的心快要填满了。”舒伦莎建议道：“那接下来试试3阶的。”里奥突然吞下水晶，身体剧烈颤抖。舒伦莎惊叫道：“等等，里奥！”里奥捂住嘴巴，呻吟道：“我的心转化起来好难受。”舒伦莎脸色苍白地喊道：“什么？快把转换好的呼吸给我，现在就给我，这样能腾出你心里的空间。”里奥虚弱地喘息着，哈。舒伦莎倒吸一口凉气：“这是什么？”里奥问道：“莲，你感到痛苦吗？”舒伦莎摇了摇头回应道：“不，只是有点惊讶。慢慢把呼吸传给我，直到你能顺畅呼吸为止。”他突然意识到什么：“里奥，你现在是在压缩能量吗？”里奥疑惑地问道：“压缩是指把它变得更紧密吗？”舒伦莎点头说道：“没错。”里奥回应道：“是的，为了吸收更多呼吸，我刚才压缩了能量。难道我不该这么做吗？”舒伦莎握住他的手说道：“你应该这么做，压缩的越厉害，你就会变得越强。但这样不会痛吗？我听说压缩能量是非常痛苦的。”里奥微笑着说道：“我没关系，你呢？”舒伦莎回应道：“我也不痛，只是被这股强大的能量震撼了，我会尽快适应的。”里奥认真的说道：“没错，我们也需要适应压缩能量。”舒伦莎点头说道：“当然了。”里奥若有所思的问道：“那么，如果我在传给你之前尽可能的压缩能量，是不是意味着你就不必受苦了？”舒伦莎愣了一下，回应道：“理论上是这样。”里奥坚定的说道：“那我就尽可能多地压缩它，这样你就不会感到挣扎了。”舒伦莎轻声说道：“没关系的，谢谢你的体贴，但在传给我之前适度压缩就好，我不希望你承受太多痛苦。”里奥摇了摇头回应道：“真的没关系，这对我来说很容易，请让我这么做吧，就像莲为我做了一切一样，我也想为你做所有事。现在这是我唯一能给你的，所以至少让我这么做吧。”舒伦莎抱住里奥：“我亲爱的里奥，好吧，既然你坚持，那就按你说的做。里奥，你的潜力真的深不可测，我甚至觉得收集的水晶都快跟不上你的极限了，真让人沮丧。为什么我出生的这么晚？我应该和里奥出生在同一个时代。”舒伦莎问道：“里奥，你是想少受点苦但慢点逃跑，还是想多受点苦但尽快逃离？”里奥毫不犹豫地回应道：“多受点苦，然后尽快逃离。”舒伦莎点头说道：“
好，那就让那些坏人看看你的天赋，让他们把能给的呼吸都灌进来，我们会像今天这样全部拿走。里奥坚定地回应道：是的，我会尽可能多地吸收。舒伦莎看着他说道：里奥，你知道吗？还有一件事我没告诉你，如果我不在9年内和你签约，我会死掉的。我出生在700年13月，如果到710年我们还没逃走，我就会消失，所以我必须在那之前和你签约。今天是702年1月2日，所以我们剩下的时间是……里奥平静地回应道：3303天。舒伦莎愣住了，换算成天数的话，天哪，你是怎么算的这么快的？我几个月前才教他算数，他竟然能在脑子里直接心算吗？里奥一定。里奥淡淡的说道：我只是想了一下，是银河系级别的天才。里奥温柔的回应道：你做得很好。连他感到一阵虚弱，瘫坐在地上说道：这个小精灵已经精疲力竭了。时钟滴答走过午夜，已经过了0点，所以还剩下3302天。舒伦莎轻声说道：里奥，快睡觉吧，我也要把这朵花收起来了。如果你想看我以后再拿出来。里奥看着发光的花朵问道：我可以吃掉它吗？舒伦莎回应道：你想吃那就吃吧。里奥在阴暗的牢房里握紧了拳头：我会救你的。连舒伦莎闭着眼睛，在睡梦中轻声说道：请便吧，里奥。里奥拿起那朵粉色的花，放在唇边轻嗅。他独自坐在幽暗的牢房里，看着窗外的月光。好的，记住它，不要休闲，休息时也要在脑中复习训练。里奥躺在担架上，被白袍人抬着穿过走廊，吸收欧姆核心。里奥带着沉重的铁链，接过发光的核心，回应道：是的。多米尼克看着记录说道：这超出了想象，我们甚至无法测量时间。另一人惊呼道：医生，这不可能，他吸收了所有准备好的躯体。多米尼克看着他冷笑道：有什么好怕的？这生物只是我们创造的武器，这可是件大事，史上最强的灵魂使者将在此诞生，我们要亲手创造它。研究员们齐声回应道：是的，医生，明白了。舒伦莎看着前方，一群蠢货。他飞到里奥身边说道：一旦你将心脏能量转化为呼吸，就立刻汇报。里奥感受着体内的波动，已经完全转化了。舒伦莎继续指导：现在用呼吸来增强你的灵魂，看好并跟着做。当我们一起应用呼吸时，你看到灵魂的变化了吗？里奥闭上双眼，全身散发出耀眼的蓝光，锁链在光芒中震颤。白袍人们发出惊叹。舒伦莎看着这群人，没错，继续像那样给我的里奥提供欧姆。我的里奥比你们想象的要伟大的多。画面转到城镇街道，马明哥轻声呼唤：舒伦莎。舒伦莎停下脚步，回头，马明哥说道：我向你保证，你会拥有一位真正强大的妖精。舒伦莎露出灿烂的笑容：真的吗？谢谢你。里奥看着远方：我会救你的，莲。是的，里奥，请救救我。1年后，里奥成功完成了训练，我也终于从马明哥的狩猎课上毕业了。舒伦莎拉着马明哥的手说道：如果我能成为伟大的妖精，那都要多亏了马明哥老师。马明哥温和地回应道：你真的很努力，明天好好准备，后天你就要开始独自狩猎了。你应该也感受到了大家对你的关注吧？舒伦莎点头应道：是的。马明哥停下脚步问道：你真的没问题吗？我有点担心。舒伦莎自信地回应道：当然没问题，如果遇到喜欢的人，我会和他们交朋友，否则就断绝往来。马明哥继续叮嘱道：妖精和人类之间是有规则的，所以不用担心。但在乌兰，有很多疯子会无视规则，有些妖精不通过协会就私自与人类签订契约，他们根本不在乎协会的想法。即使你让他们退后，有些人还是会纠缠不休，会有各种各样的流氓聚集在你身边，试图接近你。你真的会没事吗？雷米从背后抱住舒伦莎：在你狩猎的时候变身成另一个人类怎么样？马明哥说道：即便他变了样子，只要他让花朵绽放，大家还是会认出他。雷米笑着说道：但在你使用力量前，你可以更自在的到处走走，这样能减少一半麻烦。我们的舒伦莎太可爱了，让人忍不住盯着看。马明哥点头回应道：确实有道理，在村子里走动也会更方便。雷米凑近问道：你觉得呢？舒伦莎思考着回应道：我想先这样试试看，如果有人让我烦恼，或者那个办法行不通，我再尝试变身。我也很好奇人类会如何接近我。他握住两人的手说道：别担心，如果有人纠缠，我会跑得很快，而且我会告诉你们2个，你们会帮我赶走他们，对吧？马明哥温柔地抚摸舒伦莎的长发说道：那是当然。舒伦莎开心地回应道：谢谢你马明哥，还有雷米。马明哥看着他感叹道：只是说了几句话，你就变得这么有干劲，不过还是提前准备吧，我会介绍一个可以借给你面孔的人。舒伦莎好奇地问道：真的有人愿意借出他们的脸吗？雷米解释道：在我们代理处有专门负责借脸的员工，有很多妖精都会借用他们的面孔，你就放心使用吧。雷米拉着舒伦莎的手说道：记得那个想以你的花为主题制作周边的人吗？舒伦莎点头应道：记得。雷米继续说道：他们想见见你可以吗？舒伦莎回应道：没问题。马明哥推开门问道：那个人是诺瓦女士吧？雷米惊讶地问道：你怎么知道？马明哥走进屋内说道：只是直觉，老板最近提到要去见他。舒伦莎若有所思：他和贝里兰先生关系很好吗？他们也是贝里兰的朋友吗？马明哥拿出一张画纸说道：这张画就是他画的。舒伦莎看着画纸惊叹道：啊，我真的很喜欢这幅画。马明哥微笑着说道：他喜欢你的花，你喜欢他的画，听起来很合拍。雷米转头问道：对了，舒伦莎，后天下午2、3点左右，你能过来一下吗？舒伦莎拿着画纸回应道：我想可以。怎么了？
雷米神秘地笑了笑，舒伦莎有些疑惑。伴随着礼炮声，舒伦莎戴上了派对帽，祝贺舒伦莎的第一次。舒伦莎坐在蛋糕前，马明哥和雷米围在桌边，众人齐声喊道：“舒伦莎，祝贺你第一次正式狩猎！”舒伦莎开心地转了一圈，这是花之妖精弗罗拉送的吗？太漂亮了，谢谢大家。雷米微笑着回应道：“你喜欢就好。”舒伦莎，贝里兰飞到中间说道：“好了，现在互相打个招呼吧。”舒伦莎有些疑惑，一个身影走近说道：“你好，小妖精。”舒伦莎抬头看去，来人优雅的行礼说道：“我的名字是诺瓦诺克斯，是一名画家，请叫我诺娃。”舒伦莎看着眼前的女性，哇，真是个华丽的人。等我以后去到外面的世界，也要找一个最适合里奥的风格。舒伦莎双手合十笑道：“我是艾森·舒伦莎，是一只花妖精，请叫我舒伦莎。”诺娃微笑着说道：“很高兴见到你，祝贺你第一次独自狩猎，也谢谢你接受我的提议。”舒伦莎连连摆手回应道：“不是我该谢谢你，这么好的提议，即便坏人搜刮了所有核心，只要我能持续提供欧姆，里奥就能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变强，钱越多越好。”舒伦莎有些紧张地回应道：“你出生在南方的拉托尼亚，对吧？”诺娃若有所思地说道：“是的，拉托尼亚确实温暖肥沃，很适合花妖精出生，但我没想到你出生在那里。听说了你花的特性后，我以为它开在北方边境。如果你说你来自乌兰，我也会相信的。”舒伦莎勉强笑道：“是的，他的洞察力真敏锐，我必须小心点。”诺娃看着他问道：“你会继续住在乌兰吗？”舒伦莎点头应道：“是的，除非发生什么大事。”诺娃轻声笑道：“那我也得住在乌兰了，不是吗？”舒伦莎惊讶地问道：“你要因为我住在乌兰吗？是为了生意吗？”诺娃理所当然地回应道：“当然了，要把你的花转化成画作，需要很多时间。你觉得需要多久？”诺娃拖着下巴思考道：“至少1年，也许是一辈子。”诺娃看着舒伦莎说道：“说实话，这份商业提议只是为了能画你的花。我首先是个画家，第一次见到你的花时，灵感几乎要撑破我的心脏。艺术家留在想画的对象身边是理所当然的事。我想在花开的地方自由作画。”诺娃眼神炽热地继续说道：“是的，我来乌兰是为了画你的花，生意只是个借口。但现在，作为妖精的你，给了我更大的灵感。我想画你，你愿意允许吗？”舒伦莎愣在原地。“是的，我很愿意。”诺娃，我真的很喜欢你的画。诺娃有些惊讶地问道：“哦，你以前见过我的画吗？”舒伦莎点头应道：“我每天都会看，就在贝里面包店的名片上。”他指着名片上的花卉图案，那是诺娃的作品。雷米昨天带来了你的作品，因为很喜欢那张名片，我发现这些素描是我的最爱。诺娃有些惊喜地问道：“真的吗？你最喜欢素描？”舒伦莎拿出一张素描画，画中人神情温柔。“谢谢你，作为回礼，我也要送你一份礼物。”诺娃接过礼物回应道：“天哪，非常感谢。”他看着舒伦莎继续说道：“听说你想赚很多钱，接受我的提议，你绝不会后悔，因为我对生意也是认真的。”舒伦莎有些不安地问道：“真的能卖出去吗？”诺娃自信地回应道：“当然，你的花已经是全球热点，只要以它为主题，无论做什么都会疯抢。”舒伦莎惊讶地问道：“真的吗？”诺娃展示着粉色的周边构想，笔记本、雨伞，还有杯子。当然，未来还会有更多人为了生意来找你。雷米吃着甜点补充道：“没错，甚至连我们的制作工会都在盯着你的粉色花朵。迪亚也对此十分关注，他们想制作花朵主题的珠宝，听说很快就会提出正式合同。”舒伦莎有些局促地回应道：“我没意见，但我不确定这些能全部交给你处理吗？”雷米笑着回应道：“没问题，让我来展示一下代理人的能力。”舒伦莎看着雷米：“谢谢你，雷米。”迪亚端着酒杯说道：“粉红，我也会在制作工会那边帮你打通关系的。”舒伦莎轻声呼唤道：“迪亚。”诺娃自信地承诺道：“我会让你从现在起就在金币里洗澡。”他紧紧握住诺娃的手说道：“听起来太棒了，诺娃，我也很期待能和你一起工作。”雷米看着契约说道：“既然签好了契约，舒伦莎，我来介绍你要借用脸的人。”他们刚到，雷米走上前说道：“你好，小精灵。”舒伦莎疑惑地问道：“朱莉和朱棣走上前，朱莉说道：“我是朱莉。”朱棣接着说道：“我是朱棣，请叫我们朱莉和朱棣。”朱莉说道：“我负责外勤。”朱棣说道：“我负责内勤。”舒伦莎笑着回应道：“谢谢你们，我会好好使用的。”雷米看向舒伦莎说道：“我有点担心你独自狩猎，所以想准备一点安全措施，让朱莉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远距离跟着你，如何？就像你独自狩猎一样，只有出事时她才会现身，因为你借用了我们的脸，到时会有2个长相相同的人，但朱莉有双胞胎姐妹朱棣，所以这并不会显得奇怪。”朱棣点头说道：“是的，我也会在附近狩猎或训练。”迪亚飞在空中说道：“平时因为工作没时间训练，但如果跟着舒伦莎，我就能随心所欲的训练了。”舒伦莎笑着回应道：“谢谢你，那就拜托你了。”迪亚飞到近前叮嘱道：“我已经警告过所有人了，如果有人敢无视警告欺负你，一定要记住他们的长相，我会给他们一点教训。”舒伦莎点头说道：“谢谢你，迪亚。”马明哥在柜台后转身说道：“谈话结束了吧？蛋糕来了。”舒伦莎看着盘子：“这是什么？”盘子里放着一坨深紫色且形状诡异的物体。马明哥介绍道：“这是丑陋末日蛋糕，这是末日猎人们在重要狩猎前吃的传统蛋糕，看起来很像末日史莱姆吧？你要用勺子不停地摇起来，就像在撕碎末日一样。”舒伦莎握紧勺子，用力插进蛋糕里。舒伦莎吃着蛋糕说道：“真好吃。”马明哥在一旁说道：“不用担心，这是用浓郁黑巧克力做的，
众人齐声喊道：“舒伦莎，加油！”迪亚笑着说道：“为了舒伦莎灿烂的未来，再吃一口吧。”舒伦莎看着大家说道：“谢谢大家，我会努力的。”画面转到荒凉的末日领域一级区域，舒伦莎独自站在荒野。首先，让花朵绽放，固定住目标，黑色花藤缠绕住影子怪物。第二步，用力握紧，吸收末日能量。这种方法能节省生命力，让我狩猎更久，既安全又有效。但是，舒伦莎伸出手，触碰怪物的胸口。舒伦莎被怪物击退，捂着胸口喊道：“好痛！”没关系，为了在这里变强，我必须用身体去战斗。我不想再看到里奥脸上露出那种表情。面对近身战，我不会躲避，我要正面迎击。草木必须忍受风雨，才能长得坚韧强壮。温室里娇生惯养的花，环境一变就会枯萎，但顽强破土而出的草，绝不会轻易凋零。我要成为那种坚强的花。舒伦莎眼神坚定，伸手抓住怪物的脖子，因为我不想再看到里奥脸上露出那种表情。我要让他充满生机。舒伦莎爆发出力量，为了达成目标，我会变得比任何人都要强，化作我的养分吧。怪物消散，一颗核心掉落在地，舒伦莎瘫坐在地上。哈，真的好累，去狩猎普通等级的敌人还是太危险且效率低了。舒伦莎捡起核心，太小了，难道我现在只能对付幻影等级吗？舒伦莎飞到里奥的面前说道：“里奥，我回来了。”里奥坐在地上回应道：“欢迎回来，莲。”舒伦莎递出花朵说道：“给你。”花。舒伦莎张开双臂，展示出收集到的核心，说道：“还有这个，这是我努力收集到的核心。虽然因为没能打败比幻影更强的怪物，所以核心很小。”里奥接过花，笑着说道：“谢谢你，莲，只要是你送的我都喜欢。”舒伦莎看着他说道：“独自留在这里一定很辛苦吧？”里奥轻轻摇头：“一点也不辛苦。你呢？”舒伦莎回应道：“训练和狩猎让我精疲力竭，但我感到很自豪。今天我和幻影肉搏了，还被打了几下。”里奥猛地凑近问道：“被打到了？疼得厉害吗？”舒伦莎笑着摆手道：“我已经用生命力治好了，现在一点也不疼。”里奥低声问道：“被打的时候真的很疼吗？”舒伦莎点头说道：“我都疼得流眼泪了。”舒伦莎疑惑地问道：“你在想什么？”里奥眼神冰冷地说道：“我想把那个幻影碎尸万段。”舒伦莎轻声说道：“你看起来真的很生气。”里奥愣住问道：“我是在生气吗？”舒伦莎肯定地回答道：“是的，你非常生气。你现在是什么感觉？试着描述一下。”里奥捂住胸口说道：“我的头和心脏都在狂跳，无法呼吸，身体像起火了一样。”舒伦莎摸着他的手说道：“感觉很烫吗？可你的身体摸起来很冰凉。”里奥困惑地回应道：“冰凉？我觉得自己在燃烧，但如果你说我冷，那我大概就是冷的。也许我的脑子坏掉了。”舒伦莎敲了一下伦的头说道：“别这么说，你的脑袋完全没问题。我今天已经狠狠教训了那些打我的家伙。我们是朋友对吧？”里奥低声回应道：“是的。”舒伦莎凑近他说道：“我们做什么都在一起，对吧？”里奥看着他回应道：“是的，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对吧？”舒伦莎点头回应道：“是的，所以我惩罚他们，就等同于你在惩罚他们。既然我打碎了那些幻影，就相当于你打碎了他们。”里奥露出笑容说道：“我明白了，我现在感觉好多了。”舒伦莎松了一口气说道：“那就好，如果我先用花攻击，就不会被打到了。但我是在练习近战时受伤的，在我能熟练战斗之前，可能还会经常受伤，所以别每次看到我受伤就那么生气，这会让你很难受的。”里奥担忧地问道：“你真的必须练习近战吗？”舒伦莎挥动拳头说道：“是的，我之前说过，我想打败那些坏人。如果遇到突发状况，我却不会近身战斗，那简直是场灾难。即使你不喜欢，我也必须这么做。就算我被打到了，我也会10倍报复回去，明白了吗？”里奥回应道：“是的。”舒伦莎笑着说道：“我今天见到了很多新面孔，等你以后出去了，肯定也会遇到很多人的。外面有很多好人，不全是那些坏蛋。我们一起出去交很多朋友吧。”里奥微笑着回应道：“好啊，我也想和你的朋友们做朋友。”舒伦莎愣了一下说道：“真的吗？那我会把他们都介绍给你，即便不是我的朋友，只要是你喜欢的精灵或人类，都不要犹豫，去和他们交朋友吧。我想把里奥据为己有，但比起这个，我更想看到他自由的与其他人相处。我会放下自私的占有欲，只要能成为你最喜欢的精灵，我就心满意足了。”里奥说道：“不过我还是挺喜欢你的朋友。”舒伦莎回应道：“随你高兴，让我们花点时间慢慢整理这些感情吧。我曾害怕，除了我之外，你还会看向其他的花朵。我真是个极度心强的植物，难道鲜花的芬芳会比我的香气更让你愉悦吗？”里奥看着远方说道：“我想离开这里。”舒伦莎靠在他肩头说道：“我也是，等我离开的时候，我想一直陪在你身边。”舒伦莎握住里奥的手说道：“我也是，我会紧紧跟着你，保证没有任何人能伤害你。”舒伦莎惊讶地问道：“啊？”里奥盯着他的眼睛说道：“如果有人敢伤害里奥握紧双手回应道：“我会把他们全部碾碎，这样可以吗？”舒伦莎看着满地繁花，看来还要再等一段时间，才能让你看到其他的花，再多等一小会儿吧。而且他现在还只属于我，我还没准备好让他看到其他的花朵。”一位冒险者看向舒伦莎说道：“你好，舒伦莎，我听过很多关于你的传闻，我是你的粉丝，可以给我签个名吗？你为什么一个人？要不要一起狩猎？我想成为你的契约者，请接受我吧。”舒伦莎笑着回答：“抱歉，我现在不签合同。”每次这样拒绝他们，我都觉得很内疚。舒伦莎冲向黑影，舍身撞击，怪物消散在空中，留下一枚晶石。既然已经不用再对付幻影，就没必要留在一级区域了。马明哥走近轻声说道：“
舒伦夏，平民知道，对于刚进入地级区域的猎人，他们是容易得手的猎物，所以这些家伙常潜伏在区域入口附近，有时会在猎人进入瞬间发动攻击。这就是为什么地级区域狩猎初期伤亡率最高的地方就在入口。所以在地级区域狩猎初期，我真心建议加入团队。舒伦莎捏住晶石，我已经准备好前往下一个区域了，是不是该听听老师的建议？舒伦莎来到集市，看着墙上密密麻麻的告示，但是该怎么选择合适的人呢？这里贴了这么多传单。舒伦莎看向远处，啊，那些人不是之前见过的吗？德里克被着重剑走近说道：“你好，舒伦莎，我只是想过来打个招呼，顺便问问能不能从你那里得到一朵花。”舒伦莎挥手说道：“你好，克洛伊。”德里克。克洛伊惊讶地喊道：“哇，舒伦夏！”克洛伊拉住舒伦夏的手，很高兴在营地见到你，你很久没来了，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舒伦夏微笑着问道：“你们两个今天也要去地级区域吗？如果我加入你们，可以吗？”克洛伊惊讶地问道：“你真的想和我们一起去？”舒伦夏点头回应道：“是的，一个人去地级区域太危险，这是我第一次组队狩猎，所以想和你们一起，可以吗？”德里克爽快地说道：“当然了，我们很乐意你加入。”舒伦夏低头说道：“谢谢你们。”克洛伊走在路上问道：“舒伦夏，你知道猎人小队通常分为5种职业吗？”舒伦夏回应道：“是的，我知道。坦克负责吸引敌人注意并挡住攻击，近战输出负责贴身战斗支援坦克，远程输出专注于远距离攻击，增益师提供各种强化并削弱敌人，还有能治疗伤口或减轻污染的治疗师。”舒伦夏陷入沉思，现在想来，什么角色最适合我？既然德里克是坦克，克洛伊是远程输出，那我是不是该选除了这2个之外的职业？克洛伊看着舒伦夏说道：“做你想做的吧。”舒伦夏，虽然我不完全了解你的力量，但我觉得你做哪行都会很出色。舒伦夏陷入沉思，那么我们是不是该再找一个进展？舒伦夏抬起头说道：“那我就当远程输出或者增益师吧，我会尽全力的。”街道上挤满了冒险者，天哪，我也想加入，请让我加入吧，请带上我。克洛伊指着人群说道：“我觉得你很完美。”格伦指着自己惊讶地问道：“我？”德里克点头回应道：“没错，就是你，格伦。”格伦走上前说道：“谢谢你选择我。”舒伦夏惊喜地喊道：“格伦，我以前在野外隐蔽处见过你在萤火旁做饭。”格伦有些感动地回应道：“我们好几个月没说话了，你竟然还记得我，真是荣幸。其实我是一名厨师，最近在乌兰开了一家餐厅，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希望你们以后能来光顾。我们营业到午餐时间。”克洛伊看向舒伦夏说道：“格伦的厨艺非常棒，舒伦夏，你一定要去尝尝格伦做的牛肉炖菜，放了很多新鲜蔬菜，简直是杰作，连我的孩子都很喜欢。”格伦笑着回应道：“克洛伊，很高兴你的家人成了我的常客，我想我今天被选中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德里克整理好装备说道：“既然队伍已经集齐了，那我们就出发吧。”舒伦夏露出灿烂的笑容，大声回应道：“好！”众人来到地级区域末日领地，德里克率先冲向怪物，挥动重剑挡住攻击。他回头喊道：“舒伦夏，请按照你喜欢的方式，尽管发起攻击吧，我们会配合你的。”克洛伊拉开长弓说道：“这些怪物全都盯着你一个人看，是因为你是精灵吗？”德里克咬紧牙关，死死抵住怪物的利爪。克洛伊皱起眉头说道：“我以前从未见过。”德里克的挑衅技能失效。舒伦夏看着四周的怪物，如果我是一个人来，瞬间就会被包围，那样的话会非常危险。就像老师说的那样，在能够轻松挡住或者躲避这些怪物之前，我别无选择，只能和别人一起行动。舒伦夏握紧法杖，指向前方。德里克举起盾牌，死死挡住怪物的冲击。一朵粉色花朵在怪物群中绽放，伴随着剧烈的爆炸，怪物瞬间被消灭。舒伦夏愣在原地，原本只是想减慢他的速度，但他比我想象中要弱。克洛伊走过来赞叹道：“你太棒了，舒伦夏！难道是我变强了？以前即便开了30朵花也没什么问题，现在才开了几朵，怪物就支撑不住了。看他挣扎的样子，也许只要3朵花就够了。”怪物消散在花丛中，留下一枚闪烁的晶石。舒伦夏挥动法杖，光芒瞬间贯穿怪物。我很满意，从30朵花减到3朵，这意味着从今年年初开始，我已经变强了10倍。如果算上我能绽放的最大花朵数量，我甚至变得更强了。我现在一次可以绽放500朵。舒伦夏看向前方喊道：“不好意思，德里克，能为我留下一个吗？”德里克挥剑回应道：“当然可以。”舒伦夏微笑着说道：“谢谢你。如果我能承受住爆发攻击，我也可以独自解决那些普通的怪物。这一次他们会瞄准哪里？我还有可以被攻击的弱点吗？”他伸出手，指尖轻轻触碰黑色表面，地面突然剧烈震动。舒伦夏睁大眼睛，身体不由自主的颤抖。一个低沉的声音响起：“你其实想占有他，对吧？”舒伦夏愣在原地。什么？你希望他只留在你身边？你希望他只对你一个人微笑？因为里奥只认识你，即便他走向世界，你也想让他留在你手中？你希望他除了你之外不认识任何花朵？舒伦夏反驳道：“不是那样的。”阴影继续诱惑道：“那为什么你还没让他见过别的花？别再压抑了，诚实面对你的感情吧。带走他，夺走他的生活，让他只能在你身边感受到幸福。你可以做到的。”舒伦夏轻声回应道：“是的，我可以。里奥除了我之外谁也不认识，他崇拜我。当他看着我时，眼中满溢着爱意，他想让我占有他。如果我告诉他永远属于我，他会幸福的笑着答应。如果我真的想，我现在就能把里奥据为己有。”黑色触手爬上舒伦夏的手臂。“那你还在等什么？带走他！”
诅咒他，让他如果离开你，就会变得痛苦不堪。精灵的本能可没那么容易被压抑，但是别太荒谬了。我拒绝成为束缚他的另一条锁链，我只是暂时推迟了时间，但我会帮助里奥，让他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他亲眼看到各种花朵盛开的那一天终会到来，给我粉碎吧。克洛伊急忙跑过来问道：“舒伦夏，你没事吧？”舒伦夏微笑着回应道：“当然没事。”克洛伊松了一口气说道：“刚才太紧张了，真担心你会受伤，现在总算放心了。我以前听过传闻，也曾在远处看你战斗，但近距离观察真的令人敬畏。”舒伦夏有些得意地说道：“我的花朵们是不是很漂亮？”德里克看着满地晶石说道：“我们狩猎时间并不长，却得到了这么多核心，而且品质都非常出色。比起这些核心，我从未在地级区域经历过如此顺畅的狩猎。你比传闻中更令人惊叹。”舒伦夏看着两人问道：“你们愿意继续和我一起在地级区域狩猎一段时间吗？”克洛伊惊喜地喊道：“真的可以吗？”舒伦夏点头回应道：“当然可以。”克洛伊开心地说道：“谢谢你，那我们一起加油吧。”克洛伊看着舒伦夏问道：“既然你现在开始组队了，我想问问，你很快会寻找契约者吗？”舒伦夏回应道：“不，几年内都不会。”克洛伊有些紧张地说道：“那么，如果你以后开始接受契约，能不能考虑一下我？我知道我现在的实力还远不如你身边的人，但我会努力变得更强，成为配得上你名字的人。”德里克急忙喊道：“等一下，如果这样问就有机会，那我也想要一个名额。”格伦也凑过来喊道：“请也带上我。”舒伦夏看着大家说道：“我之所以先找克洛伊和德里克，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你们，还有格伦。如果我们以后还能再见面，那就约好在那时签订契约吧。”舒伦莎捧着花束说道：“里奥，快看这个，这是花束，你以前经常在画里看到吧？你觉得怎么样？”里奥看着花束回应道：“看起来很新鲜。”舒伦莎有些愣住：“就这样吗？”里奥盯着花束说道：“红色、紫色、黄色、蓝色，还有绿色。”舒伦莎低头看着花束：“我特意从弗罗拉花店选了最受欢迎的花，难道不漂亮吗？”里奥看着他说道：“漂亮的是你。”舒伦莎愣在原地，难道他已经知道舒伦莎等于仙女，所以觉得舒伦莎等于漂亮吗？里奥继续说道：“我知道，所以对我来说，唯一漂亮的就是你。”舒伦莎有些不知所措：“是吗？”里奥注视着他说道：“这是我第一次见你拿着花，这是全宇宙最漂亮的画面。”舒伦莎红了脸回应道：“谢谢你。”里奥看着手中的花束说道：“现在我也喜欢这些花了。”舒伦莎问道：“怎么突然变了？看第二眼就改变主意了吗？”里奥看着花丛说道：“我喜欢莲的朋友们，因为他们对你很好，所以我喜欢他们。花也是一样，他们展现了你新的一面，所以我很喜欢。如果这能帮到你，如果是属于你的东西，那我就会喜欢。”舒伦莎满脸通红，说：“认真的，谁能受得了这种人啊？”在这个世界，由于起源与毁灭的权力斗争，每隔2年，全宇宙都会出现特殊的天气现象。在起源占据主导地位期间，会降下名为精灵雨的妖精之滴；而在毁灭占据主导时，当两者势力均衡，就会变成危险的生死之塔。在我出生2年后的第13个月，我经历了第一次毁灭龙卷风，而里奥已经经历了3次。但令人惊讶的是，现在竟然什么都没发生，是因为我们第一次待在一起，所以我太担心了吗？舒伦莎，不要太得意忘形。我们的第13号审判星是一个巨大的星球，毁灭领域广阔而强大，毁灭龙卷风也极其剧烈。这个星球花了10年才建成，正因为人们喜欢大星球，毁灭力量也垂涎这里，所以这里非常危险，绝对不要低估这个星球的毁灭龙卷风。舒伦莎看着里奥：“我不能丢下里奥独自去外面。”雷米对此非常坚持，如果情况变得太危险，我可以逃往妖精之心，但里奥不行，因为坏人们一直盯着他，他不能说话，不能吃蛋糕。虚空中传来低语：“你能听到我吗？”舒伦莎猛地睁开眼，这是什么声音？不是那些坏人的声音。里奥，你刚才有没有听到有人问我们能不能听到他们？里奥摇了摇头，真奇怪，难道是我听错了？虚空中的声音再次响起：“你能听到我对吧？难道是毁灭？也许是因为毁灭龙卷风。”牢房门被缓缓推开，维兹，快出来！几名穿着斗篷的卫兵走进牢房，带走了里奥。其中一人说道：“看来今天我们不去气区了。”舒伦莎躲在暗处观察，他们要带他去哪？一道紫色的光芒在牢房中绽放，那是传送门。难道他们要把他带到外面去？在这种毁灭龙卷风肆虐的时候，侍从看着传送门说道：“好了，维兹，现在是真正的战斗了。”强光闪过，他被传送到了荒芜之地。这是什么地方？毁灭领域。舒伦莎看着远处的龙卷风，这是什么等级？如果是真的毁灭领域，意味着里奥今天要在这里战斗吗？我能看到好几个毁灭龙卷风，这至少是 C 级。舒伦莎躲在里奥身后，不，竟然是 C 级以上。无论里奥有多强，他们竟然让一个从未狩猎过的人去对抗4级毁灭怪物。锁链声响起，黑影伸出手按住里奥的头，挡住他。里奥被锁链死死缠绕，半跪在地上。如果情况变得太危险，他们会……里奥站在荒野中，舒伦莎躲在他肩头，在监狱里更像是一种监视，至少他们没有抛弃里奥。前方传来低沉的声音：“你来了。”随从们恭敬地跪下说道：“参见乌兰领主。”德夫立刻出现在光芒中，舒伦莎惊恐地捂住嘴：“乌兰领主，德夫立克，穆塞尔。”随从低头问道：“我们已按要求带他过来，真的没问题吗？”德夫立克冷冷地回应道：“如果你没有伪造报告，那就足够了。”他看向前方的怪物，怪物甚至没有看眼前的敌人，而是在盯着领主。随从疑惑地问道：“是因为感受到了您压倒性的存在感吗？”
德芙立刻皱起眉头说道：“奇怪，当部下感受到强大的灵魂，通常会变得凶猛，但这一只并不凶猛，它充满了贪婪，就像发现了一只美味的妖精。”德芙立刻突然沉默，也许是毁灭龙卷风也干扰了他们。舒伦莎躲在里奥发间，身体不停颤抖，随从看向德芙立刻说道：“领主大人，您很久没见到维兹了，要进行正式问候吗？”德芙立刻冷冷地回应道：“以后再说，先让我看看他的训练结果。”明白了。他转头大声下令：“维兹，攻击那个毁灭怪物！”里奥回应道：“是。”里奥身上爆发出强光，锁链在空中剧烈震动，他猛地跃起，挥动沉重的铁链，将巨大的怪物瞬间击碎，鲜血溅在里奥脸上。他眼神冰冷地看向前方。德芙立刻看着这一幕，说道：“那个怪物。”舒伦莎担忧地看着他：“里奥，你还好吗？”德芙立刻走上前，看着满身血迹的里奥。舒伦莎飞到里奥身边：“你没事吧？”德芙立刻沉默地注视着，眼神中透出一丝阴冷。维兹跪下，一股恐怖的威压瞬间席卷四周。舒伦莎痛苦地捂住胸口，这是什么？这种压倒性的力量！更重要的是，我竟然在害怕一个只有一个灵魂环的人。德芙立刻迈步走向里奥：“你怎么了？刚才你的眼睛好像在发光。”侍从疑惑地问道：“发光？”德芙立刻继续说道：“是的，那是带有情感的人才会发出的光芒。也许是我的错觉，我一定是太累了。”侍从在一旁回应道：“这很正常，你刚刚击败了一整个毁灭圆环。”舒伦莎猛地转头看向德芙立克：“那个混蛋！”侍从盯着里奥问道：“你觉得维兹怎么样？”德芙立克看着里奥说道：“太棒了，老实说，这很令人惊讶。现在的成果已经很感人，但还有8年时间，我会更加严厉地逼迫他。”随从低头回应道：“明白了，已经不需要派守卫去盯着维兹的房间了。以他现在的水平，即使毁灭龙卷风袭来，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让他独自待着，反而能帮他发挥全部潜力。”牢房内光线昏暗，舒伦莎瘫坐在地上。里奥轻声问道：“莲，你还好吗？”舒伦莎咬着牙回应道：“不好，一点也不好，我气得快要疯了。”泪水从他眼角滑落，我受不了了，我需要出去待一会儿。他起身想要离开，里奥紧紧抓着他说道：“莲，求你了，不要走，都是我的错，请原谅我。”里奥双膝跪地，锁链发出沉重的响声。舒伦莎急忙喊道：“不要对我下跪，不要向我求饶，你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向我道歉？”里奥流着泪问道：“那我该怎么做？”舒伦莎看着他说道：“里奥，不，对不起，我是在生自己的气，却把气撒在你身上。”里奥困惑地问道：“你为什么要生自己，还有领主大人的气？”舒伦莎紧紧抱住他说道：“我生自己的气，是因为我发现我没能控制好情绪；我生领主的气，是因为他把你当成无关紧要的东西对待。里奥，当你去外面的时候，永远不要向任何人下跪，我会确保你永远不必下跪。”里奥抬头问道：“即使是对你，我也不该下跪吗？”舒伦莎回应道：“是的。”里奥轻声问道：“为什么？”“我喜欢跪着仰望你。”舒伦莎愣住了。里奥继续说道：“当你低头看我的时候，你的脸很可爱，待在你的影子里感觉很舒服。但要做到这一点，我必须在你下面。”舒伦莎看着他说道：“还有另一种办法。”里奥疑惑地问道：“什么办法？”舒伦莎拉起他的手说道：“把手放在我大腿下，把我抱起来。”里奥依言将他抱起。舒伦莎微笑着说道：“看吧，现在你不必下跪，也能仰望我了。流了这么多眼泪，你还能看清东西吗？”里奥说道：“我喜欢这样抱着你，但我还是想下跪，我想那样做。”舒伦莎无奈地笑道：“你这个固执的小家伙，随你便吧，我一定很重，把我放下来吧。”里奥紧紧抱住他回应道：“你一点也不重，莲，请不要离开我。”舒伦莎看着里奥说道：“你太酷了，里奥。”里奥回应道：“怪物只盯着你莲。”舒伦莎无奈地说道：“他们总是那样，对妖精疯狂。”里奥严肃地说道：“从现在起，你必须待在房间里。”舒伦莎大声喊道：“不，让我跟你一起去，别丢下我。”舒伦莎拉紧丝带说道：“大功告成，真的很漂亮，不愧是我。我有点担心没能和里奥一起去，但城主还没回来，他应该没问题。”舒伦莎按住礼盒：“啊，总有一天我要粉碎那个家伙。”虚空中传来声音：“你能听到我吗？”舒伦莎皱起眉头，又来了。神秘声音再次响起：“你能听到我吧？回答我。”正当我为那天的事感到糟糕透顶时，真是好时机。他对着虚空喊道：“是的，我能听到你。那又怎样？我可能打不过城主，但对付你绝对没问题。”神秘声音回应道：“果然如我所料，如果你想从愤怒中获得解脱，就来找我吧，我就在你的下方。”舒伦莎愣在原地：“什么？在我下方？”神秘声音肯定道：“没错，下来吧，到下面来。”舒伦莎陷入沉思。厄运在诱导他人时，通常会指明方向，为了将人杀害，会诱导至悬崖或陷阱，或者是高阶厄运傀儡，为了某种目的挑衅他人靠近。这很奇怪，对方似乎没有敌意，也不像要杀我或者感染我。声音听起来太冷静了，理智的不像厄运。而且里奥的房间就在最深层的地牢。舒伦莎看向脚下，那么地牢之下还能有什么？他是乘着厄运龙卷风来到这里的吗？还是一直就在这里？舒伦莎看着四周，为什么他只对我说话？他穿过黑暗，落在巨大的锁链前。艾弗斯低声说道：“我们终于见面了，靠近点，让我们谈谈。”100年前，地下乌兰深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厄运迷宫，核心是无属性妖精尤拉，她变成了邪灵，成为了一级厄运。而眼前的怪物正是魔族指挥官艾弗斯。舒伦莎颤抖着问道：“你是艾弗斯？”艾弗斯吐出信子：“没错，眼前的怪物就是给乌兰带来黑暗时代的元凶。”舒伦莎后退一步问道：“不可能，你应该被封印了，怎么会醒着？”艾弗斯缓缓说道：“
我通常在沉睡，但有时会恢复意识，尤其是当厄运变得更强的时候。在厄运龙卷风期间，我会完全清醒。舒伦莎咬紧牙关说道：“那恭喜你了。所以你为什么要叫我？”艾弗斯低声说道：“不靠近点吗？我不会咬你的，我是认真的。吃掉你这种小草，味道会太苦了。”舒伦莎叹了口气说道：“别浪费时间说废话。”艾弗斯睁开红眼说道：“你想和那个男孩一起逃离这座监狱，不是吗？而我会帮你，我是这迷宫的主宰，也是这监狱之母。我了解这里的一切，甚至能改变迷宫结构。如果不是因为封印，我本可以将迷宫带到地面上去，真是遗憾。”舒伦莎握紧拳头问道：“你为什么要帮我？你想要什么回报？是想让我解除封印吗？”艾弗斯大笑起来说道：“你真有意思。即使身为指挥官，我也无法解开尤拉的封印。你觉得我会要求你在避开守卫监视时去解开它吗？你这傲慢的小妖精，你什么都做不了。看看你现在的样子，空有特殊天赋，却如此自命不凡。”舒伦莎咬紧牙关，艾弗斯冷冷地说道：“认清你的地位，我只是单纯想让那些虫子不痛快。那些家伙封印了我，就以为拥有了迷宫。如果你带走那个男孩，就会毁掉他们筹备已久的计划，难道不令人兴奋吗？你知道他们在计划什么吗？我每次醒来都能听到很多事，我知道的比你多得多。没错，我也很了解那个男孩，我从他出生起就一直在注视着他。”舒伦莎冷淡地回应道：“那又怎样？”艾弗斯吐出信子说道：“真是无趣的反应。无论如何，我知道在计划末期他们会对他做什么。”舒伦莎攥紧拳头说道：“我也知道，他们想把他变成武器。”艾弗斯反驳道：“那确实是他们的目标，但我说的是最终程序。”舒伦莎疑惑地问道：“什么最终程序？”艾弗斯低声说道：“他们会强迫那个男孩与我签订契约，这样他就能通过属性使用我的灵魂技能。毕竟我的属性非常稀有且有用。”舒伦莎震惊地说道：“这不可能，他只是个普通人类，让他们和邪灵契约，他会变成厄运的。”艾弗斯冷冷地回应道：“根据他们的理论，他不会变成厄运，毕竟他经历过无数次的手术。他也不会拒绝，因为他没有自我。他们把他关在底层，就是为了让他适应我的能量。”舒伦莎追问答：“他们什么时候会进行契约？你不会配合的，对吧？”艾弗斯大笑起来说道：“我为什么要拒绝？我根本没打算拒绝，所以你必须带走他，在他们提出契约前带他逃离这里。让我看看，根据我听到的消息，你还有7年时间。”舒伦莎瘫坐在地上，艾弗斯继续说道：“虽然可能会更早，在过去的1年里，他们已经确认了他那空前的天赋。”舒伦莎抬头问道：“你就不能拒绝吗？那样就能毁掉计划，你为什么不拒绝？”艾弗斯冷笑着说道：“真是太可笑了，那些傲慢又愚蠢的家伙，竟然觉得他和我契约不会变成厄运。一旦我签订契约，我会竭尽全力将他彻底转化为厄运，难道不比拒绝更有趣？看着你那可爱的脸庞因绝望而扭曲，也会非常有趣。”舒伦莎低头攥紧裙角，艾弗斯继续说道：“如果你不想那样，就必须逃走。目前我打算帮你，因为这会更有乐子。”舒伦莎抬起头喊道：“那你打算怎么帮我？快点告诉我，只要能救里奥，我会给你想要的所有乐趣。”艾弗斯盯着他说道：“果然如我所想，你虽然可怜，但很特别。在7年期限到达前，会有一个机会。”舒伦莎追问道：“什么机会？”艾弗斯回应道：“那是秘密，等时机成熟，你就会知道。”舒伦莎飞到锁链前说道：“我有一个请求，在那个机会到来前，请拒绝与里奥契约。”艾弗斯闭上眼说道：“我答应你，妖精之泪每6年才会出现一次。但这一次，他是第一个穿过黑暗来到我面前的人。如果你需要信息或帮助，就来找我，我会尽我所能帮你。”艾弗斯低声警告道：“即便如此，你还是得靠自己逃走。如果你失败了，你的小男孩将永远属于我。”舒伦莎回到地牢，用力抱住里奥。里奥轻声问道：“舒伦莎，你的身体好冷，你去哪了？我刚才很担心，因为我回来时你不在房间里。”舒伦莎靠在里奥肩头说道：“里奥，是，所以我们必须在7年时间到之前离开这里。”他捧起里奥的脸问道：“你想过得舒服点吗？”里奥果断地回应道：“不，对我来说，你是唯一的妖精。”舒伦莎眼中含着泪水说道：“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我会尽全力的。”舒伦莎亲吻里奥的脸颊说道：“里奥，这是第13个月的第13天，你的第一个厄运龙卷风日，生日快乐！谢谢你出生在这个世界上，这是给你的礼物。”里奥接过盒子，拿出一颗发光的石头。舒伦莎笑着说道：“这是我的第一颗妖精石，别只是看着，握住它。”里奥握紧石头说道：“我能感觉到你。”舒伦莎轻声回应道：“它很漂亮吧？我可是很努力才弄到的。”里奥，谢谢你活着，并且与我相遇，真的祝你生日快乐！时间来到703年1月1日，天空中绽放着烟花。迪亚跑向露台喊道：“舒伦莎，你没事真是太好了！你的第一个厄运龙卷风过得怎么样？一定很可怕吧？”舒伦莎回应道：“其实我没能真正感受到，我一直待在家里，没能亲眼看到，但气氛确实很奇怪。不知为何，我挺过来了。13号那天，我还和里奥一起吃了蛋糕。”迪亚感叹道：“你真了不起！好了，去见见同龄的朋友吧。谢谢你陪我这个老妖精聊天。”舒伦莎回应道：“谢谢你陪我玩乌兰剑。”一位女生问道：“那是他吗？”迪亚点头说道：“是的，如果你最后和他成了朋友，一定要对他好点。如果你敢欺负他，我会惩罚你的。”紫发男人走过来问道：“你真的很珍惜他？我没想过你会这么温柔。”绿发女人附和道：“对吧？我以为你最多照顾他1年。作为今年将成为尤拉的克劳迪亚，你觉得他能走多远？”迪亚笑出声说道：“很难说，也许能成为妖精领主。”深发男人回应道：“
什么？你在开玩笑吧？我其实也不太清楚。我的小妖精最近举动实在太反常了，我觉得他会在巴卡拉斯停下。拥有惊人属性的妖精通常只有2种未来，要么达到巅峰，要么因无法承受而崩溃。这一次，克劳迪亚将成为尤拉。总有一天，舒伦莎将成为妖精领主。红猫坐在长椅上，拨动吉他琴弦，歌声在街道回荡。我是盛开在黑暗的花，无论狂风如何肆虐，我都不会折断。即便身处愤怒风暴，我也能保护自己。我是吞噬黑暗并绽放光芒的花。舒伦莎睁开双眼，望向光芒深处。黑暗无法令我恐惧，我想要自由，想和心爱的朋友们自由地生活下去。如果有人威胁我和朋友们的自由，我会战斗到底。无论前方是怎样的黑暗风暴，虚无的黑暗可以被打破、被吞噬或被填满。红猫低头拨弄琴弦，花瓣在风中飘落。舒伦莎露出微笑，眼神变得坚定而纯粹的黑暗，只需要被珍惜。街道尽头，弗洛拉挥动左手臂。舒伦莎，好久不见了。舒伦莎扑进弗洛拉怀里，我也很想你。大家过得怎么样？弗洛拉在一旁无奈说道。有人忘了聚会时间，竟然在广场听音乐。舒伦莎不好意思地说道。抱歉了。雷米问道。我不知道你认识红猫，你们是怎么认识的？舒伦莎回忆着说道。去年我从田野回来时，偶然遇到了他，我们最近才成为朋友。雷米有些惊讶地回应道。真的吗？这太让人意外了，你可不是那种会随便让人接近的人。舒伦莎愣了一下说道。是他先主动找我，想和我做朋友的，他肯定很喜欢我。雷米拎起茶壶，往杯子里倒茶说道。那红猫刚才唱的歌，肯定也是关于你的吧？我是盛开在黑暗的花。舒伦莎羞红了脸，捂住耳朵喊道。雷米笑着调侃道。那首歌真的很好听。舒伦莎放下手，问道。总之，大家最近过得好吗？雷米问道。你们觉得呢？我们整天都待在室内。弗洛拉放下茶杯说道。今年的末日龙卷风确实非常剧烈。雷米说道。没错，整个第13个月我都在担心你们。舒伦莎惊讶地问道。真的吗？当时有多可怕？在这个世界上，光之起源与末日黑暗始终处于平衡状态。当起源之力盛行时，象征新生命诞生的新女之路便会降临；反之，当末日之力主宰时，狂暴的末日龙卷风就会席卷大地。弗洛拉神情凝重地说道。据说这是近10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灾难，无数人流离失所，被龙卷风卷走，许多人被黑暗吞噬，甚至失去了生命。雷米皱起眉头说道。光是想想就觉得很可怕。舒伦莎陷入沉思。是因为我和里奥待在深处的地下监狱，所以才安全吗？弗洛拉说道。正是如此，看到你平安无事，我们就放心了。舒伦莎端着茶杯，谢谢大家担心我。别担心，这只仙女可是超强的。弗洛拉在一旁回应道，说的好像我们不知道一样。马明哥端着蛋糕走来，这是你点的蛋糕。舒伦莎惊喜地喊道。哇，太好吃了，我真的很想念马明哥做的蛋糕。马明哥宠溺地说道。慢点吃。舒伦莎放下叉子。对了，马明哥，我想准备 C 级领域，你觉得呢？马明哥收起笑容。你是认真的吗？要进入 C 级领域，至少要掌握3种属性组合技术。舒伦莎愣在原地。三个。马明哥继续解释道。通常进入 C 级的人都拥有3种以上属性，但舒伦莎目前只有1个属性。舒伦莎焦急地喊道。那我进不去 C 级领域了吗？在和里奥签约前，我该怎么办？里奥需要进入 C 级才能长得更快。马明哥轻声安慰道。别担心，那就这样做。舒伦莎疑惑地问道。马明哥端起茶杯说道。你现在的攻击风格是近身接触，并吸收末日能量，同时从远处射击维塔，让花朵绽放，对吧？尝试用更多样的方式去运用这2种方法，让你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应对自如。比如学习摔跤技巧，即使敌人躲闪，也能抓住他们，或者增强力量和握力，这样在近身接触时就不会被甩开。舒伦莎恍然大悟。啊！弗洛拉坐在桌边。舒伦莎，提前做好准备总是好事。回想一下，你之前进入 C 级领域是什么感觉？在 C 级领域中，随从的力量和末日能量密度都会突然飙升。马明哥看着舒伦莎说道。老实说，最好尽早得到资深高阶猎人的帮助。既然如此，我会帮你的，我会调整我的日程。舒伦莎惊讶地问道。真的吗？马明哥，太谢谢你了。通常需要帮多久呢？马明哥思索着回应道。最短也要1个月吧。舒伦莎愣在原地。1个月，比我预想的要长。雷米探头进来问道。有人在吗？舒伦莎回应道。在的。雷米拿着文件走近。对了，舒伦莎，最近有一些关于你花朵的委托，有人想用你的花来净化被末日污染的各种材料。具体来说，他们想净化武器和末日复制品。舒伦莎疑惑地问道。末日复制品？你是说那些由末日能量构成的，散落在各地的物体？除非是稀有或古代的，否则大部分不都是垃圾吗？雷米点了点头说道。通常情况下确实是这样。舒伦莎合上文件夹说道。总之听起来不错，钱越多越好。弗洛拉说。而且在研究时，我觉得你的花可能有特殊的药性，我可以找认识的药剂师测试一下吗？舒伦莎微笑着回应道。没问题，按你觉得最好的去做。马明哥笑着说。如果真的有药用价值，你以后就再也不用为钱发愁了。舒伦莎神情变得凝重。看来我没法让马明哥在身边留太久了。既然如此，我有一件必须去做的事情。舒伦莎降临在深渊之中。伊弗斯，跟我战斗吧。巨大的蛇形生物在黑暗中睁开红眼。伊弗斯疑惑地问道。什么？你在胡说什么？你是认真的吗？弗洛拉紧握双拳。训练我？虽然你现在被封印，但你依然是关押里奥的监狱核心。你是1级末日生物，如果能和你一起训练，
C 级领域的4级怪物根本不算什么。伊芙斯晃动着身躯回应道：“你看不出我现在的情况吗？”舒伦莎指着他说道：“你之前还能伸出头，甚至还能舔我，说明你还能动。既然你能改变这个迷宫的结构，就说明你还有力量。你说过会先帮我的，那就请你配合，快点开始吧。”伊芙斯低沉地说道：“我不介意训练你，但因为封印的关系，我无法完美控制力量，可能会不小心杀了你。即便如此，你也没意见吗？”舒伦莎毫不退缩，大声回应道：“当然没意见，我绝不会死在你的手里。”伊芙斯冷哼一声，巨大的瞳孔猛然收缩，他猛地张开大口，带起一阵狂风，说道：“你刚才说绝不？我承认你对末日有非凡的抵抗力，但在我面前你依然微不足道，只要稍微施加压力，我就能碾碎你。你说没有风能折断你？别开玩笑了，舒伦莎，如果我施展全力，你瞬间就会崩溃。你那妄想般的自信，甚至显得有些可爱。”舒伦莎咬紧牙关，在威压下艰难支撑。伊芙斯改变了主意：“我现在就要在这里杀了你，杂草。”舒伦莎平静地回应道：“但你不会杀我的，我知道，但我没有自欺欺人，我很确定你不会杀我，你永远不会杀我。”伊芙斯吐出信子说道：“别自欺欺人了，舒伦莎，我随时随地都能杀了你。”伊芙斯沉默地注视着他，锁链在黑暗中晃动。伊芙斯盯着舒伦莎说道：“好吧，如你所知，我让你活着的唯一原因，是因为帮你逃跑听起来更有趣，但杀掉你并带走你的朋友里奥，这似乎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我猜我确实有点扭曲，你越说我不会杀你，我就越想动手，也许我现在就该杀了你。”舒伦莎看着眼前的巨蛇说道：“骗子，就算你这么说，你还是会帮我的。”伊芙斯发出一声轻哼。舒伦莎继续说道：“我找到你已经3个月了，如果你真的想杀我，早就动手了。所以真实原因是什么？你其实是在保护我吧？”伊芙斯转过头说道：“真是个无聊的玩笑。”舒伦莎被黑色的躯体环绕，他说：“活着是为了向领主复仇，但我确定事情没那么简单。”舒伦莎伸手按住黑色的躯体：“如果我用能力扎根，能触及它的核心吗？我以前从未认真尝试过，但我必须读出它的真实想法。”粉色的光芒如树根般蔓延，渗入漆黑的鳞片之中。再多一点。舒伦莎赤脚踩在水面上，一步步走向深处。舒伦莎担忧地看着前方。伊芙斯猛地睁开红色的眼睛，发出一声怒吼：“你竟敢尝试读取我的核心！”巨大的黑影瞬间将舒伦莎笼罩。伊芙斯收紧巨大的躯体，缠绕住舒伦莎说道：“我承认了，你真是一棵顽强的杂草。你不是求我训练你吗？好吧，我会如你所愿的训练你。”锁链在黑暗中剧烈摩擦，发出刺耳的声响。场景转换，舒伦莎变回小精灵形态，落在石砖地上。她在我的翅膀上弄出了一个洞吗？里奥惊叫着跳起来：“莲，你回来了！”舒伦莎看着里奥问道：“里奥，你今天又在做这种事吗？我在下面都能感觉到你的能量波动，我今天又受了很多伤。”里奥看着他回应道：“是吗？不能马上治疗吗？”舒伦莎说道：“伊芙斯那里的毁灭能量实在太重了，治疗在那里不起作用，而且我也不想在那里待太久。”里奥垂下眼帘说道：“别道歉。”舒伦莎低声呼唤道：“里奥！”里奥看着舒伦莎说道：“你可以对我做任何事，莲，只要别说对不起，你也不应该道歉。”舒伦莎说道：“别对我这么冷淡。”里奥愣在原地。舒伦莎扑进里奥的怀里说道：“抱紧我，对不起，你一直这样受伤，我却什么都做不了，我只是在生自己的气。”里奥有些慌乱地回应道：“是的，对不？”里奥搂住怀里的舒伦莎说道：“不，我能理解。”舒伦莎说道：“即便如此，小精灵也不能一直承受攻击。记得我告诉过你，我发现了一个新能力吗？”里奥问道：“你是说通过扎根生命力来吸收毁灭能量？”舒伦莎点头回应道：“没错。”舒伦莎被伊芙斯的尾巴卷起，发出一声尖叫：“我绝不会放手！”他死死抓住黑色的躯体，指尖渗出紫色的光芒。到底要扎根多深，这个能力才会生效？画面转到漆黑的深渊，伊芙斯俯视着舒伦莎说道：“你真是个执着的家伙，我确实被你打动了。在这种程度的吸收下，就算是强大的精灵，通常也会变成毁灭生物，但你真是一株了不起的杂草。”舒伦莎看着伊芙斯说道：“我确实很了不起，没错，我就是杂草，无论你把我拔掉多少次，我都绝不会枯萎。就像我能穿透你那无法触及的黑暗，破土而出一样，我最终会深深扎根，在这股强大的力量中绽放出独一无二的花朵。我每天都在变得更强，很快我就能强到把伊芙斯那种家伙彻底击倒。”舒伦莎看着里奥问道：“里奥，你相信你的小精灵吗？”里奥微笑着回应道：“是的。”里奥拉住他的手说道：“那么今年的新年愿望，我希望莲能变得非常强大，这样他就不会再受伤了。”舒伦莎惊讶地睁大眼睛：“已经到新年了吗？”里奥温柔地回应道：“是的，新年快乐。”舒伦莎靠在里奥的怀里说道：“你也是，里奥，新年快乐！已经很久没这样了，今晚我们要一起睡吗？”里奥轻声回应道：“我也正有此意。”里奥看着舒伦莎，真是让人心碎，却又如此可爱。舒伦莎睁开眼睛问道：“里奥，你刚才说什么？”里奥有些慌乱地回应道：“没什么。”舒伦莎闭上眼睛：“我真的很困了。”里奥看着舒伦莎沉睡的脸庞，脸上泛起红晕：“晚安，莲，祝你做个好梦。”场景转换到荒野，马明哥喊道：“舒伦莎！”舒伦莎正咬着面包，疑惑地回过头。马明哥走近问道：“你最近总是很早就结束了狩猎，你晚上都在做什么？”舒伦莎手中的面包掉落在地上，滚到了脚边。马明哥看着舒伦莎说道：“别吃那个，如果你真的那么饿，就吃这个吧。”他递过去一个新鲜的面包。舒伦莎接过面包说道：“谢谢你。”马明哥看着他继续说道：“
你进入D级领域才刚满1年，但你现在已经能在没有队伍的情况下独自进入 C 级领域了。从逻辑上讲，这简直不可思议。舒伦莎有些慌乱地回应道：“但你以前说过，学会走路之后跑起来就很简单了。我只是跑得非常努力。”马明哥皱起眉头说道：“即便如此，你的速度也太反常了。你知道现在到处都有关于你的传闻吗？他们叫你奇怪的小仙女，一个3岁的艾森进入 C 级领域，这根本不可能。所以老实交代吧，舒伦莎，你晚上到底在做什么，才会成长得这么快？”马明哥盯着他问道：“难道说？”舒伦莎看着侧方，不敢相信。马明哥敲着他的头问道：“你是不是偷偷喝了灵药？服用药剂要遵守剂量，否则会伤到身体。”舒伦莎大声回应道：“我没有。”马明哥继续说道：“那你一定是熬夜训练了，这样下去身体会垮掉的。”舒伦莎挥着手反驳道：“我说了我没有，我晚上睡得很香。”他按住胸口，看向马明哥：“马明哥，仔细听我说，这世界上有各种精灵，我们生活在奇迹发生的世界，而我就是最好的例子。我是艾森·舒伦莎，诞生于乌兰的花之精灵。我从一开始就与众不同，所以进步比别人快很正常，对吧？而且我不介意当个怪精灵，我只想快点变强，这样就能和你一起狩猎了。”马明哥，我真的做到了吗？如果我能快点变强，你也会开心的吧？马明哥。马明哥点头说道：“确实，知道了，趁天黑快点回去吧。”舒伦莎笑着喊道：“好，我们去 C 级区域吧。”两人来到 C 级区域，舒伦莎问道：“2年前的那场灾难真的很严重吗？”马明哥看向远方说道：“那是毁灭性的龙卷风，比传闻中还要大10倍，几乎撕碎了乌兰，当时落下了3个圆环。幸好领主和士兵们及时解决了危机，否则乌兰早已化为废墟。”舒伦莎低头回应道：“啊，原来是这样。”马明哥突然警觉：“喂，怪物过来了！6个类人形怪物从迷雾中走来。”马明哥按住额头说道：“一上来就是6个类人形，真是棘手。”他猛然挥动巨大镰刀，刀刃燃起烈焰，瞬间横扫前方，怪物在重击下崩碎，化为灰烬。舒伦莎站在后方，看着满地残骸。2年前他们还是压倒性的怪物，现在竟然被一击解决了。他跑向马明哥问道：“马明哥，你到底变强了多少？”马明哥蹲下身：“多亏了你，看到你这么有干劲，我也必须更加努力才行。最近几个月我一直在 B 级区域狩猎3级末日兽，很快我打算和团队商量进入 A 级区域。”他把核心递给舒伦莎：“记得收集这些核心。”舒伦莎接过核心回应道：“好，谢谢你。”他低头握紧核心，本以为缩小了差距，结果感觉又变远了。舒伦莎突然抬头喊道：“我会追上你的，马明哥！从今天起，我的目标是 B 级区域。”马明哥笑着回应道：“好吧，我会为你加油的，舒伦莎。不过你的呼吸还好吗？身体没问题吧？”舒伦莎轻快地回应道：“没问题，我完全没问题。”马明哥疑惑地问道：“你什么时候没问题的？”舒伦莎笑着说道：“从一开始就没问题。”马明哥无奈地说道：“你真是个厉害的家伙，本以为带你走走能让你适应 C 级空气，看来是浪费时间了。”舒伦莎闭上双眼：“我已经习惯了在 S 级领域被怪物蹂躏，所以适应 C 级环境对我来说根本没必要。”马明哥指向前方说道：“舒伦莎，那是你的第一个怪物，别因为它长得小就掉以轻心，有时候小的比大的更强，去抓住它。”舒伦莎脚下亮起光芒：“好的。”黑色怪物发出一声尖笑，猛地扑向前方。舒伦莎侧身躲避，它很小，所以速度很快，但是他抬起头，无数黑色锁链从虚空中贯穿而下，比起艾弗斯的狂暴舌头，这种程度根本不算什么。舒伦莎伸手抓住怪物，抓到了，这简直轻而易举。他跑到马明哥身边，炫耀地说道：“你看到了吗？这是我的新招式，扎根，你觉得怎么样？”马明哥看着手中的核心，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怎么了？老实交代，你之前是不是一直在 C 级区域狩猎？”舒伦莎急忙回应道：“不，真的没有。自从去年之后，这是我第一次来这里。”马明哥看着他的背影，昨天还被普通人打倒，今天就能瞬间捕捉怪物，这种进步速度绝不是独自训练能达到的。你到底在深夜里偷偷做了什么秘密训练？舒伦莎有些慌张：“我只是像往常一样训练，技能进步是因为我是个天才。”马明哥严肃地说道：“别撒谎，你肯定在进行危险训练。让我问问你的朋友里奥，他晚上是不是在打你？或者你通过格挡他的攻击来提升自己的速度？”舒伦莎大声反驳道：“什么？这太荒谬了！里奥是个善良的朋友。”马明哥为什么要这么说？关于训练的事，我不能告诉你细节，但这和里奥没关系，是我自己在努力。如果你不想说，我不会强迫你，但我很好奇，那训练到底有多危险？你伤得有多重？舒伦莎看着远方，是因为马明哥不了解里奥，他只是在担心我。马明哥神情忧虑地问道：“舒伦莎，你会因为这个死掉吗？”舒伦莎握住他的手：“我确实受了很多伤，也很疼，但我不会死的。不是我不想告诉你，是我现在还不能说，总有一天我会向你解释一切。对不起。”马明哥追问答：“某天是什么时候？是708年的某个时候吗？”他看着舒伦莎说道：“我知道你有许多秘密，虽然你很在乎我，但一定有不能说的理由。不过看到你每天都正常出现在面包店，我就知道你撑得住，所以我真的不用担心，对吧？”舒伦莎笑着回应道：“没错，我保证我绝对不会死。”马明哥点头说道：“好吧。”舒伦莎紧紧抱住他喊道：“马明哥，谢谢你。”马明哥被撞得后退：“哦，我的肋骨要断了，你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小宝宝了。”舒伦莎闭上眼笑道：“我知道，你就稍微忍耐一下吧。”
马明哥看着远方说道：“这比我想象的更不可思议。”舒伦莎抬头问道：“你觉得我是天才吗？”马明哥微笑着回应道：“你已经超越了天才，你真的很不可思议。”舒伦莎，我为你感到骄傲。两人来到 C 级营地，围坐在篝火旁。舒伦莎看起火焰说道：“马明哥，无论怎么看，营地费都太贵了，我们真的需要在这里吗？”马明哥转头解释道：“一个4级核心价值1亿韩元，所以这并不算贵。而且坦白说，我们别无选择。”舒伦莎疑惑地问道：“为什么？”马明哥严肃地说道：“你对末日能量有很高的抵抗力，所以你没问题。但普通人狩猎2小时后就会因为感染而发疯，这总比在狩猎时变异成怪物要好得多。”他指着篝火继续说道：“还有那边的篝火，它有强大的净化能力，靠近1小时就能治愈大部分感染。比起昂贵的药物和神器，这其实更便宜。更重要的是，它是末日领域内的安全区，有个撤退的地方，能让人感到安心。”舒伦莎看起火焰，感叹道：“听你这么一说，1亿韩元确实很便宜。”马明哥点头说道：“没错 ，C 级营地的费用还不算糟，在 B 级领域，每小时要1亿韩元。”舒伦莎惊讶地问道：“那 A 级呢？”马明哥回应道：“A 级领域甚至没有营地，你必须自带药物和神器。”舒伦莎低声说道：“我明白了，看来生存并不容易。那团火被称为起源之火，如果你在蜡烛塔表现出色，就有机会获得起源余烬作为奖励。人们收集这些余烬，将它们汇聚在一起，再掌心细心呵护，最终培育成了这团伟大的火焰。”马明哥看起火焰说道：“为了保持火焰燃烧，需要注入大量的能量，必须不断补充燃料，所以士兵们会轮流向其中注入能量。”舒伦莎感叹道：“维护起来很费劲吧？”舒伦莎手中变出一朵花，马明哥轻声问道：“舒伦莎，你现在在想什么？”舒伦莎抬起头，那个艾弗斯俯视着下方问道：“你在这里做什么？不打算上去吗？”舒伦莎坐在花丛中回应道：“我正在做实验，想利用这些花恢复能量，等我治愈好身体再走。”艾弗斯冷冷地问道：“在这里？你这种新手妖精，觉得能在我的地盘恢复吗？”舒伦莎笑着说道：“别对我这么严格嘛，如果里奥看到我受伤，他会很难过的。也许是我把花种得太密了，即使是在这种顶级区域，大地能量也在一点点渗透。”艾弗斯厌恶地说道：“真恶心，我要把这些全部毁掉。”舒伦莎急忙喊道：“住手！为了让他们开花，我可是耗尽了全身力气。”黑影中传来声音：“你打算爬到多高的地方？”舒伦莎俯视着下方说道：“爬行是蛇才做的事。”他看着被锁链束缚的艾弗斯，嘲讽地说道：“啊，抱歉，你被封印了，动不了，对吧？”艾弗斯发出沉重的锁链声：“我真的会杀了你。”舒伦莎落在花丛中回应道：“现在的我，只要被你轻轻碰一下就会死，但你并不希望我死，不是吗？这也是一种修行，就让我待在这里吧。你也希望我变得更强，对吧？”艾弗斯沉默片刻说道：“你真是个碍眼的家伙，那就闭上眼睛睡觉吧。”艾弗斯叹了口气说道：“你这疯狂的杂草。”马明哥看着远处的营地问道：“舒伦莎，你真的不去营地吗？”舒伦莎转过身回应道：“记得我跟你说过的吗？我想到了替代营地的方法，今天就要去测试一下。”马明哥好奇地问道：“哦，那是什么？药水还是神器？”舒伦莎摆手说道：“都不是。记得弗洛拉曾分析过我那些花的成分吗？”马明哥点头回应道：“舒伦莎兴奋地说道：“我的花可以吸收净化能量，还能让人静下心来，这不就是营地的替代品吗？”马明哥若有所思地回应道：“原来如此。”舒伦莎指着地面说道：“就像这样，如果我用花填满这片土地。”他踏入花丛中，地面瞬间开满了粉色玫瑰，变成了一片花床。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这里会像营地一样让人放松。马明哥看着花海说道：“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一只黑色松鼠突然窜出，马明哥被吓了一跳，他发现周围的空气变得宁静。舒伦莎笑着问道：“感觉怎么样？”马明哥有些不好意思地回应道：“抱歉，我不该怀疑你的，这真的有效。”舒伦莎拍了拍身边的位置：“那就坐下来，告诉我你的真实想法。”马明哥坐到他对面回应道：“好吧，确实很不可思议。”马明哥感叹道：“太舒服了，感觉像在森林里一样，真是令人印象深刻。”他转头看向舒伦莎问道：“你觉得等你变强了，这招在 A 级区域也行得通吗？”舒伦莎握紧拳头回应道：“我会尽全力做到的，希望以后和你一起狩猎时，这能派上用场。”马明哥笑着说道：“当然了，那会是巨大的帮助。”他看着周围荒凉的环境，躺在末日领域中心，感觉还是有点奇怪。舒伦莎看着远处的黑影，虽然他们无法靠近，但盯着这些家伙休息，确实让人心神不宁。远处的怪物们低声议论，在末日领域里的花床，那是舒伦莎的花吗？马明哥坐起身说道：“以防万一，我还是搭个帐篷吧。”舒伦莎看着他笑了起来。舒伦莎指着前方喊道：“里奥，攻击那一个！”火光在空中炸裂，里奥迅速穿梭在战场。舒伦莎提醒道：“左边又来了一个。”里奥回应道：“好的，连。”舒伦莎飞到里奥身边说道：“里奥，我觉得你长高了一点。”里奥停下动作问道：“真的吗？”舒伦莎继续说道：“是啊，你的手也变大了一些。回想起我们刚见面时，你真的长大了不少。”里奥看着自己的手问道：“这很奇怪吗？”舒伦莎连忙摆手说道：“不，一点也不奇怪。说实话，你以前太小了，根本没法单手抓起野猪。”里奥握紧拳头说道：“如果这算奇怪，那我也很奇怪。”舒伦莎笑着说道：“怪人总是聚在一起，对吧？”里奥看着手心里的舒伦莎，回应道：“是啊，我们是绝配，我们是两个违背常理、挑战世界常识的异类。”
在这个世界上，人们有时会把奇怪的事物称之为特别。舒伦莎温柔地说道：“里奥，我觉得你是个真正特别的孩子。总有一天，当你最终走向外界，所有人都会被你的独特性所吸引。到那时，你就不会再只是我的里奥了，对吧？”舒伦莎突然飞向空中喊道：“啊，那边还有一个，是因为接近蜡烛塔了吗？他们变得越来越强了。”里奥回应道：“当然了，我会从蜡烛塔带回太阳的礼物送给你。”舒伦莎微笑着回应道：“谢谢你，里奥。”第13个月即将到来，光明渴望更灿烂的闪耀，黑暗渴望更深沉的坠落。光与暗达成了一场赌约，决定在命运之塔战斗13天，以此作为领地的赌注。那座生与死交织的塔被称为蜡烛塔。红猫拨动琴弦。第13个月是蜡烛被点燃之时，在12月底，所有的末日能量与本源之火都会向着太阳涌动。一个巨大的末日龙卷会像黑色蜡烛一样出现，那就是蜡烛塔。本源之火向全宇宙所有呼吸的生灵发起挑战。蜡烛塔开始接受那些想要攀登者的申请。太阳的碎片啊，如果你寻求宝藏，渴望生存或追求超越，现在就点燃你灵魂中那微小的火焰吧。宙中所有的星辰都将为你唱响赞歌。舒伦莎开心的鼓掌，大声欢呼起来。她坐到长椅上问道：“红猫，你也要去蜡烛塔吗？”红猫停下动作，回应道：“是的，我的目标很渺小，只要能到达第3层就好。如果你能爬到第3层，即使你的星球注定毁灭，起源也会网开一面。”他继续说道：“起源总是会向那些尽力而为的人展现慈悲。”红猫转头问道：“舒伦莎，你明天就要去工作了，对吧？”舒伦莎点头回应道：“是的。”红猫感慨道：“以你的能力，肯定能登上蜡烛塔的。”舒伦莎有些遗憾地说道：“我确实觉得有点可惜，但第一次经历蜡烛塔的妖精，必须去参加工作，所以我会努力工作，一定要赢得奖品。”红猫微笑着回应道：“好，尽你所能吧。起源或许正在注视着你，可能会因为欣赏而给你一份额外的礼物。”舒伦莎好奇地问道：“红猫，你能看到未来吗？”红猫微笑着回应道：“只能看到一点点，我无法看透起源或末日那样宏大的未来。”但他继续说道：“不过，既然我现在正看着你，我对你的未来有一种非常好的预感。”舒伦莎开心地回应道：“谢谢你，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真的要全力以赴了。那等蜡烛塔结束后再见。”面包店里有人喊道：“马明哥，爬到7楼去。”马明哥一脸无奈地问道：“你在开玩笑吗？”维诺克问道：“雷米，你很聪明，所以不会受伤的，对吧？”雷米回应道：“别担心，有很多人在保护我，我受伤的几率很低。”弗洛拉，你希望从蜡烛塔得到什么奖励？弗洛拉思考着回应道：“也许是起源祝福过的园艺茧，或者一颗舒伦莎的妖精石，那也会很不错。”维诺克说道：“毕竟舒伦莎的妖精石对攀登蜡烛塔很有帮助，虽然我不是那个意思，但还是嘿嘿。”贝里兰看着舒伦莎说道：“你这个粉色小团子，如果你参加蜡烛塔，一定会成为明星的。”维诺克吃着蛋糕说道：“是啊，你的特质在那里，会闪耀得非常漂亮。反正这不会是最后一次，总会有下一次机会的。”舒伦莎坐在地上好奇地问道：“比起那个，我更想知道一件事。贝里兰和维诺克在他们第一次参加蜡烛塔时，也是去工作的，对吧？”舒伦莎问道：“你们2个工作时收到了什么礼物？”贝里兰回应道：“我收到了起源之火。”舒伦莎惊呼道：“起源之火？那是维持营地运行的起源之粉吧？非常稀有，而且和贝里兰很搭。”转头看向另一边问道：“维诺克你呢？”维诺克低声回应道：“我几乎没怎么工作，所以只拿到了发带，结果1天就断了。”舒伦莎感叹道：“啊，那算什么礼物啊？”维诺克抱怨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想谈论这件事。”舒伦莎笑出声来。米尔从远处跑来，大声喊道：“舒伦莎！”舒伦莎迎上去问道：“米尔，你最近过得好吗？”米尔笑着回应道：“当然好啦。对了，哇，恭喜你！”舒伦莎回应道：“谢谢，希望你也能尽快签订契约。”这个嘛，我什么时候才能和里奥签订契约呢？身后传来一声闷响，舒伦莎愣住道：“啊！”舒伦莎看向米尔，该工作了。在主塔出现之前，艾森妖精们必须勤奋的呼吸，直到12月底，为起源提供生命力，这就是艾森妖精的职责。米尔喘着粗气问道：“哈，舒伦莎，你为什么要这么努力的工作？”舒伦莎回应道：“因为工作越努力，得到的礼物就越好。”米尔反驳道：“就算没那么努力，也能得到好东西。”舒伦莎笑着说道：“我的目标是额外奖励。”米尔无奈的回应道：“真是难以置信。我撑不下去了。”舒伦莎安慰道：“那就休息一会儿吧。”米尔咬牙回应道：“我才不要休息呢。”舒伦莎闭上双眼：“起源啊，请看着我吧，我现在正非常努力的在工作呢。如果能像贝里兰那样得到余烬就好了，泉水或者稀有宝石也都很不错。听说甚至会出现无价的古代遗物。我想要妖精魔杖、强化石，听说那只能从主塔中获得。如果有了那个，就算不马上签订契约，我也能变得更强。”舒伦莎闭上双眼：“请给我一颗强化石吧。”舒伦莎瘫坐在洞穴前：“我累坏了。”起身走向大门。舒伦莎推开大门，妖精之种是妖精出生时形成的强大能量团，其中存在着一扇门，通往独特的世界。也许因为我还是艾森等级的妖精，我的世界完全空虚，至少要达到普利尔等级才能培育个人世界，或将其召唤到现实。舒伦莎看着前方，开始了。从第13个月的1号到13号，艾森妖精们守护着起源领地，他们观察着投射在个人世界里主塔内部的情况，仿佛身临其境。
舒伦莎注视着光幕，希望最后能连接到里奥所在的主塔，但估计没戏，毕竟有30座主塔，这里太拥挤了。舒伦莎睁大眼睛，主塔的第1层是个人赛，持矛者在暗处潜伏，寻找着猎物；第2层是团队赛，剑士们背靠着背，警惕着巨大的蝎子；第3层则是征服末日迷宫。舒伦莎看着画面，总有一天我也得爬上去，但看着人们在里面死去，感觉真不好受。当然，这是为了让我们以后不会惊慌失措而白白送命，这是起源的体贴，让我们间接体验。一名剑士被怪物击中，那个人最后还是死了呀。舒伦莎低下头，现在剩下的人连1/5都不到，里奥和大家真的没问题吗？远处宏伟的宫殿在阳光下静默。舒伦莎看着四周，为什么有这么多伤员？这里不像休息处，更像是一座医院。舒伦莎跑向前喊道：“贝里兰，维诺克！”贝里兰转过身说道：“舒伦莎，我们爬到了第5层，但遇到了太强的对手，输掉了比赛，运气也实在太差了。”舒伦莎跑近问道：“天哪，看看你们的伤，马明哥和诺娃没事吧？”贝里兰回应道：“他们受伤了，但已经接受了治疗，所以没大碍。”舒伦莎追问道：“他们伤得很重吗？”贝里兰安慰道：“没有残疾，只是需要时间恢复。”舒伦莎松了口气，没人死掉，真是太好了。维诺克走向泉水说道：“那个卑鄙的混蛋，我必须马上进水里治疗。”贝里兰点头说道：“好，我马上也过去。”那是起源之泉，虽然能量微弱，无法彻底清除末日能量，但对伤口很有好处。妖精们浸泡在泉水中。舒伦莎看着贝里兰，但是贝里兰的伤口实在太大了，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痊愈。舒伦莎提议道：“贝里兰，我可以在你的伤口上让花朵绽放吗？”贝里兰疑惑地问道：“花啊？对了，你的能力可以吸收末日能量。”舒伦莎肯定地回应道：“是的。”粉色的花朵在贝里兰的伤口处悄然绽放。贝里兰惊讶地看着，发出感叹。舒伦莎紧张地问道：“感觉怎么样？”贝里兰回应道：“我听说过你在狩猎4级怪物的事情，但你的花朵力量真的成长了很多，试着让根部扎得更深一点吧。”舒伦莎担心地问道：“如果弄疼你了怎么办？”贝里兰笑着回应道：“已经疼得要命了，细小的根部根本不会有影响。”舒伦莎点头说道：“好，那我就开始了。”贝里兰突然伸手抓住舒伦莎的手腕：“等等，如果你直接吸收我的腐蚀能量，会流进你的体内，这会非常痛苦。”舒伦莎回应道：“没关系，我想试一试。”贝里兰松开手说道：“既然你这么有信心，那就好吧，但是要小心。”舒伦莎闭上双眼，全力催动能力，一股刺痛感袭来。我已经习惯了4级怪物的末日能量，但这股能量依然让我感到刺痛，这一定是来自更高等级的怪物。还有极度的寒冷以及狂风，这对贝里兰来说属性太不利了，但这比伊弗斯要容易忍受得多。贝里兰解释道：“我们遇到了2名将军，都是接近1级的2级副官，这意味着你正在吸收的能量来自2级副官。”贝里兰看着舒伦莎：“你真的没事吗？”舒伦莎回应道：“是的，刚才的表现是不是太奇怪了？”贝里兰伸手摸了摸舒伦莎的头：“小粉红，你真是个迷人的妖精。”舒伦莎松了口气，呼，幸好他没有起疑心。舒伦莎问道：“贝里兰，你见过乌兰领主吗？”贝里兰回应道：“领主，我没见过。”舒伦莎低声说道：“这样啊。”贝里兰摸着下巴：“今年我们星球的主塔战况整体结果是5比2，但其他星球表现不佳，所以总比分是3比4惨败。”舒伦莎感叹道：“所以接下来的6年，末日能量会变得更强。这次又有这么多精灵受伤，里奥真的会没事吗？”舒伦莎正出神，被身后的声音吓了一跳。巴卡拉斯有些局促地说道：“抱歉，因为你一直没有回答。”舒伦莎连忙回应道：“啊，对不起。”巴卡拉斯微笑着说道：“没关系，我是风之精灵巴卡拉斯，我听过很多关于你在星球上那些花朵的事情。”他捂着手臂继续说道：“不好意思，能帮我治疗一下吗？这里好痛。”舒伦莎点头说道：“当然可以，请坐吧。我是花之精灵艾森舒伦莎。”巴卡拉斯看着伤口说道：“城里没人不认识你，而且你的医术真的很棒，疼痛消失的好快。”舒伦莎笑着招呼道：“大家都进来吧，快请进。”路过的精灵们回应道：“谢谢你。”舒伦莎捧着手中的精灵石，像我这样无法移动的精灵，收下这么多精灵石真的好吗？巴卡拉斯在远处喊道：“舒伦莎，这里有位精灵动不了，你能来帮忙吗？”舒伦莎立刻回应道：“当然可以。”他轻快地跑向伤者，能用自己的能力帮助别人，这种感觉真好。舒伦莎突然停下脚步，这种熟悉的异样感是什么？巴卡拉斯指着前方说道：“就是这个人。”舒伦莎停下脚步，这种令人不悦的气息简直和艾弗斯一模一样。尤拉微笑着说道：“见到你很高兴，我是封印精灵尤拉考尔。”舒伦莎愣在原地，他是第13号试炼星球剩下的4位无属性精灵之一，也是封印了艾弗斯的精灵尤拉考尔。尤拉看着远处的花园说道：“即便是在首都，你的花也非常受欢迎，我很喜欢。”舒伦莎回过神说道：“能见到您是我的荣幸，我是艾森舒伦莎。”尤拉对着身边的孩子们说道：“孩子们，别那样盯着小精灵看，你们会吓到他的。”舒伦莎看着尤拉，如果里奥和艾弗斯要一起挑战蜡烛塔，就必须得到他的同意，所以他一定认识里奥。但如果他也参与了囚禁里奥的事情，尤拉微笑着问道：“舒伦莎也能帮我治疗一下吗？”舒伦莎回应道：“好的。”尤拉提醒道：“不要试图直接触碰他，作为艾森，这股力量会让你很难受。”舒伦莎握住尤拉的手说道：“没关系，我可以。”红色电光瞬间缠绕全身，这是什么？好痛！这种痛苦远超治疗百里安时
尤拉长舒一口气说道：“感觉好多了。”舒伦莎忍着鱼痛说道：“考尔，我听说你曾和乌兰城主以及卡比德帝国的皇帝一起挑战过蜡烛塔。”尤拉回应道：“是的。”舒伦莎问道：“挑战过程怎么样？”尤拉叹了口气说道：“那是我见过最难的蜡烛塔，运气简直糟透了。出现的竟然是镰刀收割者，那是毁灭之主的仆从中最臭名昭著的，就像精灵中有精灵领主一样，毁灭势力中也有领主等级。那个毁灭领主恐怕拥有和艾弗斯同等级的力量。”舒伦莎追问道：“镰刀收割者原本是什么精灵？”尤拉回应道：“是破碎之精灵。如果你受了这么重的伤，其他人肯定也伤得不轻。没错，甚至有些高阶灵魂使者都牺牲了，他们完全被压制了。”尤拉笑着问道：“你害怕了吗？”真是可爱。舒伦莎沉默不语。尤拉看向远方说道：“我快要500岁了，下一座蜡烛塔将是我最后的机会。如果那时不能成为精灵领主，就再也没有机会了。通往领主的墙壁实在太高，我总是勉强通过蜡烛塔，每一次都拼尽全力。”尤拉握紧拳头说道：“但在最后一座蜡烛塔，我绝对要。”他转头看向舒伦莎问道：“艾森，你是在这个周期诞生的吧？能吸收毁灭之主的力量，却依然安然无恙，你拥有惊人的天赋。”尤拉陷入回忆说道：“我年轻时也被称赞过，注定会成为精灵领主。那时我非常傲慢，以为自己会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精灵领主。我曾以极快的速度晋升到了尤拉等级，可现在我却如此狼狈，即将面对最后一座蜡烛塔。”尤拉凑近舒伦莎问道：“你呢？”舒伦莎沉默地看着他。尤拉松开手说道：“抱歉，我失态了，谢谢你为我治疗。”舒伦莎垂下眼帘回应道：“没关系。”尤拉看着舒伦莎说道：“你为什么出生的这么晚？如果你早点出生，我甚至想亲手抚养你。”舒伦莎微笑着回应道：“我也在想，为什么我出生的这么晚。”尤拉拿出一块石头说道：“听说被你治愈的精灵都送了你精灵石作为礼物，我也送你一块。”舒伦莎接过礼物说道：“谢谢您，我会好好珍惜的。”尤拉又递出一枚令牌说道：“这是我的信物，如果你需要帮助，就去乌兰城或首都皇宫出示这个给他们看。你对自己的欲望很诚实，我现在想休息了，你先退下吧。”舒伦莎转身离去说道：“您辛苦了。”他独自走在长廊上，低头看向手中的信物。尤拉考尔，他到底是敌是友？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舒伦莎用力握紧信物，指尖传来冰冷的触感。无论如何，这都是接近真相的机会，我必须查清楚里奥到底被关在哪里。舒伦莎看着手中的光芒，贝里兰走近说道：“是仙女棒强化石，小粉，你运气真好。”米尔微笑着回应道：“恭喜你，真是太神奇了。”舒伦莎手中散发出耀眼光芒，这是第2份礼物吗？贝里兰继续说道：“这是只有最勤奋的精灵才能得到的奖励，舒伦莎绝对配得上它。”舒伦莎看着光芒逐渐凝聚，不知道会是什么。如果是能给里奥用的，那就太好了。一颗红色的晶石落在掌心，舒伦莎睁大眼睛，竟然又是一颗仙女棒强化石。里奥独自坐在阴暗的角落，双手被锁链束缚。舒伦莎突然出现在牢房前，看着眼前的少年喊道：“里奥！”里奥抬起头，瞳孔中倒映出粉色的身影。舒伦莎猛地扑过去，紧紧抱住他。里奥愣在原地。莲，舒伦莎松开怀抱：“你还好吗？你受伤了对吧？伤到哪里了？你已经痊愈了吗？怎么恢复的这么快？如果还有疤痕，说明你当时伤得很重吧？”他抚摸着里奥的脸颊问道：“现在还疼吗？到底有多疼？”里奥看着他认真的神情：“你真的是我的莲吗？”舒伦莎鼓起脸颊：“如果我不是你的莲，那还能是谁？”里奥轻声说道：“看来真的是你。”舒伦莎没好气地回应道：“当然是我，你是不是撞坏脑袋了？”舒伦莎轻抚里奥的绷带说道：“你真的伤到头了。”里奥回应道：“确实受伤了，不过现在已经没问题了。”舒伦莎焦急地问道：“你的头是怎么受伤的？”里奥回忆道：“其中一个怪物抓住了我的脖子，然后把我撞响。”舒伦莎捂住他的嘴说道：“不，别再说了，你遇到了镰刀收割者。”里奥点头回应道：“是的。”舒伦莎感叹道：“那你竟然闯到了第6层，第一次进入蜡烛塔就能到达第6层。”里奥看着他说道：“好久不见了，莲。”舒伦莎心疼地说道：“你一定承受了巨大的痛苦。”里奥笑着回应道：“是很疼，但现在已经没事了。”舒伦莎有些生气地问道：“有什么好笑的？我担心你会死掉，你居然还笑得出来。我们分开了多久？”“对我来说，已经过了33天。”里奥平静地回应道：“是86天。”舒伦莎惊讶地问道：“比我以为的长了3倍。在那种情况下，你竟然一直在数日子吗？”里奥点头回应道：“是的。”舒伦莎看着眼前的少年：“里奥，你果然还是那么了不起。”里奥微笑着说道：“一点也不辛苦，只是因为我太喜欢你了。时间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我真的很想你，我真的很高兴你能平安回来。”里奥，舒伦莎猛地扑进他怀里：“我也是。”里奥轻轻拍着他的背说道：“对了，莲，我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舒伦莎抬起头问道：“礼物是什么？”里奥轻声回应道：“其实我也不太确定，其他的礼物都被坏人抢走了，但我把2楼得到的额外礼物偷偷藏了起来，为了把它送给你，我假装什么都没拿到。我们现在打开看看吧。”里奥拿出一颗闪烁的宝石，是一枚宝石。拿着它，里奥看着手中的珠宝，怎么会这样？里奥看着发光的石头问道：“这是什么？”舒伦莎解释道：“这是仙女棒强化石，非常罕见。我在仙女界拼命工作才得到1颗，现在竟然有2颗，那太好了，你应该马上升级。”舒伦莎看着手中的3颗宝石，有些精灵一生都得不到1颗，而我现在有3颗了，这太神奇了。里奥凑近问道：“你开心吗？”
舒伦莎点头回应道：“谢谢你，里奥，多亏了你，我会变得更强。我想拥有和你一起逃离的力量。”里奥，起源，你真的在注视着我吗？你注意到了我的哪一部分？是因为我工作努力吗？那么请在未来继续给我这样的好运吧。舒伦莎握紧法杖，我会从现在起更加努力的工作。阳光洒在花园里，远处传来呼喊声。迪亚，迪亚笑着问道：“小粉红，你是来祝贺我的吗？”迪亚终于回来了。2年前，在末日龙卷风之后，他去参加了晋升考试，却没能进入这座主塔。舒伦莎打量着：“你现在是尤拉迪亚了？”迪亚点头回应道：“没错。”舒伦莎欢呼道：“祝贺你晋升！”迪亚微笑着说道：“谢谢你。”舒伦莎依偎在怀里，待在你的怀抱里，就像在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一样。迪亚笑着说道：“你能这么想，我很高兴。”舒伦莎好奇地问道：“我能问问你的第5属性是什么吗？”迪亚轻声回应道：“是守护者。我狩猎时负责坦克位置，所以才得到了这个属性。”舒伦莎兴奋地喊道：“太酷了！迪亚会成为宇宙最强坦克。”迪亚摸着对方的头说道：“也许会像你说的那样，我会成为最强的。作为制作工会的守护精灵，我长期保护人类的经验，应该也反映在了属性里。”迪亚看着眼前的少女，或许我想保护这个小精灵的愿望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舒伦莎感动地轻声唤道：“迪亚！”迪亚看着怀里的少女问道：“你在晋升测试场待了多久？”舒伦莎思索着回答道：“大概10年吧。”迪亚惊讶地问道：“两边的时间流速真的差这么多吗？”舒伦莎摇头解释道：“不是，测试本身持续了很久，我后来都记不清日子了。”迪亚感慨地说道：“你没参加过测试，所以不知道，无论在里面待多久，回到现实世界时，都感觉像是刚睡醒一样，那种一觉醒来发现已经过去2年的感觉。虽然测试的记忆还在，但感觉很奇妙。”舒伦莎低声回应道：“原来是这样。”里奥消失了2年，每个精灵的测试时间都不同，看来真的不能鲁莽地去参加晋升测试。迪亚紧紧抱住少女说道：“我们可爱的小粉红，等我和里奥逃走，到了安全的藏身处，我会教他如何在这个世界生活，然后让他离开。艾弗斯说过，逃跑的期限是4年，在那之前，我会一直保护他的。所以现在只剩下4年了吗？”传令官站在街道上问道：“请问您在找谁？”舒伦莎指着自己问道：“我吗？”传令官恭敬地回应道：“是的，花精灵小姐，我们听说您的住址不明，但白天经常出现在这家面包店，冒昧来访，请见谅。”传令官递出一封红色邀请函，为了庆祝里奥大人的晋升，城堡将举行盛大的庆典。领主大人表达了想在庆典上见您的强烈愿望，特意命令我们将这封邀请函送达。舒伦莎接过信件说道：“我能考虑一下吗？”传令官微笑着回应道：“当然可以，请在1周内将答复寄回城堡。”传令官转身离开，关上了木门。马明哥问道：“你要去吗？”舒伦莎看着邀请函：“大概吧，我其实并不想见领主，但如果拒绝的话，反而会显得更奇怪。我会去的，马明哥，你会和我一起去吧？”马明哥端着托盘回应道：“既然有平时吃不到的食物，我当然会去。但是你要知道，你的宴会厅和我的不同，因为这也是庆祝迪亚大人晋升的派对，会有很多人参加，包括许多高等级贵族。他们不会让高贵的贵族和粗鲁无礼的平民待在同一个地方。”舒伦莎惊讶地问道：“什么？真的吗？为什么？这里的贵族阶级观念并没有那么强。”马明哥神情严肃地回应道：“无论阶级意识多么薄弱，阶级依然存在。尤其是首都的高级贵族和低级贵族不同，他们有着极强的阶级意识。即使他们表面上对平民很友善，但在内心深处，他们只把平民看作工具，而不是同类。”舒伦莎陷入了沉思。确实如此，就像德布里克公爵那样，即使你是罕见的7星灵魂师，对他们来说，像我这样的人也毫无意义。但是马明哥明明是那么有价值的人。马明哥端上甜点说道：“好了，你不是说要去参加派对吗？那里会有很多顶级甜点，尽情去吃吧。那里的面包肯定比我的好。”舒伦莎咬了一口甜甜圈，大声反驳道：“马明哥的面包才是最好的。”马明哥无奈地回应道：“你只吃过我做的面包而已。”舒伦莎认真地说道：“我不需要尝试其他的，就能知道你是最棒的。”马明哥笑着说道：“如果你以后说别人的面包比我的好吃，我真的会很伤心的。”舒伦莎挥着拳头说道：“我是认真的。”迪亚坐在花园里，拿着通讯器问道：“我本来正打算告诉你，看来你已经收到邀请函了，你会来吗？”舒伦莎握着通讯器：“是的，既然是迪亚的晋升庆典，我一定会去的。但我从来没参加过这种派对，在那里都要做些什么？”迪亚温柔地解释道：“吃好吃的食物，看有趣的表演，在月光下的森林里，人们会尽情跳舞。”迪亚继续说道：“你还能见到平时遇不到的精灵和人类，许多首都贵族也会出席，这是结识他们的好机会。”舒伦莎握着通讯器说道：“那我一定要去，如果能遇到可以帮助我们的有权势者，那就太好了。”迪亚补充道：“对了，皇帝也会出席。”舒伦莎猛地站起身：“什么？皇帝也要来？”阳光照耀着城镇，弗罗拉叮嘱道：“就是这个，请参考附带的说明书来照顾这些花。”舒伦莎看着花盆说道：“终于可以离开这里了，谢谢你。这些日子我的心情一直很复杂。最近我的花不再以花束形式售卖，而是装在盆里。诺娃负责设计，每个季节都会更换风格。弗洛拉甚至会在花盆上系上丝带。有些人为了收集这些花盆，会成套购买。”弗洛拉在柜台忙碌着。玛莎走过来：“你好，我是来取预定的花盆的。”弗洛拉回应道：“好的，请问您的名字是？”舒伦莎坐在椅子上：“那是伪装道具吗？做得真好，几乎看不出是伪装。在里奥变强到能独自击退坏人之前，必须一直隐藏他的脸。”
玛莎问道：“这是在哪里做的？是用仙女石做的吗？制作一个要花多少钱？我真的很好奇，干脆直接问问吧。”玛莎站在柜台前说道：“我会付1亿皮特，能再卖给我一朵花吗？如果不满意，我可以付更多，拜托了。”弗洛拉看着他回应道：“很抱歉，本店实行预约制，这是不可能的。预约时我已经说明过规则了。1亿皮特呀，你真是个了不起的人。”舒伦莎低下头说道：“弗洛拉，我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对不起。”弗洛拉问道：“你指什么？”舒伦莎继续说道：“如果我能让更多花盛开，或者我们有合同，你就不用对人这么严厉了。你看起来真的很忙，不打算雇些员工吗？”弗洛拉微笑着回应道：“没关系的，我现在还没到需要雇人的程度，别担心。”舒伦莎低声说道：“我觉得周围变得吵闹，都是因为我。”弗洛拉低头说：“这些是舒伦莎的花，稀有到让人排队预约。如果我想保留独家销售权，就必须处理这些不便。”舒伦莎看着弗洛拉说道：“但成分分析和护理，真正辛苦的人是你。”舒伦莎回想起里奥拿着字典时，看起来真的很开心。舒伦莎的花能活好几年，而且是萝卜类植物。弗洛拉回应道：“这说明你的花令人印象深刻，世界上没有其他花能像你的花一样吸收厄运。我很高兴能和你联系在一起，并随着舒伦莎这个名字出名。”弗洛拉抱住舒伦莎说道：“既然这种热闹是因为你，我其实很喜欢。”舒伦莎回抱住他说道：“我也喜欢你，弗洛拉，非常感谢你。”那个声音听起来很真实，如果再交谈一次，我应该能认出对方。忘了问那个人关于伪装神器的事，如果是贵族，也许能在宴会上见到。舒伦莎跑向前方喊道：“红猫！”红猫转过身问道：“舒伦莎，你在这里吗？好久不见。”他向身边的女人介绍道：“这位是索拉娜，来自首都的老友，他们受邀参加城堡宴会，所以来到了乌兰。他们非常喜欢你的花。”舒伦莎看着眼前的女人，这个人是……等一下，他就是我在花店见到的那个人，怎么会有这种巧合？玛莎微笑着说道：“很高兴见到你，我叫玛莎。”舒伦莎回应道：“玛莎，很高兴见到你。我是舒伦莎，请直接叫我舒伦莎就好。”玛莎点头说道：“好的，舒伦莎，见到你是我来乌兰的原因之一，能这样见到你，我真的很开心。”舒伦莎拉住对方问道：“玛莎，你能伸出手吗？这是我的礼物。”他将一朵盛开的花轻轻放在玛莎手心。玛莎看着手中的花问道：“把这么珍贵的东西给我，真的可以吗？”舒伦莎微笑着回应道：“当然可以，你是红猫珍贵的朋友，我理应好好招待你。”红猫在一旁感叹道：“你说话真甜。”舒伦莎看向玛莎说道：“玛莎，你一定很喜欢我的花。”玛莎握着花回应道：“是的，自从2年前鲁兹卡特送了我一朵后，我就一直在收集它们。”舒伦莎好奇地问道：“真的吗？你一共收集了多少？”玛莎微笑着回答道：“我的收藏里每种盆栽至少有10盆，房间里、书房里、花园和走廊到处都是，我非常用心地照顾它们，一朵都没有枯萎过。”舒伦莎愣在原地。我的花每月每人限购1朵，而且必须先到先得。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意味着他是通多其他人买到了这些花。我听说过有人非常爱我的花，甚至会支付额外的费用，把能找到的花全部扫空，但我没想到玛莎竟然就是其中之一。玛莎继续说道：“我甚至收集了 Novanax 公司的所有设计产品，它们被陈列在施了保存魔法的房间里。”舒伦莎惊讶地看着他：“连设计产品都有吗？他到底多有钱？”玛莎微笑着说道：“说实话，我也想拥有你，我想带你一起回首都。”舒伦莎立刻回应道：“那绝对不行。”玛莎轻声说道：“当然，你不是可以被拥有的物品。从刚才开始，我就发现你拒绝得很干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你的话听起来并不让人讨厌。”舒伦莎露出笑容说道：“是的，我不属于任何人，但我认为我们可以成为朋友。”玛莎点头回应道：“真是个好主意。”红猫走上前说道：“叔，如果你有时间，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吃饭？我会请你吃好吃的，而且你也可以从玛莎那里了解一些事情，对吧？”玛莎是首都贵族，她对皇帝和他的亲信圈子了解得非常清楚。舒伦莎高兴地回应道：“太好了，这是一个收集情报的好机会。”三人走在热闹的街道上，舒伦莎开口问道：“这是格伦的餐厅，对吧？”红猫点头回应道：“是的，这是乌兰最近最出名的地方。因为很久没见到玛莎了，所以我提前做了预约。如果带你一起去，格伦一定会给我们提供额外的服务吧？格伦最近真的很忙，不知道他还有没有时间去进行狩猎。”三人推开餐厅大门，格伦头也不抬地说道：“欢迎光临，请问有预约吗？”格伦抬起头，惊喜地喊道：“舒伦莎小姐，红猫先生。”舒伦莎挥手回应道：“你好，格伦，好久不见。”格伦热情地拥抱了三人，欢迎我们的贵客，我们的歌手，还有我们的老顾客。桌上摆满了丰盛的食物，格伦张开双臂说道：“请尽情享用吧。”玛莎看着满桌菜肴，感叹道：“感觉像贵族的宴会，这是那种每样菜只能尝一口的品鉴餐吗？”舒伦莎认真地回应道：“不，我们要全部吃掉，留下这么美味的食物简直是犯罪。”玛莎有些迟疑地说道：“但我觉得我们3个人吃不完这些。”格伦看向玛莎说道：“你还没和舒伦莎小姐一起吃过饭吧？她一个人就能吃完这些，而且她还会打包更多带回家，在那里再吃一顿。”舒伦莎点头附和道：“没错。”玛莎惊讶地回应道：“原来如此，看来精灵的胃果然是没有极限的。”格伦笑着转身离去：“那么请慢用。”玛莎尝了一口汤说道：“真好吃，厨师的水平令人印象深刻。”舒伦莎嘴里塞满食物，回应道：“对吧？我就知道你会喜欢的。”玛莎看着眼前的景象，感叹道：“你真的吃的很多。”舒伦莎突然呛了一下：“玛莎是在责备我吗？
只是我身边的精灵们全都很挑食，我忘了精灵的胃就像宇宙一样深不可测。玛莎微笑着继续说道：“看到你吃的这么香，连我都觉得饿了。”舒伦莎看着对面的玛莎，她把食物切成小块，吃得非常缓慢优雅，而我却像头饥饿的野兽，正在狼吞虎咽。也许我现在的样子看起来有点难看。格伦端着新菜走过来，怎么突然停下来了？舒伦莎小姐，是哪里不对劲吗？还是食物有问题？舒伦莎连忙摆手回应道：“不，格伦，完全没有问题。管他呢，只要味道好就行，谁在乎呢？”玛莎放下餐具问道：“舒伦莎，你收到城堡宴会的邀请了吧？”舒伦莎有些惊讶地问道：“是的，你怎么知道的？”玛莎摇晃着酒杯回应道：“像你这样出众的精灵很难被漏掉，况且你还是尤拉迪亚照顾下著名的艾森精灵。如果克隆迪亚亲自主持的宴会没有邀请你，那才奇怪。”舒伦莎点头说道：“是的，我听说女皇这次也会出席，我很想知道统治这个国家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玛莎，你以前见过女皇吗？她是个什么样的人？玛莎回应道：“是的，我见过，她只是个软弱且微不足道的小孩。”舒伦莎追问答：“人们确实都这么说，但那是真的吗？”玛莎看向前方说道：“是的，大众对她的评价很准确。如果没有阿兰蒂尔家族，没有那些母系亲属和舅舅，皇后就什么都不是。她是个无法独立行事的傻瓜。”舒伦莎沉默不语。我听过很多关于年轻皇后的坏话，但她依然是卡比德帝国的最高权力者，很有可能她就是里奥的主人。她真的会是这样一个弱者吗？玛莎打破沉默说道：“舒伦莎，你似乎因为不同的原因讨厌皇后，如果不介意的话，我能问问为什么吗？”舒伦莎看着桌上的餐盘回应道：“就像你说的，玛莎，我不喜欢她，但这并不代表我讨厌她，我只是想保持距离。我鄙视那些把人当成工具并剥夺他们自由的人。原本以为皇后就是里奥的主人，但也许并不是这样。等在宴会上亲眼见到她，我就能确定了。”舒伦莎看向玛莎问道：“玛莎，皇后是个什么样的人？”玛莎愣了一下回应道：“你是说她的性格吗？”舒伦莎点头说道：“是的。”玛莎思索着回答道：“谁知道呢？我也不能确定，我从未和她有过真正的交谈。”你似乎很享受现在的谈话。玛莎惊讶地问道：“你能感觉到我的情绪吗？”舒伦莎看向玛莎说道：“因为我特殊的体质，我能看到别人隐藏的东西，就像你能看到灵魂一样。我也知道你现在正使用伪装道具。”玛莎有些惊讶地问道：“你不介意我伪装吗？”舒伦莎微笑着回应道：“完全不介意，你肯定有自己的理由，即使脸被遮住，你依然是玛莎。”舒伦莎看着桌上的餐盘，顺便问一下：“你的伪装道具是从哪弄的？我也需要一个好的道具。”玛莎轻声说道：“那是一个工匠做的，下次我会把你介绍给他。”舒伦莎开心地回应道：“谢谢你，玛莎。贵族想见到皇后容易吗？”玛莎摇了摇头说道：“不，很难，必须先得到阿兰蒂尔家族首领，也就是皇帝舅舅的许可。据我所知，大多数人都拿不到许可。”舒伦莎好奇地问道：“那你又是怎么见到他的？我能问问你的等级吗？”玛莎站起身说道：“等我们在宴会上见面时，我会告诉你我的身份。”夜晚的皇宫灯火通明，舒伦莎与迪亚步入大厅。起源之火竟然被放在这种地方吗？他们居然把它当成路灯使用，那东西买起来肯定贵得惊人。迪亚看着四周说道：“舒伦莎，这里和普通的华丽接待厅完全不同，对吧？”舒伦莎点头回应道：“是的。”迪亚环顾大厅，好好看看吧，只有在乌兰才能感受到这种氛围。舒伦莎听到有人呼唤，是我治疗过的那些精灵。男精灵走上前说道：“你好，谢谢你之前的帮助。”舒伦莎微笑着回应道：“没什么。”男精灵继续说道：“如果你需要建造围墙，尽管来找我。”旁边的女精灵补充道：“如果你想感受细雨，也请来找我。”舒伦莎开心地回应道：“谢谢你们，这些精灵承诺过，只要我有需要就会帮忙。作为回报，我治愈了他们。被这么多中高级精灵照顾，让我觉得非常安心，仿佛无所不能。但我不能直接要求他们帮我就出里奥。”舒伦莎握紧双手，宴会厅内杯筹交错，众人举起酒杯，高声欢呼：“克隆迪亚万岁！”宾客们齐声高喊：“愿光荣的祝福降临在你的精灵之路上。”舒伦莎站在人群中鼓掌，迪亚优雅地提起裙摆，向众人行礼说道：“谢谢大家，长大的精灵真是太酷了。”“你在找什么？”舒伦莎轻声回应道：“我在找城主和皇后。”迪亚看向大厅入口说道：“他们还没到，不过很快就会出现了。在主人到达之前，真正的派对还没开始。”舒伦莎看着满桌的甜点，在那之前，我打算先吃点东西。迪亚微笑着说道：“别管我，尽情享受派对吧。”舒伦莎点头回应道：“当然。”迪亚指了指身后的人群，而且这里有很多人，正急着想和你说话呢。那待会儿见。舒伦莎拿起叉子，开始品尝眼前的蛋糕。太好吃了，入口即化，果汁感非常真实，甜而不腻，真不敢相信世界上竟然有这种美味。里奥一定会喜欢的，真想让他也尝尝。舒伦莎走向旁边的侍者，打扰一下。侍者礼貌地回应道：“是的，精灵大人，有什么可以帮您的？”舒伦莎指着甜点问道：“这些可以打包吗？因为太好吃了，我想带回去吃。”侍者微笑着回应道：“当然可以，您离开时我会为您准备好。”舒伦莎开心地说道：“谢谢你。”侍者继续说道：“没关系，主厨一定会很高兴的，他非常喜欢您种的花。”舒伦莎好奇地问道：“你也喜欢我的花吗？”侍者点头回应道：“当然。”舒伦莎递出一朵粉色的花说道：“请收下这个，作为你对我展现善意的回报，请也给主厨送一朵吧。”侍者接过花朵回应道：“交给我吧，我马上就送过去。”舒伦莎微笑着说道：“谢谢你。”
舒伦莎看着桌上的面包，马明哥曾经对我说过，去那里尽情的吃吧，会有很多比我的面包更好吃的东西。别开玩笑了，我已经尝过了这里所有的面包，马明哥的面包依然是全宇宙最棒的。舒伦莎拿起一块面包放进嘴里，虽然这个也很好吃，但是舒伦莎突然捂住胸口，好干，感觉要噎住了。舒伦莎环顾四周问道：“有什么喝的吗？”他走向放着酒瓶的桌子。是酒。舒伦莎看向侍者问道：“这是什么酒？”侍者礼貌地回应道：“这是547年份的特菲安艾格斯酒，精灵大人。”舒伦莎期待地说道：“请给我来一杯。”侍者露出歉意的微笑，说道：“非常抱歉，克隆迪亚大人特意嘱咐过，绝对不能给您提供酒精。作为替代，为您准备了草莓酸奶昔，由新鲜草莓和南方的金蜂蜜以及鲜奶发酵而成。”舒伦莎看着酸奶，陷入了沉默。一位贵族走上前说道：“见到您是我的荣幸，精灵大人。”“我是。”舒伦莎礼貌地回应道：“很高兴见到你。”他机械地应对着社交，内心却感到疲惫。人真的太多了。舒伦莎吸了一口酸奶，为什么玛莎还没来？我以为我们马上就能见面。周围的宾客在小声议论，听说皇后陛下和2位公爵很快就要到了，终于要来了吗？侍从高声宣布，玛莎埃尔皇后陛下驾到。舒伦莎停下动作，看向大厅入口。玛莎在随从簇拥下缓缓走进宴会厅。真奇怪，这明明是我第一次见她，却感觉如此熟悉。不，这不可能。玛莎走到迪亚面前，停下脚步说道：“尤拉克隆迪亚，祝贺你晋升，愿耀眼的荣耀永远追随你的精灵之路。”迪亚提起裙摆行礼。玛莎走向舒伦莎，她停在舒伦莎面前说道：“向你问好，精灵。”舒伦莎睁大眼睛，这种语气，这种神态，还有那双注视着我的眼睛。玛莎看着舒伦莎说道：“我是玛莎埃尔，卡比德帝国的皇后。”舒伦莎僵在原地，绝对不会错。这种感觉，玛莎竟然就是这个帝国的皇后。那个和我一起喝茶、一起聊天的玛莎，竟然是最高权力者。玛莎看着眼前人说道：“你好，精灵，我是玛莎埃尔，卡比德帝国的皇后。”舒伦莎回应道：“我是艾森。”舒伦莎，花之精灵。玛莎微笑着说道：“我知道，我很喜欢你的花。”玛莎是这个帝国的皇后。德布里克走上前行礼道：“很荣幸在这里见到你，精灵，我是德弗利克·穆塞尔，乌兰领主。”舒伦莎回应道：“很高兴见到你，德弗利克·穆塞尔。这家伙就是欺负我里奥的人。”德布里克看着眼前的女人说道：“我一直想见你一面，迪亚曾叮嘱我不要打扰你，所以我推迟了会面，本该早点邀请你的。”舒伦莎回应道：“是我因为感到压力，才拜托迪亚那样做的，但现在我觉得没关系了，所以我接受了邀请。”德布里克注视着他说道：“作为花之仙子，你受到了不同寻常的关注，考虑到你的能力，这很自然。”舒伦莎问道：“你说话的语气就像很了解我一样。”德布里克回应道：“当然，领主怎会不知道，只在乌兰绽放的花朵，从你正式出现在乌兰起，我就在收集你的信息。”他看着舒伦莎继续说道：“我并没有窥探你的私生活，只是收到了关于能力以及公开事迹的报告。”舒伦莎轻声回应：“啊，我明白了。”德布里克微笑着说道：“我很喜欢你的花，舒伦莎，我甚至通过正式渠道购买，并摆放在办公室里。我收集信息是为了与你建立良好关系，希望你不要误会。”舒伦莎回应道：“好吧，我想那是可能发生的。在见喜欢的人之前，有时需要做些调查。你并不是在秘密调查我，只是收集了公开信息，对吧？从现在起，我必须更加小心。”没想到德布里克会对我这么感兴趣。玛莎靠近问道：“小精灵，你讨厌德布里克吗？”舒伦莎被吓了一跳，真是个乖孩子。对了，这是你第一次见到德布里克领主吗？看你的样子，并不像是讨厌他，只是有些警惕。为什么呢？舒伦莎低声说道：“确实很警惕。关于那位领主，有很多可怕的传闻。我明白你为何不安。领主不仅是那2人的部下，还屠杀生灵。作为生命元素的持有者，你自然会保持警惕。”玛莎看向德布里克说道：“代表大人怎么看？”小精灵说他不喜欢你。德布里克回应道：“没关系，如果把讨厌我的精灵排成型，能绕这颗星球好几圈。可惜了，我很喜欢舒伦莎的花。”玛莎轻笑道：“你竟然会对特定精灵感兴趣，真是迷人。我也一样，你有种奇妙的魅力。所以你觉得呢？”舒伦莎回应道：“我也是。”那个人是谁？斯兰行礼说道：“你好，精灵大人，我是斯兰·阿兰蒂尔，是女皇陛下的叔叔，也是阿兰蒂尔家族首领。我一直期待与你见面。我也像陛下一样，非常喜欢你的花。外表看起来很绅士，但他绝对是个危险的人。”斯兰问道：“为什么这样看着我？”舒伦莎回应道：“你的目光很锐利，看起来是个了不起的人。很高兴见到你，我是艾森·舒伦莎，花之精灵。”斯兰低头说：“我有太多话想亲口告诉你。你知道阿兰蒂尔是个什么样的家族吗？我投资的各种生意都很成功，最近也在投资医疗行业，所以舒伦莎花是我最近最大的兴趣。”舒伦莎回应道：“不太清楚，只听说非常富有。”斯兰点头说道：“是的，家族靠大规模种植作物发了大财。”斯兰看着眼前的少女，仅凭一朵花就能同时制作出解毒剂和镇静剂，真是令人惊叹。舒伦莎微笑着回应道：“谢谢您的夸奖。”斯兰继续问道：“像您这样的花之仙子，为什么要留在乌兰？不如直接搬到南方去。卡比德帝国的南方非常适合植物类仙子，我会为您提供一切，并介绍值得结交的人。”舒伦莎露出疑惑的神情：“什么？表面上是在提供帮助，实际上是想把我置于他的控制下？”舒伦莎礼貌地拒绝道：“没关系，我打算留在乌兰，这里有很多朋友，而且狩猎末日很有趣。这个男人到底在想什么？”斯兰看着眼前的女人，
我明白了，如果你决定去南方生活，请务必联系我，我会亲自去接你。令人不悦，小鬼，你会继续留在乌兰吧？就算你讨厌我，表现得友好一点，对你只有好处。你不需要热情对待我。如果你在这里需要帮助，我会协助你处理任何事。帝国的女皇，帝国的守护仙子，乌兰的领主，甚至是阿兰蒂尔家主，他们都对我充满好感。谢谢你们。你喜欢我吗？那就释放我的里奥。他被关在格里姆伊弗斯最深处的监狱里。如果你真的不是折磨里奥的那伙人，就请立刻停止吧。迪亚护住舒伦莎，各位似乎忘了，舒伦莎是在我保护下的精灵，请不要为难我的小精灵。迪亚，德布里克回应道。迪亚，我们只是在表达善意。迪亚冷冷地说道。据我所知，我的小精灵感到了负担，面对一直警惕的领主，已经是拿出了勇气，却还要被要求成为朋友，甚至被陌生人建议搬家。初次见面就提这些，是不是太过分了？看到我的孩子这么辛苦，我非常不愉快。德布里克低下头说道。天哪，看来是我们的错，舒伦莎，我们从未想过要给你负担。迪亚抱紧舒伦莎。我和舒伦莎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能帮助里奥的人，但这些贵族只是拼命想结交卡比德帝国的真正掌权者。如果是已经长大的精灵，他们绝不会背叛，甚至会提供帮助。在这里，唯一拥有权力的能帮助我们的人，只有那一个。玛莎，你究竟是个怎样的人？一个弱小无能的孩子，没有家族和母系亲属，没有那个女皇舅妈，他就什么都不是，只是个无法独处的傻瓜。你真的是那个让我如此憎恨的主人吗？舒伦莎捂住额头说道。我的头好痛。迪亚，我先出去一下。迪亚回应道。好的，好好休息，我的小粉红。舒伦莎趴在露台栏杆上，在喧闹的灯火下吃美食固然很好，但像这样在安静的黑暗中什么都不做，感觉也不错。我想念里奥。身后传来脚步声，玛莎走近喊道：“舒伦莎。”舒伦莎转过身问道：“玛莎。”舒伦莎行礼后说道：“女皇陛下，您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玛莎问道：“你生气了吗？”舒伦莎回应道：“我为什么要生您的气？”玛莎看着他说道：“我欺骗了你。”舒伦莎回应道：“这真让人意外，我以为您早就知道，我们以前见过面。”玛莎看着夜色说道：“没关系，这里只有你和我，你能像以前那样叫我玛莎吗？”舒伦莎回应道：“好的，玛莎。”玛莎继续问道：“舒伦莎，你其实并不喜欢女皇，对吧？是因为我是女皇，所以才讨厌我吗？”舒伦莎回应道：“我之前说过，那不是讨厌，而是警惕。如果你问我是否为了提防你而来，我想是的。”玛莎侧过头说道：“看来你对女皇的事已经好奇很久了。作为道歉，你想问什么都可以，我会回答一切。如果你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或许对我的警惕就会消失。”舒伦莎注视着他说道：“那么，玛莎，你是个坏人吗？”舒伦莎看着玛莎问道：“那么，玛莎，你是个坏人吗？”玛莎反问：“舒伦莎所说的坏人是指哪种人？”舒伦莎回答道：“为了自己的利益，践踏或剥削无辜者的人。”玛莎回应道：“根据情况不同，难道没有区别吗？利益的界限在哪里？为了生存也算利益吗？”舒伦莎继续说道：“我没考虑过生存这种半强迫的情况，但即使是无可奈何，坏人就是坏人，无论你是否理解他们，我不知道别人会怎么评判。”玛莎看着他说道：“但如果你问我是否是那种人，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我也只是个可以被丢弃的工具。”舒伦莎问道：“身为皇帝的你，竟然说自己是工具吗？”玛莎回应道：“没错。”舒伦莎问道：“斯兰·阿兰蒂尔真的是那么伟大的人吗？”玛莎解释道：“他是我的舅舅。阿兰蒂尔家族非常强大，已经存在了700多年。这个家族与帝国共存，但随着时间流逝，他们的力量已经足以与皇室抗衡，所以现任家主，也就是我的舅舅，决定夺取整个帝国。简而言之，现在的我只不过是斯兰·阿兰蒂尔的傀儡。”舒伦莎问道：“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玛莎回应道：“我想说，我虽然无能，但并不是个坏人。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这一点。”舒伦莎沉默地看着对方。舒伦莎继续说道：“不过，你还是在计划着什么吧？”玛莎问道：“为什么你会这么想？”舒伦莎说道：“我告诉过你，我很擅长看穿别人的伪装，我能感觉到你内心的决绝。玛莎曾轻视那个受人摆布的皇后，你现在不是正努力摆脱那份厌恶吗？你打算对抗斯兰？”玛莎惊讶地看着他。舒伦莎，你真的能读心吗？我不该这么轻易被发现的。舒伦莎微笑着说道：“我只是猜中了你的真实想法。”玛莎提醒道：“你应该谨言慎行。”舒伦莎，如果我因为你发现我的内心而杀了你呢？舒伦莎回应道：“你不会的。”舒伦莎拉住玛莎的手说道：“玛莎喜欢我，你也不是坏人。”玛莎说道：“我真的不是坏人吗？我发誓，从未践踏或利用过他人。”舒伦莎问道：“玛莎，你认为谁是这颗星球的主人？”玛莎回应道：“通常指最受爱戴的统治者，但在审判星球，这代表着最高权威。虽然有不同意见，但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都会回答是我舅舅斯兰。”斯兰看着舒伦莎问道：“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舒伦莎问道：“斯兰，你会接受我的礼物吗？”他追问答：“什么样的礼物？”斯兰接过发光的玫瑰，惊讶地说道：“哦，没想到你会送我这么珍贵的鲜花，我很感动，身体感觉越来越轻盈了。你是在清除我体内的毁灭能量吗？”舒伦莎回应道：“是的，那高贵的地位，还有玛莎的故事，最重要的是这朵花绽放时产生的这种不快感。我终于明白了，这个傲慢的男人就是一直折磨里奥的主人。”斯兰微笑着说道：“谢谢你，希望能和你建立良好的关系。”舒伦莎回应道：“是的，我也很期待。”斯兰·阿兰蒂尔。舒伦莎冲向前方，紧紧抱住那个少年里奥。舒伦莎凑近里奥说道：“
我今天发现主人的身份了，是一个叫思兰的人。还有我之前见过的玛莎，她竟然是皇后。舒伦莎拿出一盒食物，今天的聚会食物很棒，多吃点吧。里奥，怎么样？你被吓到了吧？里奥看着食物回应道：里奥看着他说道：莲，你很可爱。舒伦莎问道：你刚才不只是在看我，而是在听我说话，对吗？里奥回答：我全都听到了。思兰是主人，玛莎是皇后，玛莎是站在我们这边的，对吗？舒伦莎摸着他的头说道：不愧是里奥，你真聪明。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吗？我们要分开一段时间了，即便我隐藏了形态，精灵们还是能看到彼此。如果被思兰发现，我们马上就会被分开。等思兰1周后离开，我就回来，我会去了解阿兰蒂尔家族，所以就算想我，也要忍耐一下。里奥摸着他的头回应道：好的。伦小心地问道：里奥，你在生我的气吗？里奥坦率地回答道：是的。舒伦莎有些惊讶：你真的生气了？里奥看着他说道：是因为你要离开我，莲，我是在生那个让你离开我的人的气。舒伦莎轻声唤道：里奥。里奥认真地说道：等我们离开这里，我会让你不必再看人脸色，你可以一直留在我身边。舒伦莎开心地回应道：好的，里奥，请一定要做到，约好了。在起源创造的巨大星球上，第13号试验场最肥沃的土地属于一个伟大的家族。星球形成后，各大势力爆发了战争。阿兰蒂尔家族与星球上最强的卡维德家族联手，共同建立了一个国家。作为帝国最大的功臣，他们在繁荣安全的土地上插旗。如今领土已占据帝国的1/4，平原、森林、山脉和海洋，甚至世间所有的食材都能在他们的领地内找到。生意兴隆，资金充裕。这个家族以出产优秀的灵魂者闻名，基因极其出色。舒伦莎看着手中的资料，比如现任家主斯兰是卡维德帝国仅有的3位官方认可的安娜级灵魂者之一。真的吗？舒伦莎轻笑出声。侍者端上餐盘说道：舒伦莎小姐，书看得够多了，请吃点意面吧。舒伦莎坐在桌边回应道：好的。舒伦莎尝了一口面条问道：这奶油意面真好吃，是用什么面粉做的？店主自豪地回应道：当然是高品质的阿兰提尔面粉，在里兰，阿兰提尔的食材既便宜又美味，我所有的料理都用这种食材。舒伦莎尴尬地笑了笑说道：那真是令人印象深刻，真是让人纠结，没想到这么美味的料理竟然是用阿兰提尔土地的食材做的，不过还是好好享受吧，食物本身并没有错。舒伦莎看向对面问道：对了，玛莎，你的助手是什么样的人？玛莎放下餐具回应道：他们基本上只在暗处行动，也是制作我伪装神器的工匠。顺便一提，他们是10阶魂师。舒伦莎惊讶地问道：哇，他们已经开启了10个魂环吗？玛莎点头回应道：是的，如果是德卡里姆斯兰就是恩纳利姆级别，相当于活了很久的妖精。听说人类只能达到恩纳级就会因为衰老而死去，无法触及德卡级，这究竟是多么厉害的人？舒伦莎看向玛莎说道：我也想见见他们。玛莎回应道：他们通常留在首都，你想去那里吗？我从没想过要去首都，但为了得到伪装道具，或许该去一次，或者建议他们，他们对你的花很感兴趣，也许想亲自来看看。舒伦莎点头说道：那真是太好了，但我还有一个疑问，你总说自己被严密监视，怎么能这样出来？玛莎解释道：我使用了契约技能，制造了一个克隆体，没人会发现，所以我能自由行动，而且最近监视并不严。舅舅可能觉得我已经接受现状放弃了，认为无论我如何反抗，他都能轻易镇压我。舒伦莎猛地站起身：玛莎，你要坚强一点，我会为你加油的。红猫坐在一旁说道：舒伦莎，我正看着你呢，抱歉打扰了，你们已经这么亲近了吗？舒伦莎回应道：只是自然而然就变亲近了。红猫拖着下巴说道：也算上我吧，如果你们2个单独聊天，我会嫉妒的。舒伦莎笑着说道：抱歉了，红猫，既然玛莎说话这么随意，红猫也是站在玛莎这边的吧？红猫解释道：玛莎的母亲是我的好友，所以自然就变成这样了。舒伦莎惊讶地问道：母亲？她是你的母亲？红猫点头说道：是的，母亲。舒伦莎看着红猫的面容，可是你看起来这么年轻。红猫，你到底多少岁了？